经常穿越的都是，如果穿越长了，根本就活不了几张。然而，你却将这个留不住，都因此。王浩然，一个穿越者。穿越前，他是个孤儿，在大城市中挣扎，年近30，依旧碌碌无为，连一个女生都追不到，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人生的糟糕经历几乎在他身上都发生了。穿越后，他是一个富二代，家世好，长得帅，学习棒，零花钱多得花不完，每天上下学都有库里南接送。然而，他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恭喜宿主，超级大反派系统已激活。穿越者标配的系统激活了，是个超级大反派系统。而就在昨天，因为班里的吊车尾插生和校花走得近了，他的那3个狗腿子就忍不住献殷勤，本来准备给吊车尾插生进行一轮性比赛，可别人就是3个小时。博览网红王浩然自然发现了不对劲，这不就是吊车尾翻身泡校花的都市小说剧情吗？通过系统，他得知自己穿越到了一个都市爽文小说构建的平行世界中。剧情中，吊车尾插生就是目前的主角，而他作为反派，将是被主角他俩的工具人，还没到100章就被主角降了。靠，穿越成什么不好，非要让我穿越成反派，连100章都活不到，玩我呢？不过想让我就此认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老大，这是王浩然身边的3大小弟之一，叫范建，另外2个，一个叫范通，一个叫秦书生。听听，都听听，这都是些什么名字？老大，你要打要骂，随你便，是我们给你丢脸了。怎么就你一个人？另外2个呢？回老大，我跑得快一点，少挨了不少揍，他们就弱了一点，跑得慢被揍惨了，半边脸都快肿变形了，估计好些天才能消退呢。王浩然瞧见对方这脸色神情，不禁一阵无语。这沙雕作者给自己配的什么脑瘫小弟？跑得快少，挨了揍，居然还得意洋洋的想要炫耀一番，怎么的？还想要老子夸你不成？你要是再继续笑一下，我就要1巴掌上你脸了。老大，别，我错了，不笑了。老大，你放心，这场子我一定找回来。我还就不信了，那小子有3头6臂，今天我叫10个兄弟去。省省吧，没用的。没用？那老大，我叫20个。屁话怎么那么多？说了没用的。怎么可能？那我叫30个好了。你干脆叫你妈算了。王浩然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叫我妈？老大，这不行啊！我妈那弱身自古哪能打啊？王浩然不禁头痛，这什么脑瘫小弟啊！强忍着打人的冲动，平复了一下心情。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做了。啊，老大，那小子泡大嫂呢？他算哪根葱啊？我们实在看不下去啊！我问你，我帅还是那小子帅？当然是老大你帅，那小子算什么？顶多是5官端正。那是我家世好，还是那小子家世好？老大你家几百亿资产呢？那小子家境普通，这完全没可比性。那是我成绩好，还是那小子成绩好呢？老大你成绩全校前10，妥妥的学霸，那小子倒数就1学渣。那不就完了？我这么好的条件，难道还会输给吊车尾穷小子？要你们多管什么闲事？老大，我明白了，是我们多此一举，没有你的吩咐，我们不会多事了。那小子根本不配和你比。范建总算是明悟了，王浩然点了点头，用鱼子可教的眼神看了看这脑瘫小弟，忽然脑海中出现一道系统提示消息：引导小弟行为略微改变剧情走向，获得反派点100。突如其来的动静让王浩然愣了一下，这还是得到超级大反派系统后第一次得到这样的信息，并且脑海中还多了一个面板。打开面板一看，系统反派光环什么意思？99算多还是算少？回宿主，反派光环是您独有的，就好比主角所拥有的是主角光环，主角光环最低不会低于300，宿主的99点这个数字偏低，可能会嗝屁较快。那反派光环点数有什么方式增加吗？宿主打压主角成功，掠夺主角机缘，夺取女主身心等多种方式都可以增加反派光环点数。夺取女主，这个我喜欢。王浩然一喜，追问道：那如果我的反派光环点数和主角光环点数一样，或者是比他多，那么是不是就代表着我就不会面临嗝屁的结局？宿主，你的理解不完全正确。当您的点数和主角一样时，您将会是最大反派 BOSS， 可以撑到大结局时嗝屁。只有宿主的点数超过主角，才不会嗝屁，但也仅仅是不会嗝屁而已。也就是说，照样下场凄惨，只不过是不会死。王浩然有些发愁，随即心一横，问道：那我可以弄死主角吗？恭喜宿主，终于有了反派的觉悟。当宿主点数超过主角越多，那么越有几率将主角弄死。看来我注定要和主角势不两立啊！王浩然算是彻底觉悟了。那么反派点有什么用？反派点可以在超级大反派商城抽奖和兑换物品，帮助宿主对抗主角，同时还可以查询主角、女主以及重要配角的各项属性数据等信息。商城在哪里？给我打开商城。超级大反派商城目前处于未开启状态，当宿主反派点达到500时，将自动开启。那怎么获得反派点？改变原剧情走向、打压主角成功等等一切能对宿主你有利的举动，都有可能获得反派值。当系统解答完这个问题后，王浩然也弄清楚个大概了，同时心中也是思索起来对付主角的方案。打电话把那2个家伙叫来学校。啊什么呀？快给我照做，不要问什么。是。范建拿出手机，立马照做。等范建打完电话后，2人往教室走去。
咦，这不是大嫂吗？早上好啊！范建朝着不远处鬼喊鬼叫了一声，他叫许慕言，是王浩然班上的学习委员，公认的校花，当然也是女主，或者说是女主之一。因为按照都市小说的尿性，怎么可能只给主角配一个校花女主？在沙雕作者构建的剧情中，王浩然化身为一只舔狗，对许慕言钟情无比，许慕言对此却不屑一顾，最后在主角的怂恿下害死了王浩然。而王浩然临死前，因为过于深爱许慕言，居然还没有怪他。去特么的沙雕作者，我才不要这么悲剧的结局发生在我身上。现在还是剧情初期，许慕言对主也仅仅只是将其当作普通同学对待，而对自己只是有些轻微的厌恶和抵触。而许慕言听到范建鬼喊鬼叫的称呼自己为大嫂，又是气恼又是尴尬，雪白的脸蛋都涨红了几分。范建，你不要胡说八道，我和王浩然没什么的，不要叫我什么大嫂。这不是迟早的事吗？反正你肯定是我老大的，赶快从了我们老大吧。什么我是你老大的？你别胡说了，以后不准叫我大嫂。大嫂，大嫂，大嫂！许慕言不让叫，范建偏要叫，而且越喊越来劲。把嘴闭上！王浩然喝止了一下，随后朝着许慕言走近了一些。他要做什么？难道想在大庭广众下抱我，或者更过分点，想要亲我？许慕言有一股不好的预感，不禁后退了一步，想要逃离此地，可范建却拦住了他的去路。不过许慕言已经打定主意，要拼死反抗。道歉！嘿，听到没有？快道歉！我让你对许慕言道歉，还有以后不要称呼他为大嫂。啊什么呀？快点道歉！对不起，许慕言同学，我错了，以后再也不乱叫了。王浩然看向一脸错愕的许慕言，这个大嫂的称呼都是他们调侃起哄而已，跟我没什么关系。以后要是谁喊，我打烂他的嘴。至于那些谣言说我喜欢你，那都是假的。毕竟现在高三，学业为重，谈恋爱什么的，我真的暂时没想法。你别想太多了。说完，王浩然头也不回的往教室走去。改变女主之一许慕言对宿主的观感，好感度提升20，当前总好感度为10，普通熟人。宿主影响原剧情走向，获得反派点200。王浩然刚走到教室门口，就听到了系统的提示消息，对此他并未感到很惊讶。许慕言此前之所以有些厌恶他，很大部分是因为那些绯闻。现在王浩然将事情说清，许慕言自然是不会厌恶王浩然了。系统打开面板属性，反派点有300了，再有200就能开启系统商场。要是有能增加战力值的东西就好了。吊车尾能一挑3，并且完全碾压，战力值肯定远远超过100这个平均数值，自己完全不是对手啊！就在王浩然暗自这么想着的时候，忽然感觉有一双透着仇恨的目光看着他，这人就是我们的吊车尾主角楚白了。这名字一听就不简单，这可是网文主角4大姓叶、林、萧、楚中排第4的姓。系统给我查询一下楚白的各项属性数据。查询需消耗100反派点，是否查询？是。原来是个拥有透视异能的主角，魅力值才100，也就一个路人脸，居然在原剧情中泡到了那么多漂亮妹纸，简直不讲道理。155的战力值，比平均值多了一半。原剧情中，楚白有过众多的英雄救美桥段，博取到漂亮妹纸的芳心。不过这也太扯了吧，都什么年代了，哪有那么多流氓，还总被楚白遇上？不仅救美成功，妹纸还以身相许。这经济社会不应该长得帅和有钱才是王道吗？我作为一个魅力值爆表的富二代，却被女主厌恶，凭什么呀？系统，我花钱找人直接弄死楚白，成功的几率是多少？王浩然心一横，打算直接一点。对方主角光环点数较高，以宿主您当前的反派光环点数，成功几率接近为0。靠，我就知道是这样，成功几率接近0，那就是还是有很小的几率吧，我试试总可以吧。不建议宿主进行此类操作，主角光环护身，陷入巨大危机时必定会触发机缘，主角不但会解决危机，还会变得更强大，这对宿主极为不利。主角光环也太牛批了吧！请宿主不用沮丧，您可以通过掠夺主角机缘和夺取女主身心等方式，不断削弱主角光环，提升反派光环点数后，再进行此类操作。看来只能一步步将机缘和妹纸抢过来了，粉碎对方的主角光环。不这么做，我就只有死路一条。在王浩然和系统交流的时候，许慕言也来到了教室，楚白立马笑着朝许慕言走去。许同学，你来了。现在离早课还有一会，我有好多学习上的问题想要请教你一下，有空吗？有的。身为学习委员并且内心善良的许慕言，班级上同学想要问他学习上的问题，他当然不会拒绝。还得多谢你给我补课，不然我的学习成绩也不可能从班级倒数前10一下就窜到了班级中游。主要是你本来就很聪明，我说的基本都是老师讲课中讲到的，如果你认真听课，成绩肯定会很好的。不，主要许同学太漂亮的，你讲的课我全部都能听进去。许慕言被这么一夸，不禁有些害羞。王浩然看着这一幕，不禁感叹：不得不说，在比较稚嫩的年纪，拥有厚脸皮的男生追女生时，真的有很大帮助。王浩然知道，这楚白的学习成绩之所以能突飞猛进，完全就是因为透视，缠着许慕言补习功课，只不过想要泡许慕言。王浩然看穿了这些，当然不可能熟视无睹了。许慕言，昨天数学老师布置的课后题目，你应该做了吧？做了，但不知道我的答案对不对。我也写了一个答案，但也不知道对不对，对照讨论一下。好呀。许同学，是我先来的，就一会时间，等一下哈。楚白僵硬着脸，傻乎乎的站在一旁，对于王浩然和许慕言所讨论的东西，跟听天说一样，完全不懂。王浩然不禁心中暗笑，要说共同语言和话题，同为学霸的自己和许慕言合拍头。王浩然故意把讨论的学习话题拉长，许慕言沉浸其中，不知不觉间忽略楚白的存在了。
王浩然，你故意跑过来和许同学讨论问题，根本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你讨论问题是假，真正的目的是想接近许同学，想对许同学一图不轨。你就是一个伪君子。这家伙借补课名义，借机想要泡许慕言，就理所当然。我效仿一下就不行？尼玛，要不要这么双标？楚白，你误会王浩然了。因为之前王浩然已经解释过了，要专注学习，所以善良的许慕言自然是选择相信王浩然所说的。我可没误会，这段时间你给我补课，他看不下去，昨天叫小弟放学后堵我的路，还说你是他王浩然的私人物品，警告我离你远一点。许慕言一听，惊讶看向王浩然，这事不是我指使的，是范建他们自作主张的。别说这事不是我做的，就算真是我做的，那也是这个回答。是男人的话，敢做就要敢认。他想要王浩然承认这事，让许慕言警惕王浩然，以后和王浩然保持距离。喂，你刚才的话似乎没有说完整吧？范建他们3个堵你路是没错，但是被暴打的是他们3个，你可一点事都没有。那是我厉害，3个小瘪犊子哪里是我的对手？楚白说起这个，不免有些得意。他经常逃课，和社会青年打交道，打架是常有的事情，一来二去练就了一身打架的好本事，而且下手贼机而狠。范建，你过来，让许慕言仔细看看你被打成什么样子。范建虽然脑子不好使，但听到这话后也明白老大是要在许慕言面前告楚白的状。他立即伸长了脖子，展示自己鼻青脸肿的模样。怎么被打成这样？我这还是算轻的，范通和禽兽生被打得更惨，我们跪地求饶都没用，楚白追着我们往死里揍。那是你们活该。虽然是范建他们3个挑起的，你是防卫，但防卫也得有个度吧。他们一没断手，二没断脚，该谢我手下留情才对。在楚白看来，这是他战力，怎么打范建他们都不过分。许慕言却是听得直皱眉，没几个女生会喜欢暴力，他自然也不例外。只是楚白沉浸在暴打范建的快意中，还没有注意到许慕言细微的表情变化。王浩然倒是注意到了这些细节，心中微微暗喜。你们2个也来了，把头抬起来，不要遮遮掩掩。顿时2个猪头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中，许慕言吓了一跳，都不忍去看了。怎么会打成这样？这下手也太狠了！依我看，这是双方都有错。我看这样，楚白向范建他们3个道个歉，至于他们的医药费，我出了。这事就这么算了，大家怎么看？可以，没问题。我同意。老大都开口了，范建、范通和禽兽生当然是无脑附和。这是能平息最好了。但主角会轻易向反派道歉吗？当然不可能。如果道歉了，他还是主角吗？果然，楚白十分硬气的回应。天，我给他们道个屁的歉，这不可能。楚白就说句对不起而已。明明就是他们的错，我为什么要道歉？真是好笑。主角大多都是大男子主义，根本听不进劝说。楚白就是如此，连许慕言的话都不好使。宿主破坏主角楚白和女主之一许慕言的关系，影响原定剧情走向，获得反派点200。女主之一许慕言对楚白好感度减10，双方当前好感度为0，形同陌路。楚白主角光环减20，宿主反派光环加20。居然真有效。听到提示，王浩然暗暗一笑。不过王浩然当然也不会掉以轻心，楚白的主角光环才减20，这还远远不够。王浩然查看了一下自己的面板的变化，之前99的反派光环变成了119，成长了一丢丢。可见王浩然把3个小弟叫到一边谈话。老大，昨天是我们大意了，以前只听说过他能打，可没想到那么能打，该死的。老大，今天放学我再叫一些兄弟，一定将楚白揍成猪头。都住嘴！我要是按照沙雕作者的套路走，那不是铁定完蛋。老大之前跟我说了，没有他允许，不准对楚白动手，你们2个就别提这事了。那难道就这样算了？当然不可能。原来老大已经有对付楚白法子了。这事还得靠你们。老大，你吩咐。 3个小弟一副愿意赴汤蹈火的架势。你们去告诉老师，说被楚白打了。是，老大，我们马上。老大，你说什么？告诉老师。范建立即抢话领命，不过话说到一半，意识到不对劲，顿时惊呆了。范通和禽兽生也傻愣住了。作为校霸座下的3大小弟，这么做是很丢人的，好不？怎么了？都看什么看？同学之间因为一些不愉快发生了打架事件，告诉老师来解决，这是最佳的处理方式。你们难不成以为我会叫社会人去砍他？拜托，老子是富家子弟，从小接受良好教育，品学兼优，是学习成绩全校前10的3好学生，又不是什么黑社会。范建、范通和禽兽生3人对视一眼，一个字都反驳不了，于是结伴去了德育处。上课铃声刚响，楚白就被德育处凶神恶煞的副主任给叫走了。后脚，一个高颜值的美女出现在教室，正是我们的班主任兼英语老师宋真宇，今年24岁。当他发现班里少了4个人，顿时有些恼火。美女就是美女，发火都养眼。这宋老师不会也是女主之一吧？按照套路，一个美女老师的女主算是标配。王浩然很想让系统实锤一下，不过消耗100反派点实在让人心疼，想了想，还是算了。楚白、范建、范通和禽兽生，谁知道他们4个为什么没来？宋老师，楚白把范建、范通和禽兽生暴打了一顿，把他们打得鼻青脸肿的，都快不成人形了。刚才德育处的副主任过来，把他们4人全叫走了。王浩然站起身报告，点了一把火。什么打架？你们自习，王浩然管一下纪律。说完，宋真宇怒火冲冲离开了教室。小弟被打，宿主选择告诉老师，略微改变原剧情走向，获得200反派点。宿主当前反派点超过500，系统商场自动开启。我现在600反派点都能换什么东西？都给我显示出来。回宿主，600反派点无法兑换任何物品，商城物品最便宜的需要1000反派点。
建议宿主选择抽奖，每次抽奖只需花费500反派点，宿主有几率获得超豪华奖励，不过也可能什么都抽不到。还要攒400才能兑换物品，可能还兑换不到我想要的，那直接抽奖好了。系统界面出现一个轮盘，轮盘转动，很快就有结果了。恭喜宿主运气爆棚，抽到价值1500反派点的桃花眼，是否立即使用？好东西啊！男人有桃花眼，那女人立即使用。桃花眼已使用，使用后他发现魅力值从198变成了268。去找许慕言试试有什么不同。王浩然明显的感觉到许慕言看自己次数变多了。你怎么这么看着我？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没有，只是觉得你的眼睛好好看啊。许慕言这话一出口，赶紧将目光移开。那青春少女娇羞样，简直不要太动人。女主之一许慕言对宿主的好感度加10，当前好感度为20，非常友善。楚白主角光环减10，宿主反派光环加10。看来这桃花眼还挺实用的，不错不错。属性面板也出现了变化。下课铃声响起，王浩然见楚白等4人还没回来，直接往德育处看热闹去了。副主任严赞见到有学生过来看热闹，刚想撤退，不过瞧见是王浩然后，立马将话吞了下去。楚白，跟你说好话，你还正视吧？一旦报警了，事情就大了，你可能因此留外点，还会被学校开除。你到底答应不答应？严赞见局面僵持不下，于是威胁起来。严副主任，这样做的话，楚白的前途就全部毁了，不能这么做啊！苏老师，机会我已经给他了，是他自己账，怪不得我了。因为楚白下手太狠，已经属于防卫过当，范建等人提出打回一巴掌，不然就报警处理。楚白怎么可能会答应？哪个主角不头铁？所以他宁愿让范建等人报警处理，校方当然不乐意。不会这么简单就把他整废了吧？突然，王浩然见到一个留着花白胡子的老头，径直朝着德育处这边走来。王浩然认得，这是校长。这校长突然跑来这里做什么？平时都不见人，突然出现在这里，不会是……校长，您来德育处是有什么事吗？如果有，我可以效劳。没什么事，我随便走走。老校长知道王浩然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所以笑着摆了摆手，随即朝德育处走去。希望真没什么事吧。小伙子，你怎么在这里？上次还没多谢你帮我追回被抢的包呢。不是吧，一下子就让这小子翻盘了？主角光环这么不讲道理的吗？接下来的套路，王浩然都能猜到了。老校长坚定地认可楚白的人品，看似公正处理，实则是为楚白说话，用老辣的智慧和经验，不断开导范建等人。王浩然可不会眼睁睁看着楚白就这样轻易脱身，快速思索了一下，立即编辑了一条消息给范建发了过去。既然坚持报警没有意义，那制造点小麻烦总没问题吧？老校长虽然偏向楚白，但处事还算公正。在范建等人改口选择索要医药费后，经过一番商议，楚白赔偿每人1万医药费，共计3万。老大，我的表现还可以吧？还有我，这3个小弟脑子不好使，事情没办砸已经不错了，是该夸一下。王浩然除了夸，还直接拿出手机给每人各赚了5万。啊，爸爸，你就是我的义父，我的亲爹，我爱死你了。我也是，俺也一样。他们家里经济情况都一般，突然得了5万，自然高兴无比。这时经过的楚白用充满恨意的眼神盯着王浩然，3万赔偿金，这让他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相比起范建3人，他更恨王浩然。他坚定不移地认为范建等人堵路就是王浩然指使的。王浩然，你给我等着！我拥有透视异能，走上人生巅峰只是时间问题。等我发达了，我一定狠狠地将你踩在脚下蹂躏，让你家破人亡。等着吧！他现在自然是不敢轻举妄动，因为楚白知道王浩然家太有钱了，这社会有钱就是大爷，有钱就有人脉。老大，许慕言叫楚白在楼梯间谈话呢。听你的意思，是不打算把这事告诉你家长吗？我家里知道我打架也没什么，反正我打架又不是第一次。不过要是知道赔3万医疗费，我肯定会被暴打一顿的。我爸太凶了。楚白撒起谎来，自尊心敏感的他不愿意让自己喜欢的女生知道自己家里连3万块都很难拿出来。那3万医药费可不是小数目，我可以帮忙的。这尼玛主角光环也太强悍了吧！许慕言对楚白的好感度都为0了，居然还主动找楚白说要帮助他。不用，我自己有办法解决的。真的吗？真的，我自己有不少私房钱，都是平时过年过生日收的，我可以搞定的。楚白再度撒起了谎，不过却显得信心十足。看来这家伙是想用透视去赌钱。许慕言，你们在聊什么呢？楚白不是要赔偿医疗费吗？我问问他需不需要帮助，毕竟说起来这事会发生，也有我的一部分原因。许慕言对王浩然的好感度还算不错，因此也不隐瞒。这样吗？我也可以帮忙的。用不着，你也别惺惺作态了。怎么这么说？王浩然也是一番好意。看来你对我误会很深呐。你认为范建他们堵路，是因为我嫉妒你和许慕言走得太近，所以才叫他们教训你？难道不是吗？我挺想问你一下，你哪点比得过我？长相、学习还是家世？我们2个如果一起追求许慕言，你难不成觉得你还能追得过我？此时哪来的自信，觉得我会嫉妒你？看你的这样，肯定是觉得我说的话是对的。那么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找人打你呢？楚白涨红了脸，说不出反驳的话来。
宿主成功打击主角楚白的自信心，楚白主角光环点数减10，宿主反派光环点数加10。这也行，没想到只是想损一损楚白，居然还有意外收获。许慕言，刚才我只是做一种假设，你别想多了。之前我就和你说过的，现在我只想专注学习，暂时没有心思考虑谈情说爱的事。而且我们学校的校花又不止你一个，即便要谈情说爱，我也不会找同班的，毕竟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许慕言只是看着王浩然也不说话，撅着个嘴不知道在想什么。宿主让女主之一许慕言产生吃醋的情绪，获得反派点200，楚白主角光环减10，宿主反派光环加10。许慕言居然吃醋了，不过也对，她长得这么漂亮，本校草却当着她说别班的女生更香，她不吃醋才怪呢。系统打开属性面板。午休时间，楚白想去找许慕言装作问问题，借机拉近两人关系。不过他屁股刚离开凳子，就带着怒气坐下了。这该死的王浩然！那个可以换个位置吗？许慕言这个女同桌也是一个美女啊，如果许慕言有95分，她就有90分。听到王浩然的声音，女生微微抬头，顿时心跳猛地加速起来，害怕被看出异样，又很快的垂下头。我叫温静，声音中夹杂着失落的情绪。温静是吗？我记住了。这简单的一句话，温静听在耳里，感觉像是吃了蜜一样甜。走到王浩然的座位后，小心翼翼地嗅着那一丝残留的淡淡气息，似乎有些着迷。温静同学，这道数学题我不会做，你能不能教教我啊？温静不太想理会陈子时，只把解题方式写了一遍，然后交给陈子时自己去理解。我要学习了。陈子时失落地回到座位上。陈子时，你喜欢他？哪有？你别胡说，别装了，我都看出来了。你可得保密，不要给我到处乱说。放心，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喜欢许慕言，咱们扯平了。看来我们同病相怜了。我和你才不一样，我迟早把许慕言追到手，她迟早是我的女人。你看王浩然和许慕言总一起讨论学习问题，还有说有笑的，没准他们就擦出爱的火花了，哪有你什么事情了？那王浩然就一个敢做不敢当的混蛋，我迟早揭穿他的真面目，到时候许慕言理他才怪。王浩然确实挺讨厌的，总要温静让座位，打扰他学习。你加油，把许慕言追到手，看好你。借你吉言吧，要是许慕言成了我女朋友，我一定让她帮你在温静面前说好话，以他们俩的关系，到时候你也有希望能追到温静了。好兄弟，一辈子，这可是你说的，记住了啊！陈子时顿时激动起来，对楚白好感大增。男人的友情有时候来的就是这么快。你要赔偿范建、范通和禽兽生那3个傻叉3万医药费，这数目可不小，你家长知道肯定会很生气吧？你想好怎么说没有？陈子时和楚白的关系拉近了，顿时也是关心起楚白的麻烦了。明天放假，我自己有办法搞定的。啊，你不会打算去抢吧？他记得楚白的家庭条件很差的。当然不是，我是打算去赢。赌博啊，这太不靠谱了。你没听说10赌9输吗？10赌9输，那不还有一赢吗？我就是那1/10，而且有绝对的把握，只是本金还不太够。你有没有钱？借我一点。有1000。我去，你这么富裕啊？什么呀？我家庭条件很一般的，这是我省吃俭用大半年才赚的，打算等温静这个月过生日，买个好礼物送给她。你把钱借给我应应急，我一定在温静生日前把钱还你。这好吧，那你可一定要准时还我。放心，到时候一定还你。我要还不了，把头砍下去给你当凳子坐。校门口，一辆库里南十分的扎眼。王浩然在众多羡慕、嫉妒、恨与爱慕、迷恋的目光中，钻进了库里南里。先去最近的私家侦探社。司机没问什么，直接发动车子，跟踪楚白，实时报告他的踪迹。抱歉，我们是正规侦探社，不会什么狗仔。我出3倍。听到王浩然出3倍，对方直接变脸，接下单子。次日，王浩然收到了侦探社的信息，说楚白进了一家地下赌场。看来我猜的没错。经常看动画的家人都知道，拥有透视异能的主角要尽快搞钱，不是去赌石，就是去赌钱了。而青林市没有赌石场，随即王浩然就吩咐司机开去地下赌场。帅哥，请问您要换多少筹码？50万。50万，您确定吗？年轻女郎顿时愣住了，这地下赌场的规模并不大，一下子换50万的赌客，她还是第一次见。刷卡吧，密码6个6。王浩然也不废话，直接将卡递了出去。女郎接过卡，直接刷卡成功。看他的穿着，应该是个初来乍到的富家公子，这可是大肥羊啊！帅哥，你想玩什么？我可以为您介绍。年轻女郎热情似火，跟没骨头似的，直接往王浩然身上倒。不过还没碰到，王浩然就平移了一步。我不喜欢你们这里的玩法，我想按我的方式来赌，50万筹码，一把定输赢。帅哥，你玩这么大，我看这里没有赌客会接的呢。你可以去问问你们老板，看他有没有兴趣。年轻女郎立马去传话。几分钟后，她回来将王浩然请到一个单独的赌牌房间中。朋友，我接了，你说怎么赌？炸金花8，不过一人只发1张牌，谁的牌大就算谁赢。丧坤深深地看了王浩然一眼。好，王浩然和丧坤各抽了1张牌。王浩然气定神闲，也不急着看牌。丧坤小心翼翼地开牌，当看到了是一个红心 A 后，差点开心地从座位上跳起来。王浩然如果要赢，除非他的牌是黑桃 A，
轮到你开牌了，我不相信你的牌是黑桃的。王浩然揭开牌的一角看了一眼，脸色顿时有些古怪起来。没想到自己运气这么好，可惜自己并不是来赢钱的，看来我的运气差了点。你赢了。王浩然也不翻开底牌，直接将牌丢进了那一整副扑克牌中。朋友，你玩这么大，刚才我还以为你是个老千，是来砸场的。我可不是老千，不过我刚才倒是看到有一个老千进了你的场子。王浩然将话头一接，转入正题，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输50万只是为了刷一个脸书好感而已。我场子的规矩，谁敢出千就砍掉一只手。你说那老千是谁？我抓出来，绝对饶不了。你们这里应该有监控吧？当然，这是必备的。那方便带下路吗？朋友，你说的这人没有问题啊。这是一个顶级老千的亲传弟子，他出千的手法太高明了，就算你在他旁边仔细盯着看，都看不出来，更别提是看监控画面了。你可以让人查一下，这人进来后的本金是多少，现在赢了多少。丧坤立即去让人查了一下，很快就有消息来了。楚白来的时候换了1200的筹码，目前玩了19把，战绩为10胜9负，数据正常，但是他赢了16000。这小子运气也太好了吧！运气是好，而且我猜他的运气还会一直好下去，直到他赢的钱至少超过3万为止。这话是什么意思？听说很多老千为了规避风险，都会给自己定规矩，而他的规矩我刚巧知道。王浩然注意到丧坤的眉头越拧越紧，也知道差不多了。我上次在别的场子玩，恰巧知道了那老千今天在这里看到，所以顺口提了一句。其实这和我没半毛钱关系，我还有事，就先走了，下次我再来玩。王浩然说完，直接离开了赌场，而丧坤让人盯着楚白。果然，如王浩然所说的，楚白的筹码在不断增长，大概赢了3万5的时候，直接收手了。果然是个老千。我能透视，赌场不就是我的提款机吗？哈哈，不玩了，给我全部换成现金。小子，敢在我丧坤的场子出千，你活腻了是吧？我出千，我怎么出的千？你倒是给我指出来啊！楚白有些心虚，但还是尽量让自己镇定下来。虽然他的确算是出千了，但根本找不出证据的。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先把他给我抓起来吧。去！你没事吧？丧坤捂着天空，疼得呲牙咧嘴。他万万没想到，一个看着20岁不到的小子，下手居然这么阴狠。这样，快去追，把人追回来。宿主成功阻止主角楚白赚取第1桶金，楚白主角光环减20，宿主反派光环加20，并获得200反派点。忙活了一番，花了50万，果然还是有收获的。系统查看面板，500反派点，刚好可以抽一次奖。不过还是算了，留着后面查信息吧。周一正常上课，王浩然发现书桌里满满的告白情书，其中有一封没有署名的情书，字迹让他觉得有点眼熟。不过他也没有追根刨底。另一边，楚白也来上课了，只是他的脸色非常不好。你这2天假期赢钱了吗？本来赢了3万多，但出了一点意外，全没了。你不是吹牛说必赢的吗？怎么就输了嘞？那1000块什么时候能还我？这个月底我还要送温静礼物嘞。你别生气，离温静过生日不是还有段时间吗？我一定会想办法还你的。最好是这样。男人的感情虽然来得快，但因为女人也很容易出现矛盾。老大，楚白和陈子时差点吵了起来。他们都说些什么了？范通将两人谈话的内容清清楚楚地告诉了王浩然。楚白那1200的本金，其中有1000居然还是找陈子时借的，这两人关系还挺不错嘛。那么这陈子时很可能就是主角阵营的配角吧？系统查询一下陈子时的资料。查询需消耗100反派值，是否查询？是，果然是这样。系统归属主角阵营的重要配角，我要是破坏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获得反派点数和光环点数吗？回宿主，此类操作会影响原剧情，可以获得反派点和光环点数奖励。明白了。王浩然暗自点头，接着就开始思索起来。陈子时目前正和楚白有了一点矛盾，而那关键点就是温静。对了，温静之前那封未署名的情书，不就是温静的字迹吗？暗恋我吗？这就好办了。午休时间，王浩然趁着许慕言不在的时候，来到了温静面前。许慕言被老师叫去批改作业了。我是来找你的。找我做什么？这是你写的吧？不是我的写的情书，不是我。是吗？可这情书上面的字迹怎么和你的字迹一模一样啊？我如果给你造成困扰，我向你道歉，以后我再也不会这么做了。对不起，对不起。温静的语气和神态卑微无比，暗恋就是如此，越是喜欢一个人，姿态就会越卑微。你的文笔还不错，下晚自习后我在校门口等你，但不要声张哦。晚自习后他等我，这是什么意思？是那个意思吗？温静有些不可置信，整个下午都沉浸在挥之不去的喜悦中。校门口，一辆库里南在等待着。温静知道那是专门接王浩然的车，他觉得自己与王浩然就像民女和贵族王子，差距不是一般的大。自行车就放学校吧，我带你去个地方。去哪里啊？去了你就知道了。5星级酒店门口。来这里做什么呀？一起写作业啊。啊，好吧。来到房间后，温静十分拘谨且尴尬。你很喜欢我吧？有多喜欢呢？我写给你的情书上面都写了，只要能当我的女朋友，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是这样对吗？王浩然总结了情书中的思想，于是试探性的道：
我也不怕跟你说，我不是什么好人，因为我并不打算同时只交一个女朋友。即便是这样，你还会喜欢我吗？温静愣了一下，还是肯定的点了点头。喜欢。王浩然大概摸清了温静对自己暗恋的程度，说的好听一点是卑微，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舔狗。喜欢我的女生太多了，而且有很多漂亮的，我的选择太多了，你没有任何优势。但你如果想当我的女朋友，我可以满足你。不过我有一些要求，但凡你违反任何一条，我们两个就结束了。王浩然说完，等待着温静的回复。你说。第一点，我和你关系不公开。第二点，我除了你外可以有别的女朋友，但你必须要对我专心忠诚。第三点，我追求其他女生的时候，你不能捣乱，必要的时候，我可能还需要你的助攻。第四点，只准我甩你，不准你甩我。第五点，我暂时没想到，想到了之后再加。王浩然说完，温静都傻眼了，甚至还有点生气。自己喜欢这么久的男生，原来是个渣中之渣呀！当然，我只要有时间，会尽可能的和你约会，过节过生日都会送你礼物，定时给你零花钱，别问给多少，总之你一定会满意的。另外，你的学习成绩还算不错，但是要上一所重点大学还差了点分数，这个我可以帮你，一定会让你如愿上自己理想的大学，并且你只要没有违反了我的要求，即便我因为厌倦而甩了你，但还是会在你大学毕业后给你安排一份月薪至少5万的工作。我说完了，如果你不愿意，门就在那里，请自便；如果愿意，那就留下。温静犹豫了几秒后，朝着门口走去，不过并没有离开，而是将门反锁了。你应该打开门离开这里的，为什么要离开？这个男生是他一直的梦，现在梦可以变成现实，即使卑微一点又何妨？更何况他还许诺了那么多好处。看到温静的选择，王浩然笑了。他坏吗？当然，不过这只是作为反派的基本素质罢了。君不见，反派们不择手段的对付主角，最终都难逃凄惨的下场。我是你第几个女朋友呀？第一个。温静一听，开心无比。她是个纯情小女生，长这么大甚至都没和男生牵过手。那个陈子是喜欢你，你知道吗？是吗？难怪他每天总是过来问我问题，烦死了。明天他要是再问我问题，我绝对不搭理他了。不，你就正常回答他问题，就像对待普通同学那样。当你回答他问题的时候，会有一个女生来让你还1000块钱，你这时候要可怜兮兮一点，说没钱还，让那个女生宽限一段时间。这是为什么？我喜欢乖一点的女朋友，不喜欢总爱问为什么的女朋友。我可是很乖的啦，像小猫咪一样乖。小猫咪？对啊，喵。静静，你走路怎么扭扭捏捏的，看起来好怪呀。昨天下晚自习回去的时候扭到了脚，所以走路有点不舒服啦。啊，严不严重？我帮你看看。不用了，一点小事而已，我擦过药了，过几天就好了。那好吧，我扶着你走。温静，你欠我那1000块钱，什么时候还？我能不能再宽限一下？我这几天一定还你。我最后再给你1天时间，你要是再不还，咱们就厕所见吧。女生说完就离开了。陈子时看着，自然是心疼的要命，直接去催楚白还钱。宿主成功破坏主角楚白和重要配角陈子时的关系，获得反派点200，楚白主角光环负10，宿主反派光环加10。咱们学校里的一名学生举报了一方开设赌场不法分子，因此让那些不法分子落入了法网。警察同志特地送来了警金，还有4万块奖金。大家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要多多向这位同学学习。主角光环果然厉害，虽然没有公布名字，但不用想也知道是他。楚白，跟我来一下。宋真宇是女主之一，这主角和女主单独见面，肯定会有故事发生。10几人的办公室，现在就剩宋真宇和楚白了，果然套路满满。宋老师，我有一些问题想问下。宋真宇表扬的话已经说过了，见到好学生王浩然过来问问题，当然是有问必答。宋老师，我也有些问题。楚白同学，宋老师累了，你有什么不会的，我教你啊。王浩然说的对，楚白，既然王浩然都这么说了，就让他教你吧。我谢谢你啊。不用谢。宿主成功破坏主角楚白和女主之一宋真宇单独相处的机会，获得反派点200。你惹不起，惹不起。这新良才应该是在追求宋真宇，以宋真宇的美貌，对新良才这种肌肉男肯定不感兴趣。如果不是自己破坏了楚白和宋真宇单独相处的机会，新良才这个时候来，肯定会成为楚白的助攻工具人。王浩然立即折返，就发现宋真宇眉头紧皱，眼神深处带着厌恶。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新老师，宋老师明显对你没意思，你又何必自作多情呢？王同学，这是我们老师间的事情，和你没什么关系吧？跟你好好说话，看来你是不听了。再敢骚扰宋老师，我不止让你滚出学校，还会找人打断你的狗腿。滚！宿主搞定了给主角与女主助攻的普通工具人，改变了原剧情走向，获得反派点100。反派点，这也少了点吧？普通工具人就这么廉价吗？还有宋真宇的好感度怎么没有提升？王浩然，太谢谢你了。不用谢，我可是男人，保护女人是应该的。什么男人？你就一个小屁孩。我可不小，都18了，不是小屁孩。
宋真宇一怔，下意识地仔细打量了一下王浩然，良久后惊觉失态，连忙将目光移开。自己是老师，怎么盯着自己的学生这么看，像什么样子？好了好了，不说你是小屁孩了，你是男人，行了吧？你刚才对新老师说的话，连我都吓到了。宋老师，我就一个学生，怎么会做买凶打人这种坏事？就吓唬他而已。那就好。宋老师，我看新老师临走前，看你的眼神还是一副十分垂涎的样子，他肯定不会死心，没准等你晚上回家的时候，在半路骚扰你，要是红眼了，甚至会……王浩然开始忽悠，而宋真宇听到这，脸色顿时变了。此前新良才的确是在他回家的路上多次骚扰。宋老师，以后下晚自习后我送你回去，不用怕。啊，这好吧。反派点已经累计900，是时候抽个奖了。恭喜宿主运气爆棚，抽到价值1000反派点的宗师级书画临摹技能，是否立即使用？宗师级书画临摹技能是。下一刻，王浩然发觉自己脑海中多了一些意识性的东西，除此之外，自己肢体还多了一些肌肉记忆。这技能太鸡肋了吧！临摹古今名家的书画去卖钱吗？我又不缺钱，99%的相似度，如果用得好，也许能有奇效。系统打开面板，技能那一项终于不是无了。胖子，之前不好意思，现在你总不会生我气了吧？我这都低声下气了，你为了一个女生还跟兄弟生闷气，至于吗？我去和温静换座位，让她坐到我这，给你创造一下机会。陈子时一听楚白要去和温静换座位，顿时喜笑颜开。温静同学，我们能不能换下座位？我想向许慕言问题目。我才不要和陈子时坐一起呢，不换。我有好多道题目弄不懂，想找许慕言问题目。学习可是大事，大家都是同学，你行个方便怎么了？你在哪个座位上不一样是学习？别道德绑架，这是我的座位，换不换是我的自由，请离开，不要打扰我学习。哼！楚白很生气，但却不想和温静争吵，只能闷声闷气离开。温静同学，能不能换一下座位？王浩然这次找许慕言是正儿八经的有一些学习上的问题。今天上语文课的时候，老师夸你的作文写得好，作文是我的弱项，能不能把你的作文借我拜读一下？你的其实也不差的。明早还你。好的。这温静，我叫让位置他理都不理，王浩然叫他让，二话不说走开，还区别对待了，真是个贱。你妈水嘞！看来有王浩然在，我想找许慕言泡他的计划要搁浅了。对了，宋老师住的地方好像和我顺路。宋老师，这么巧啊？爹，是楚白啊，晚自习早就下了，这同学们都走了，你怎么还在这？我这学习成绩不是很差吗？当然要多努力努力，就多在教室留了一会。你的学习成绩进步很快，多努力，高考的时候肯定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谢谢宋老师。宋老师，你走路啊，我送你吧。这。宋老师，你看你长得那么漂亮，孤身一个人回去很危险的，以后每天下晚自习后让我送你吧，反正跟我也顺路。来，坐后面。宋老师，你终于出来了，我等你好久了，我们走吧。宋老师，你们这是？王浩然早和我说好了，说今天要送我回去，不好意思啊，等很久了吧？就20分钟左右而已，没关系。这段时间王浩然可没闲着，而是把温静送回了家，做了一次暖男。坐这车吗？对啊，我上下学都是坐这车的。如果老师嫌太闷的话，那我走路送你。要不还是坐车吧。宋老师请。库里南在楚白又酸又恨的目光中离开了。有钱了不起啊！迟早有一天，我会比你王家还有钱，然后把你王浩然狠狠地踩在脚底，踩死你，踩死你！宿主成功打击主角楚白，致使对方心态失衡，获得反派点300，楚白主角光环-20，宿主反派光环加20。亏你还是主角呢，这就心态失衡了。王浩然同学，谢谢你，我先回去了。宋老师，我都到这里了，不会连口茶都不让喝吧？跟我来吧。房间面积并不大，但该有的都有，衣柜上放着一些女人的衣物。王浩然目光不经意瞥到，这让宋真宇很尴尬。要不要趁机用强拿下对方？咱作为反派就要有反派的觉悟，否则怎么和主角斗？系统，强拿下女主这个方法是否可行？回宿主，此类超低端反派行为不管成功与否，会降低100反派光环点数，而且鉴于宿主目前战力值低于平均水平，成功率偏低，不建议宿主进行此类操作。这样吗？那算了。好像是灯泡烧了。可能吧，明天看看是怎么回事。宋老师，你好像很怕黑，你真的确定要等明天看吗？我怎么可能会怕黑？有备用灯泡吗？有的。没一会，王浩然就将灯泡换好。没想到你这富贵家庭的少爷还会换灯泡这种粗活。改变女主之一宋之宇对宿主的观感，好感度提升时，当前总好感度为30，非常友善。宿主影响原剧情走向，获得反派点200。这是什么话？宋老师不会以为我是那种纨绔子弟吧？这手艺其实是他前世学来的。王浩然同学，别误会，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又不是在学校，别这么叫我了，感觉好怪，直接叫我名字吧。这好吧，浩然。其实去掉老师的身份，他们也算是同龄人，毕竟相差才6岁。
这才对嘛。那我以后也不叫你宋老师了，我叫你真宇姐姐。就这样，你以后就算是我姐了。等攻略了宋真宇后，让她叫回来喊自己哥哥。对，就这么办。不行不行，你要是这么叫，我这班主任的面子和威严往哪里搁？有人的时候，我当然喊你宋老师，私下里我才喊你姐姐，这都不行吗？那好吧，那就这么说定了，真宇姐姐。宿主与女主之一的宋真宇产生社会关系羁绊，影响原剧情走向，获得反派点200，主角楚白主角光环负10，宿主反派光环加10。没想到还有奖励。聊了几句，王浩然就告辞了，还不走，等着留宿呢。王浩然一回到家，就看到沙发上坐着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子。自己到了中年，不会也成这个雕样子吧？宝贝儿子，你回来了呀，我可想死你了。王浩然张了张嘴，有些叫不出来爸这个词。你昨天是不是去酒店了？擦，居然还告状了！我明天炒他鱿鱼。别怪他，是我逼他说的。这年头找个放心的司机不容易，算了吧。对，我昨天去酒店了，和一个女生，你就说想拿我怎么样吧。王浩然直接摊牌了，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挨打不还手，绝对不是反派的风格，就算是爹也不行。宝贝儿子，干得漂亮啊！你爸我18岁的时候，你妈都已经怀上你了，你都满18岁了，以前也没谈过恋爱，我还以为你不正常呢。前些天我还和你妈商量着，是不是该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现在看来可以免了。这是你去的那家5星级酒店的黑金 VIP 卡，收好了，以后带女生去的话，不用提前订房间了。对了，谈女朋友消费要多一些，我明天给你卡里打500万，花完了给我打个电话，我要是忙没接的话，找妈妈要也是一样的。先不跟你说了，我要打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妈妈，她肯定比我还开心。果然啊，反派地家庭真不是一般的和谐友爱。儿子做了坏事，家长不但没有打骂，居然还夸奖了一顿。王浩然回到卧室，模仿完许慕言的字迹后，拿出手机。这样一个美女，暗地里是这样一副舔狗姿态，这要是传出去，不知道多少学生大跌眼镜。明天帮我做一件事。亲爱的，快吩咐吧，我一定把事情做好。明天第一节晚自习的时候，结束了和温静的聊天，王浩然开始沟通系统。系统展示出商场中我能换取的物品。王浩然将商品都查看了一下后，有点小纠结。系统给我兑换大师级实战型咏春裙。王浩然立即感觉自己精神了许多。打开面板，终于没有短板了，我现在就是真正的高富帅。总打扰老子泡妞，千万别让老子走夜路碰到你，否则老子一定打的你全家都不认识你。拜托，我先来的。是吗？我就一个题，等我问完许慕言后再让你问好了。我也就问一个题。哪个？这个。这个简单啊，让我告诉你吧。王浩然开始耐心的讲题，楚白心里憋着气，压根就没听进去。听懂了吧？不会吧，不会吧，你这都不会没听懂吧？这题目很简单的，我都说得很详细了，不过没关系，来，我再说一遍。王浩然，我谢谢你。不客气。宿主阻止主角楚白接近女主之一许慕言，影响剧情走向，获得反派点100。这个班上学习好的人又不是只有你一个，楚白为什么要单单问你？这个我怎么知道？楚白根本就不是真心要向你请教问题，只是为了接近你而已。别太善良了，要懂得拒绝，别总是花费自己宝贵的学习时间用来帮助别人，你又不欠别人的。你是特意过来和我说这些的？他这是在关心我吗？你这是什么眼神？我是常常来找你谈论学习，但你不会真的以为我对你是有什么想法吧？我可是校草一枚好吗？不知道有多少妹纸给我写情书，你仗着自己漂亮就觉得我也喜欢你？之前的话还需要我重申一次吗？有你这么损人的人吗？你真是……算了，我做作业了，不理你了。哼！女主之一许慕言对宿主好感度加10，当前总好感度为30，非常友善。宿主影响原剧情走向，获得200反派点。这也可以，看来这小妞很吃欲擒故纵这一招了。许慕言好像生气了，这姓王的渣渣到底说了什么？难道对许慕言说荤话了？等高考过后有2-3个月的假，到时候去外地玩赌时，那时我也有大把的钱。王浩然，你等着吧。因为这事，楚白整个下午都是闷闷不乐的，直到吃了晚饭后回来，在课桌里发现一张纸条。楚白，我不是有意疏远你的，实在是被逼无奈，看到你整个下午都不开心，我很难受。原本我是打算高考后再说的，但我实在不愿意看你不开心的样子。第一节晚自习下课的时候，我在我们班的女生寝室等你，我有很重要的话要和你说，记住，千万不要让王浩然看见。字条上没有署名，不过一看就是女生的字，是许慕言写给我的。许慕言这是什么意思？约我出去，又怕王浩然知道，难道他其实是喜欢我的？平时之所以不怎么理我，故意和王浩然走得近一些，其实就是因为怕王浩然找我麻烦。对，一定是这样，要不然的话，许慕言对我的态度，为什么从知道范建他们放学堵我后，忽然急转直下呢？楚白此刻很激动，但强装镇定，然后把纸条撕碎，丢进嘴里吃了。没错，是直接吃了。吃的时候还莫名觉得很香。另一边，哎呦，静静，你怎么了？不舒服吗？好难受。那我和你去医务室看看吧。就是那个来了，不舒服而已。那我替你去宋老师那里请一下假，然后让你家里人来接你回家。
别吧，我感觉好丢人啊，还是去女生寝室休息一会吧，我估计休息半个小时就没事了。那我帮你问班上寄宿的女生拿钥匙。找张丽拿吧，她人好比较好说话。哎，悄悄地说，别让人发现了，不然我丢脸死了。知道啦。张丽是寄宿生吧？刚才给的钥匙应该是寝室钥匙吧？这么说，那张纸条果然是许慕言写的。楚白心中那最后一丝疑虑也消失了。女生寝室，楚白轻手轻脚地溜了进来。王浩然这渣渣万万没有想到，许慕言平时和他一起有说有笑的讨论学习，完全就是假以姿色而已。烂，他可真是煞费苦心，我真是太笨了，一直没看出来他暗恋我。要不是许慕言看到我下午闷闷不乐，估计会一直隐瞒到高考之后。不知道王浩然知道真相后会作何感想，估计会气得半死吧。许慕言，你的心意我知道了，其实我也喜欢你，很早很早之前就喜欢你了。每当看见你和王浩然有说有笑的时候，我的心真的好痛好痛。一进门，楚白就迫不及待地表明心迹，只是话落好一会后都没有许慕言出声。许慕言，你怎么不说话？是在害羞吗？这是个陷阱。楚白立即反应过来，拔腿就跑。20分钟后，你确定是他吗？当时灯光不明，那个人抓着我的手，威胁我，让我不要动。后来我挣扎间还不小心碰到了他的头发，有点扎人，应该是寸头。那个声音还有特立独行的寸头，我肯定就是楚白。意图猥亵女生，楚白，你好大的胆子！我承认我去过女生寝室，但我没有猥亵。女生寝室大楼门口有监控，只要一查就知道楚白去过，楚白自然不会撒这个谎。好端端的，你去女生寝室做什么？是有人冒充许慕言的笔记，写了一张纸条给我，约我去女生寝室的，说有话要和我说。那纸条呢？我吃了。你糊弄谁呢？当我是3岁小孩吗？宋老师，我说的是真的。还想狡辩？叫你家长过来。一听这话，楚白顿时就急了。温静，你为什么要陷害我？我跟你有什么仇？真的辣死了，好疼啊！我明白了，是王浩然指使你的，对不对？楚白，你够了，自己犯了错不承认，居然还冤枉王浩然。宿主幕后操控，破坏主角楚白在女主之一宋真宇心目中的印象，影响原剧情走向，获得200反拍点。楚白，给你机会，让你承认错误。你既然不知悔改，那么就让学校高层处理吧。宋老师，别，我不想把事情闹大，要不然我真的没脸见人了。温静想起王浩然嘱咐过，别把事情闹大，不然会传到楚白的铁杆拥护者老校长那。温静，你确定吗？宋老师，我想好了，楚白可能只是一时冲动，才会有那样的举动。毕竟同学一场，我也不想毁了他。而且事情传出去，我也怕会被别人议论，哪怕我是受害者。不过楚白必须要向我道歉。好，我尊重你的想法。要我按着你的头让你道歉吗？不就一句对不起吗？反正又不会掉块肉。温静同学，对不起。主角楚白向反派势力低头，恭喜宿主获得反派点300，楚白主角光环-30，宿主反派光环加30。王浩然再次收到一条系统消息。静静，怎么回事？温静把楚白猥亵的事情说了一遍，许慕言脸色顿时大变。宿主幕后操控，成功破坏主角楚白和女主许慕言的关系，影响原定剧情走向，获得反派点200。女主许慕言对主角楚白好感度到20，当前总好感度为-30，非常厌恶。关注着温静的陈子时发现不对，走到温静旁边。温静同学，这胖子还真来问我了，有事吗？你刚才好像哭了，是有人欺负你吗？没有，你看错了。你别骗我了，你眼睛都还是红的，肯定哭过。到底是谁欺负你的？你告诉我。温静装作犹豫了一会，然后把告诉许慕言的话又和陈子时说了一遍。听完后，陈子时怒气冲冲地往教室外面。要是他们2个能一起当我女朋友就好了。去你妈的！你他妈疯了！你这畜生！我是无辜的，你他妈宁愿相信女人，也不相信我这兄弟是不是？我相信你妈卖屁！次郎，你他妈就一个傻子，智障，被人骗了都不知道，老子没你这兄弟了，绝交！禽兽不如的狗东西，绝交就绝交！宿主幕后操控，成功让主角楚白和重要配角陈子时反目，获得反派点300，楚白主角光环-20，宿主反派光环加20。完美。亲爱的，你吩咐的任务我全都完成了，你还满意吗？你做得很漂亮，还好吧？已经没事了。王浩然拿出手机给温静赚了18万8当做奖励。能跟自己深爱的男生在一起，又有这么多钱花，真好。我送你回去吧。亲爱的，我好想你。你恢复好了？没有。那还是送你回去吧。你今天哭了那么久，不嫌累啊？我没关系的。那我先送你去酒店，我有点事，过一会我再来找你。我那老爹还真是有先见之明。爸，我回房睡觉了。妍妍，等一等，爸爸有话跟你说。和我说什么呀？你们班上有个叫楚白的吧？是啊，爸爸你怎么知道？我在局子里见过他。他犯什么事了？不是，
你们学校有个学生举报了一帮不法分子，这是你应该知道吧？这案子就是我办的，那个举报的学生就是楚白。是他啊。妍妍，我看你的样子，怎么好像有点不待见这个楚白啊？他想猥亵我好朋友，我恨不得揍他呢。有这样的事情，你详细和我说说情况。许慕言将从温静那里得来的消息告诉了父亲。你那个好朋友只是听到声音，还有碰到了对方的头发，这并不能证明那个人一定就是楚白。许父的职业病发作了。可是他都承认了。按照你描述的情况，所有证据都指向楚白，而那个女生选择平息事件，让楚白道歉。楚白避免麻烦做出这种选择，这很正常。爸，你怎么好像挺袒护这个楚白的？我虽然只见过这个楚白一面，但我可以肯定他不是这种人，这其中应该有什么误会。难道是静静弄错了？爸，你为什么突然要提起这个楚白？你看我糊涂的，说着说着差点忘了。你刚才去洗澡，楚白打电话给你，爸爸接了一下，我回复他说一会你回来了，让你给他打过去。你不是想要爸爸失信吧？许慕言无奈，只能回拨了一个电话，并且开着免提。是叔叔还是许慕言啊？是妍妍。你有什么事？许慕言，我真的没有对温静怎么样，我是被冤枉的。语气坚定，说话没有任何顿挫，应该是说真话。许父职业病再次发作，忍不住点评了一下。妍妍，看来楚白这小伙子真是无辜的。谢谢许叔叔。许慕言，你也相信我是无辜的，对吗？这已经不重要了，你还是把心思放在几天后的联考上面吧。联考我才不担心，这段时间我很用功读书的，联考我起码能进班上前10名。吹牛？我可没吹牛，你不信的话，我们打赌，如果我能进班级前10，你就当我女朋友；如果我输了，我任你处置，敢赌吗？别我，到底敢不敢？喂，我家妍妍答应了，时间也不早了，妍妍要休息了，小伙子，你可要加油了。好，许叔叔拜拜，许慕言拜拜。爸，你做什么呀？为什么要替我答应？我看你半天不回答，就帮你回答一下。要是输了，我就当人家女朋友了。你真的是我亲爸爸吗？那你觉得自己会输吗？不会，从吊车尾窜到前10，想屁吃呢？那不就行了？许父之所以会有那个举动，是忽然回忆起自己在学生时代追许慕言妈妈的时候，也用过类似的举动。你继续看你的电视吧，我睡觉去了。许慕言郁闷地回到卧室，打算向温静吐槽一下。静静，没吵着你休息吧？我还没睡呢，这么晚打电话，有什么事吗？你的声音怎么有点奇怪？在干什么呢？我在吃辣条，哇，实在太辣了。哈哈，这大晚上的吃辣条，真有你的。晚上没吃饱，回到家毒肚子又饿了，就剩辣条了。静静，跟你说了，刚才发生了一件让我好无语的事情。你知道我爸有多奇葩吗？他居然……许慕言和温静闲聊了几句后，就开始大吐苦水。楚白和许慕言打赌，联考成绩能进前10，许慕言就当他女朋友。又是这狗血套路，这楚白有透视异能，进全班前10，那不是妥妥的吗？必须阻止他，如果让他做不成弊，那他的成绩凭什么能进前10？系统，我有多少反派点？给我抽奖。很遗憾，宿主没有抽到任何奖励，是否继续消耗500反派点抽取奖励？再抽一次。恭喜宿主运气爆棚，抽到价值1500反派点的歌神级演唱技能，是否立即使用？还好没亏，立即使用。歌神级演唱水平，再加上学霸兼高富帅的人设，有多少女生能抵抗得了？要不要给许慕言和宋真宇打个电话，然后唱歌给他们听？算了。妍妍，你看那楚白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学习好积极啊，看来是要发愤图强了，你怕不怕？你就别调侃我了，一想起这事我就郁闷。哈哈，你爸也是人才，哪有这么坑自己女儿的？是啊，不过没关系啦，就算楚白真赢了，你可以不认账呀，他难道还能强迫你吗？我肯定打算不认账啊。那你烦恼什么？这楚白有点自我，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想法。万一他真赢了，而我不认账，他肯定会死缠着我的，说不定还会将这事弄得班上其他同学也知道，那我岂不是丢脸死了？说的也是。你们在聊什么呢？没什么。肯定有事，说说呗。王浩然其实已经隐约猜到了。妍妍和楚白打赌，输了就当他女朋友。王浩然发问，温静当然有问必答。静静，你，这事就我们2个知道就行了，你怎么还和其他人说？对不起啊，妍妍。这可不是我说出来的，而是你自己昨晚打电话吐槽的时候被王浩然听到了，这真不能怪我。算了，知道就知道了吧，这事你要保密，不许告诉其他人。我不是多嘴的人，放心吧。没事的，那楚白临时抱佛脚而已，不用担心，他一个差生怎么可能一下子变成尖子生？正常考试他肯定不可能，万一他作弊呢？这不会吧？我猜这是肯定是楚白的预谋，就是故意挖坑给你的，他早就想好了，通过作弊来提高成绩。你回想一下，他和你打赌的时候，是不是显得信心十足？对，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很自信。这就对了，哪怕是学习好的，都不敢说打包票，一定能进班级前多少名。他一个差生，凭什么这么自信？是啊，我当时就应该想到的。
不过作弊没那么简单吧？带小抄也不能让成绩提升那么大啊。你认为的作弊难道仅仅只是带小抄吗？不能是买考试答案再买通监考老师吗？啊，还能这样吗？其实这只是我的猜测，也许别人没那么想法。我还有事不聊了。等等，你能帮帮我吗？这个，求求你了，好吗？那我试试吧。多谢了，到时我请你喝奶茶。点女主之一许慕言对宿主好感度加10，当前总好感度为40，非常亲近。点影响剧情走向，获得反拍点200。还真刷到了。临时考场，楚白的座位在最后一个考场的最后一位。此刻他正在运用透视穿过一堵堵墙，锁定了一位全校前3的专业户。只要能抄到这位的，我进班级前10肯定是10拿9稳了。许慕言就等着当我女朋友吧，哈哈。那位同学，你不好好的听听列，在东张西望的傻笑什么？辛老师，我刚才脸上抽筋，所以扭了扭脸，不好意思。楚白知道辛良才是所有科目考试的监考老师，自然不敢得罪。好好听听列。是，不就一个破体育老师吗？一点文化没有，浑身肌肉的，一看就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家伙。英语试听结束，辛良才刚出考场门就遇到了宋真宇，不过他却像躲瘟疫一样躲着宋真宇。辛老师，辛良才转头一望，差点魂都吓出来了。王浩然同学，有什么事吗？没什么事，只是心血来潮，想跟辛老师聊几句。我没有在骚扰宋老师，刚才出考场偶遇到他的时候，我甚至连招呼都不敢打。不信你可以问宋老师，你就放过我吧。辛老师，我知道了，你先别紧张，我找你过来也不是要和你说这事。安抚了一下辛良才的情绪后，他直接进入正题。我知道你也是监考老师之一，你监考的考场中有个叫楚白的学生，对吧？是的，刚才在考场的时候，他东张西望的，我还说了他一下。东张西望是吗？这楚白是在熟悉考场环境，方便作弊。那你监考的时候，记得着重关注一下这个楚白，一定要看好他，不许他东张西望，一次都不行。好，我一定把他给盯死了。王浩然要了辛良才的微信，接着转了5万块给他。王同学，不，王少，你这是……这只是一半，事成之后还有另外一半，但如果你没看住楚白的话，后果自负。王浩然撂了一句狠话，阻止楚白作弊的这件事实在太重要了，他不想有任何闪失。放心，我一定按照王少你的意思去办。算了，明天就是模拟考试了，也不能让你们太紧张，你们自由活动吧，全当放松心情了。动静小一点，别去外面瞎跑。你们也可以学别的班级，弄什么活动的，要文艺一点啊。要不就唱歌吧，宋老师你来开个头。唱歌可以，不过我就不唱了，你们唱吧，我给你们鼓鼓掌。学习委员上。不，我也不行，我是学习委员，又不是文艺委员，我不会唱歌。大家将目光一转，看向王浩然，没错，他就是文艺委员。王浩然，长得帅，歌就一定唱得好吗？一群肤浅的女人，起什么哄？在众人瞩目下，王浩然走向讲台，拿起了麦克风。梦想需要饱经风雨历练，还要经历失望和迷茫，但只要一直向前，就能冲破层层迷雾，让阳光穿破云层，散发炙热无比的光芒。这首 Dream It Possible 送给我自己，也送给在座的所有拥有梦想的同学们，当然也送给教我们英语的美女老师。这王浩然为了给自己这英语老师面子，是不是也太拖大了？王浩然开口了，仅仅是一句，就抓住了在场所有人的心神。所谓开口贵，估计就是如此了。宋真宇心中的担忧，也在这一句歌词落下后，完全的消失殆尽。曲调低沉，没有激昂澎湃，甚至有些淡淡的压抑。这正如我们在追寻梦想的旅途时，品尝孤独与寂寞，亦或者是遇到艰难阻挠。So I'll dream until I make it real, and all I see is stars. 随着王浩然的演唱，曲调渐渐褪去低沉。You fly when your dreams come alive, you're unstoppable. Take a shot, chase the sun, find the beautiful. We will glow in the dark, turning stars to gold, and we'll dream impossible. 声音高昂，仿佛能深入大家的心灵与魂魄，给予正在梦想道路的学子们披荆斩棘的勇气。在场的所有学生以及宋真宇都被王浩然的演唱给震撼到了。教室里响起了山呼海啸般的鼓掌与呐喊声。这王浩然居然还会唱歌，这家伙长得帅，学习好，家世好，唱歌又好，老天也太不公平了。王浩然同学还真是深藏不露，我当2年多的班主任，这都临近毕业了，才知道班上有一个唱歌唱得这么好的学生。之前举办了好几次校园歌手大会，我们班没一个报名的，你那时候怎么就不上呢？什么校园歌手大会，去了简直就是拉低王浩然同学的身份和档次。宋真宇一听，很赞同的点了点头。当初看校园歌手大会的时候，还觉得那些学生唱得还挺像模像样的，但和王浩然这歌唱水平一比，简直就是青铜和王者的差距。
虽然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王浩然你还是过分了，要罚你再来一首，再来一首，再来一首。那我再唱一首《爱的就是你》。宋老师，这首我歌需要酝酿一点情绪，我就看着你唱了呀。王浩然注视着宋真宇的目光。加上一张帅气逼人的面庞，宋真宇真的是有点招架不住。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宋真宇渐渐带入情境，忽略掉了彼此的身份，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女孩，而眼前的只是一个对着他唱情歌的男孩。与此同时，王浩然也收到了2条系统提升消息。女主之一宋真宇对宿主好感度加10，当前总好感度为40，非常亲近。影响原剧情走向，获得反派点200。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王浩然深情演唱，宋真宇与之对视，目光微微迷醉。这一幕直接是让教室里的气氛渐渐沸腾。宋真宇因为周围的动静，也是被拉回了现实。情绪酝酿够了，快一边去，别对着我唱了。王浩然顺势一走，停留在许慕言的面前。他当然不是要对许慕言唱情歌，对于许慕言，王浩然早就确定了欲擒故纵的攻略方案。事实也证明，许慕言也很吃这套。她就是那种表现看似很好接近，但内心却无比傲娇的女生。对于这种女生，不能太给她脸了。你直白的追她，她不搭理你，而你对她不屑一顾，她反而会心里痒痒的。王浩然目光平移，投到了温静的身上。站在我面前，却看着温静，这什么意思呀？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真的爱的就是你。温静本就痴迷王浩然，此时王浩然忽然对着他唱情歌，心中一激动，根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而一旁的许慕言内心五味陈杂，可酸归酸，许慕言却控制不住自己加速的心跳以及那微微发烫的脸颊。一曲终了时，王浩然炙热的目光微移，撞向了许慕言的目光。这一瞬间，许慕言只感觉心灵震颤。女主之一许慕言对宿主好感度加10，当前总好感度为50，心生爱慕。宿主严重影响剧情走向，获得反派点500，主白主角光环-30，宿主反派光环加30。收到系统的提示消息，王浩然暗自一喜。许慕言这眼神怎么有点不对劲？不会是喜欢上王浩然了吧？等联考成绩出来就是翻盘的时候，到时候许慕言就是我的女朋友了。王浩然，我提前获得了我未来岳父的认可，你凭什么和我争？4日考场，此时语文考试正式开始。作文的个人风格太强不好抄，我就先写作文好了。作文总分60分，经过我这么多天的努力，怎么说也能考个40多分。等我写好作文，他们前面的题也做得差不多了，到时候我一顿抄就完事了。楚白花了大概40分钟的样子，写好了一篇作文，轻呼了一口气，便准备开始作弊。只是楚白刚一抬头，还没来得及用透视，面前一张略微凶恶的脸便在视野里放大。这位同学，考试专心点，不要看别的地方，看自己试卷就行了。楚白能怎么办？当然只能乖乖点头了。他装模作样的做了几分钟题，便再次准备作弊。抬头东张西望做什么？想作弊吗？再看我就取消你考试资格。楚白只能将头低下，看自己的试卷，眼角的余光却瞥到新良才搬来凳子，在他的身旁坐下。四老，这家伙有病吧？这么盯着我还怎么作弊？楚白又恨又气，但也不能发作，只能祈祷新良才一会走开。可新良才有了某人的吩咐，又怎么可能走开？直到语文考完后，楚白有点失魂落魄。语文考试肯定是不及格了，总成绩肯定会拉低很多。希望下午数学以及之后的考试顺利，那样还能抢救一下。下午3点数学考试，监考老师新良才一发完数学试卷，然后直接在楚白错愕而又惊惶的目光中搬了条凳子在他身旁坐下。完了！楚白脸色如丧考妣。星期天下午5点，此次模拟考试已经全部结束。楚白满脸失落的走在路上，准备去外面发泄一下郁闷的心情。小伙子，怎么失魂落魄的样子？考试不顺利吗？校长好。楚白打了一声招呼，接着点了点头。只是一次模拟考试而已，没发挥好就没发挥好吧，这并不能代表你之后的成绩。校长说的对。楚白勉强挤出一些笑意。如果只是简单的一次模拟考试，那也就罢了。可这次模拟考试没有考好，让许慕言当我女朋友的事情，不就泡汤了？我看你似乎要出去，你不吃晚饭吗？我去外面散散心，不吃了。年轻人不按时吃饭，很容易得胃病的，饭一定要按时吃。这样吧，我家在附近不远，我刚好要回去吃饭，你和我一起去吧。
楚白一听，自然也不反对。校长这是给了他天大的面子。次日上午，考试成绩出来了，许慕言与王浩然两人以682分的成绩并列第一。你欠我一杯奶茶。放心，少不了你的。这楚白名字在哪呢？许慕言出于好奇，在班级成绩单上搜索着，却是半天都没找到。你倒着看，倒数第一。上次楚白的名字还在班级中下，不说他会进步，起码要保持一下吧。现在居然变成最早的著名吊车尾了。我猜他上次月考就是靠作弊的，这成绩其实就是他的真实水平。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他上次成绩突飞猛进，还真是因为我给他补课的缘故，加上他自己本身就很聪明。你读书是不是把脑子读坏了吧？他跟你这么说，你还就真信了？你怎么骂人呢？我好歹是个女生好吗？居然骂我脑子坏了。我这不是骂你，是提醒你，让你认清那个楚白，不要再被他的谎言给欺骗了，要离他远一点。男生都这么喜欢骗人吗？那你会骗我吗？王浩然看向他，只见许慕言目光灼灼，水润的眸子深处好似有一缕缕情丝涌动。这小妞果然是对自己动心了，不过这还不够。男生骗女生一般有2种情况，要么是财，要么是色。你觉得我用得着骗你吗？许慕言有点懵，似乎没听太明白。钱我有，我当然不可能会骗你钱。至于色，呵呵，我早跟你说过了，你又忘记了，需要我再重复一遍吗？许慕言算是完全听明白了，脸都红了起来，不过不是因为害羞，而是气的。知道了，你对我没有兴趣，我记住了。记住了就好。宿主撩动女主之一许慕言的芳心，获得反派点200。好感度高了以后，撩女主还有反派点奖励，那以后可得多撩一撩了。别看不起人，马上快联考了，到时候你们就知道谁是差生了。一群垃圾，你们等着被我的成绩打脸吧。范通在不断的重复着这一句话，楚白的脸色黑得如锅底一般。这句话正是楚白的原创。宿主幕后操控，阻止主角楚白联考装逼，获得反派点300。系统，我有多少反派点了？反派点1800。给我兑换1000反派点的影帝级眼镜，并开始抽奖。宿主鸿运当头，抽到价值5000反派点透视异能，是否立即使用？废话，不用留着过年呢。这楚白的金手指现在我也有了，而且只用了500反派点，大赚特赚啊！试试效果看怎么样？用什么试呢？有了。王浩然的目光落在许慕言身上，很快他的呼吸就变得粗重了起来。良久后，才依依不舍地收回目光。这许慕言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王浩然惊喜意外了下，但很快又感觉心里有点膈应。自己应该是第2个了解许慕言的这个吧。系统，主角楚白是否对女主用过异能？宿主查询主角信息，需消耗100反派点，是否查询？查。主角楚白未对任何女主使用过异能。王浩然心里顿时舒服多了。想想也对，除了个别猥琐类主角，其他主角一般都很清高。楚白没做这种事也正常，不像自己这个反派，好奇想看就直接看了。不过看多了容易伤身体，还是需要适度。自唠，你们他妈的都给我闭嘴！谁再逼逼一句，小心我不客气。楚白含怒拍桌，吓了周围人一跳。王浩然可不乐意看到这种情况，对着范建儿给了几句。你干什么？你就是个差生，就是一个垃圾，大家说的不对吗？你这副样子是想打人是吗？有种你试一试，你爷爷我站在这里让你打，我赌你这孙子不敢动我一下。范建脸上一些地方还是紫青的，配上这嚣张的话语，看起来十分的欠打。孙子让你打呢，怎么不敢打了？你倒是打啊，来打我啊，来呀来呀！暴脾气的楚白终于是忍耐不住了，这一巴掌很过瘾，但是楚白却有点后悔了。果然，范建直接转身去告状了，不过却又折返了回来。校长好，刚才的事情我在教室外面都听到了，你们2个是同学，能相聚在一起就是缘分，同学间应该相互理解爱护。老校长开启了一番长篇大论，不断给人洗脑，最后也就批评了楚白几句，却没有给楚白任何惩罚。范建挨的那一巴掌算是白送给楚白了，看来该想想办法搞定这个重要配角了，不能一直让他这么帮楚白。模拟考试已经过去了，没发挥好就没发挥好，不要紧的，最重要的是高考，那才是见真章的时候。校长说的对，这次模拟考试虽然失利，但自己还是有机会的，只要到时候高考好好发挥就行了。看你的样子应该是没事了，回去上课吧。校长，我还有个小小的请求，希望你答应。你说。昨晚到您家吃饭时，您无意间提过，说今天下午要去朋友那玩赌石。你也想去？别看我年纪虽然小，我可是从一个赌石传奇人物那里学到了关于此道的真正精髓，十开九赚。校长，你就带我去吧，我家里条件不好，大妈工作很辛苦，我也想赚点钱，为他们分担一下。真是个孝顺的孩子，你去向你们班主任请假吧。我们班主任不太好交流，所以还请校长你帮帮忙。上次温静的事情，宋真宇虽然没公开，但肯定还在气头上，这个时候去肯定要挨骂，还请不到假。儿子，你在学校想欺负谁就欺负谁，我们家有关系。这是王浩然那个便宜母亲曾对他说过的话。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关系，但肯定不简单。王浩然拿出手机给他母亲打去电话，电话响了好一会，却是无人接听。看来还是要去一趟便宜母亲的公司，毕竟电话里也说不太清楚。我真的爱的就是你，
宋真宇睁开眼，发现是一张俊逸的男生面容，与下意识的露出笑容。宿主撩动女主之一宋真宇的芳心，获得反派点200。知道你唱得好，但也不用跑到办公室唱吧，我真的好困啊。真宇姐姐，我想请一个下午的假，你给我批个假呗。怎么又一个请假的？还有谁请假了？楚白。宋真宇说这2字的时候，明显有点不开心。真宇姐姐，帮忙啦！好，既然你有特别重要的事，那就去吧。到自家公司来插个队很合理吧？美女前台见到王浩然插队，立即停下手中的动作，严肃地盯着王浩然。这剧情怎么感觉似曾相识？接下来不会是大声斥责，甚至让保安驱赶自己，然后母亲下来，自己太子爷的身份暴露之后，疯狂给自己道歉吧？原来是王少啊，您本人比照片帅多了。你见过我照片了？对啊，甄总的办公室里，还有公司大楼的每个走廊都有您的照片。啊！一开始被奚落，然后亮出身份，装逼打脸，这种剧情果然是主角的专属，压根就不可能发生在我这反派的身上。我要见你甄总，麻烦帮我传达一下。好的，王少，那边秘书回复说，甄总现在在开会，我现在送你去甄总办公室等吧。王少你好，我是甄总的秘书。我这便宜老妈的公司，美女可真是够多的呀。王少您稍等，甄总现在在开会，我去看看还需要多久，再过来回复您。不是都告诉你了，在会议结束前不要打扰我，听不明白吗？甄总，有人找您，是您。是我谁都没用，让对方走就说没空，现在谁都不见。甄丽开了1天的会议，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方案，因此显得很烦躁。那些高层的管理个个噤若寒蝉，不敢说话。都傻了吗？继续呀，谁有更好的方案？甄总，那我现在立即去回复您儿子，让他回去。去吧。等等，你刚说什么？我儿子来公司找我了。是的，甄总，现在就在您办公室。散会吧。甄丽对众人下达指令，脸上的怒火也瞬间消散无踪，变得如沐春风。甄总，方案都还没定，这么久的会不是白开了吗？回我办公室。我算看出来了，在甄总的心中，公司的生意远远没有他儿子重要。宝贝儿子，妈可想死你了。我是成年人了，不要把我当几岁的小孩好吗？那一声妈，王浩然没喊出来，需要适应一下。你多大都是我儿子。儿子，听你爸说你找女朋友了，还一起去酒店了，肯定已经那个了吧？爽不爽？这对夫妇简直一个德行，都是奇葩，哪有当妈的问儿子这种话的？这要我怎么回答？你不应该是多问问我学习上的问题吗？对，你学习怎么样了？最近考试打多少分？682分。哇，这么高，真不愧是我生的，你简直就是天才。甄丽满脸惊讶，激动的又想亲儿子几口。没想到王少是个学霸，还以为是个草包富二代，只会吃喝玩乐什么的。别夸了，我来不是为了告诉你分数，让你来夸我的。明白，方璇，我把我儿子账号给你，你拿着我的卡去银行转500万，不，转1000万吧。方璇惊的眼睛都差点瞪出眼眶了。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吗？零花钱居然都是百万千万的给。儿子，钱不用省，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女朋友想找几个就找几个，别心疼钱。爸爸妈妈赚钱不就是为了让你花的吗？这便宜老妈可真是能为自己着想啊！先别说这些了，我是有其他重要事情找你的。方璇心思聪颖，一听这话，立即回避了一下。我们家有没有比水泽中学校长更有排面的铁关系？水泽中学的校长惹你了，岂有此理！我找人弄死他！我弟个亲娘爱，真不愧是反派的亲属啊！一开口就这么暴力残忍，这是我自己处理。回答我的问题好吗？我认识水泽中学的校董，关系不说铁，但也还算不错吧。校董是吗？这就好办了。水泽中学是私立的，在校长上面还有校董。能约对方下午见面吗？我试试。甄丽聊了几分钟，这才挂断电话，对王浩然道：儿子，没问题了，都约好了，我去给我秘书安排一下公司事情，我陪你去。你公司这么忙，就算了吧，你把地址发我，我自己去就行了。也可以，到时候和对方谈不妥，你再通知我，我来出面谈。甄丽说完，给王浩然发了一个定位：玉石工厂。他也是个大忙人，手头上有事情走不开，只能是这样了。跟你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人吧，他姓唐，叫唐冰云，一个20来岁女人。唐家主营的是玉器首饰生意，进入教育行业也就近几年的事情。这个唐冰云挺有能力的，就几年的时间把水泽教育集团打理得有声有色的。这个唐冰云一定很漂亮吧？咦，儿子，你怎么知道？她非常漂亮，就是太冷了点。甄丽还在继续说，不过王浩然已经不在意了。这唐冰云妥妥就是一个冰山总裁模板了，肯定是女主之一。这沙雕作者是有多看重楚白这个主角，居然给他配了这么多女主。王浩然在和老妈聊了几句后就出发了。这土到掉渣的车不是老校长的吗？咦，还有楚白。老校长和楚白不会也是去玉石工厂的吧？楚白这家伙可是拥有透视异能，到时候开几波原石，那不是弄得冰山美女总裁一愣一愣的。开快点，能开多快就开多快。王浩然立即对司机下达了指令。透视是吗？不止你有，这个壶我要是不结了，简直愧对大反派的称号。
颜值身材都是极品中的极品，综合一下98分。王浩然打量着唐冰云，唐冰云却只是瞥了王浩然一眼，就移开了目光。我怎么说也是一个魅力值爆表的帅哥好吗？态度要不要这么冷淡？唐小姐你好。真是不懂礼貌，我和你妈妈姐妹相称。唐阿姨你好。这小娘们也就比我大4、5岁，居然让我叫阿姨，真尼玛过分！老子迟早收拾你。喜欢让人叫阿姨是吧？到时候老子让你叫爸爸。乖，我在招待我的朋友，我现在没空，你等着吧。好的，唐阿姨，你忙你的，我等你。不过希望唐阿姨5点前能忙完，我晚上要上晚自习的，我怕迟到了。当然，如果唐阿姨5点前忙不完，那也没关系，我改天再过来找你。王浩然说话间有点怯生生，话语好似由心而发，双眼中流露出纯真，任是谁看了都会觉得这是个乖乖好少年。似乎眼前这个富二代跟自己平时见的有那么一点不一样。一个正在读书的学生，即便坏，又能坏到哪里去？自己怎么能把他当做那些花天酒地的富二代公子呢？点四组改变女主之一唐冰云的观感，影响原剧情走向，获得反派点100。影帝及演技恐怖如斯。差点忘记问了，你叫什么名字？唐冰云冷冷的面色缓和了许多，用平和的声音问道：我叫王浩然。王浩然，好名字，浩然正气。我用不了太久的，一定尽快忙完，绝对不会让你晚自习迟到的。谢谢唐阿姨。王浩然很有礼貌，眼神纯真的看着唐冰云。嚯，唐阿姨真是不简单呐，这身材简直了。淡定淡定，我是来截胡的，不是来看她身材的。唐阿姨，这地上怎么摆了这么多石头？上面标的数字又是什么意思？这可不是普通石头，这些是原石。别看外表不起眼，但里面很可能藏着价值连城的美玉。那原石上贴着的标签就是价格，单位10万。比如那的上面写了10，意思就是10万。比如有人买了这块10万的原石去开，可能会赚，也可能会亏，这个就叫赌石。明白了，就这块20万的，给我开了。一个中年男子选好了原石之后，喊了一声，众人都围了过去。一会后，原石被切开，展露出其中的真正面目。玉质还算通透，颜色尚可，不过杂质稍微多了一些，估价15万。真是抱歉，让李先生您破费了。愿赌服输，而且就亏了5万而已，算什么破费？接着，这名中年男子又开了几块原石，短短10几分钟内，直接亏了95万。周围的人看到这种情况，似乎也没玩下去的心思了。唐冰云也不在意，准备自己挑几块玩玩。唐阿姨，我也想玩玩，我要开这块60万的原石。你也要玩这个？唐冰云有些犹豫。我有钱的，可以马上转给你。阿姨不是怕你没钱给，是怕你亏了，不知道怎么跟你妈妈交代。没事，都是我零花钱，用了我妈妈也不会说我的。王浩然也懒得墨迹，直接搬起选好的原石，拿去给开始师傅。唐总，开吧。这块原石成色还不错，就算亏也亏不了多少，大不了那些亏损的我补上就是了。零花钱都有几10万，这男孩是谁家的？王氏集团王想，国色天香公司真理的公子。我去，这就难怪喽，几百亿资产的唯一继承人啊！只是这个王家的公子看起来似乎有点人傻钱多的样子。在开始师傅的努力下，那原石的真面目也是很快展露出来了。唐总，这玉看着挺漂亮的，值不值60万？60万，350万。王浩然故作惊讶道：“我赚了是吗？赚大了！哇，我赚了290万了，好玩好玩，我还要玩！”王浩然赶紧又随意选了一块原石。这块原石300万，万一要是开出费的了，你不但没赢，反而要倒贴10万进去，要不换一个吧？没关系的，唐阿姨，这原石不是我开，就是你开。我如果开出费的，间接也是为你省钱嘛，输了我也开心。你这小嘴甜的。唐冰云有点小感动。师傅，快点快点！好了。几分钟后，一个切面露了出来，没有半点预色。浩然，就算是废料，唐阿姨也不会让你亏钱的。你那10万我帮你出了。是废料吗？这太好了，我自己亏了，唐阿姨就不会亏了。开玩笑，我能亏吗？马上就要大赚一笔了。真没想到，真丽姐居然有这样一个真挚纯真的优秀儿子，和我才第一次见面就对我这么好。点与组之一唐冰云对宿主好感度+10，当前总好感度20，非常友善。点宿主影响原剧情走向，获得反派点200。浩然，听真丽姐说，你就在水泽中学读书。你阿姨我是水泽教育集团的校董，以后在学校要是有人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一定给你出气。谢谢唐小姐。是唐阿姨。对，谢谢唐阿姨。她怎么就不害臊了？这是玻璃种帝王绿。这块玻璃种帝王绿应该在6000万以上。周围的人又是羡慕又是嫉妒。又赚了是吗？看来我运气太好了，我还要玩。所谓久赌必输，人的运气是有限的，你已经连赚2次了，再开下去可能会亏回去不少。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好了，这等于是为唐阿姨减少损失。王浩然说完，迫不及待的去选原石了，直接一口气选了30几块原石。你这也挑太多了，这些原石总价都快3000多万了，你可能会亏很多的。
亏就亏吧，为唐阿姨弥补损失，我也乐意。开玩笑，要不把能赚的全开了，留着给楚白吗？经过开市师傅不要命的切割后，周围的人眼睛都红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直接赚了1亿2360万。浩然，恭喜你了。唐阿姨，这些原石都是你采购来的，本就经过细致的筛选，我完全不懂赌石的，这也是托你鸿福罢了。闻言，唐冰云越看王浩然越觉得顺眼。浩然，这些玉石都卖给我吧，唐阿姨一定给你一个合理的价钱。这些玉石全部优惠卖给唐阿姨，你说多少就是多少。这么好的男生，全天下怕是都没有几个，可惜自己没有侄女。周围的人见王浩然大赚特赚后，十分眼红，顿时又起了心思。我再来试试。几圈下来，亏损最少的一位是30万，亏损最多的一位达到了330万。王浩然在旁边看着，憋笑憋得都快岔气了。王少，这开原石是不是有什么秘诀？你教教我可以吗？你看我挑原石的时候有精挑细选吗？这哪有什么秘诀，全是运气。看来是王家祖坟冒青烟了。王家有祖先庇佑，不止生意做得大做得好，子孙的赌运也好。楚白小兄弟，你赌石技术真的那么好，能10赌9赚？说实话，我以前还从来没试过，但凭借高人传授过我的经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等下赌石赚了大钱，该去哪里消费才好呢？还从来没有实践过，那岂不是纸上谈兵？是不是纸上谈兵？老校长，你很快就知道了。那我就睁开老眼，拭目以待了。王浩然这个人渣，根本不值得许慕言喜欢，只有我才真正对他好，会给他幸福。我一定要找个时间，好好跟许慕言谈谈，不能让他被王浩然毁了。丁老，您怎么这时候才来？老头子，我眼睛不好，开车比较慢，在半路上还爆胎了，耽搁了很久。也不知道谁这么缺的，居然在路上放钉子。老校长说这话的时候，明显有点怨念。这次还停在路边吗？要不要我让人拖一下车？幸好我身边这位小兄弟在，帮我换上了备胎，已经没事了。这家伙还会换备胎，特么真有你的！刚才还因为许慕言的事情而发愁的楚白，此刻已经是把许慕言抛到九霄云外了，眼里只有面前的唐冰云。这女人也长得太漂亮了吧，这颜值，这气质，简直绝了！要是我女朋友该多好！丁老，你怎么带了一个陌生人过来？哦，这是我学生，他听说这里有赌石，所以过来玩一玩。这么一个年轻小子，会懂赌石？美女，你别看我年纪小，但是赌石的功夫，全青陵是我认第一，没人敢称第二。口出狂言，你也不怕大风闪了舌头？不信，那我们来打赌，我选10块石头，要是其中8块我赚了，就是我赢了，否则就是我输。我赢了如何？你赢了又如何？你赢了，我在你这场子里白打一辈子工；我赢了，你当我女朋友。这楚白还真是牛皮，上次跟许慕言赌，这次跟唐冰云赌，套路人家女孩子，就不能换个新鲜的招吗？美女怎么不回话？你到底敢不敢啊？哼，本来还不想和你计较，没想到你还来劲了。等下我赢了，非得让你在这打一辈子工不可。你很自信，好，那等等，关你什么事？你插什么嘴？你和我是同班同学，对吧？没错，你突然说这个干什么？你只管回答就行了。你家境平平，学习成绩在班级倒数，对吧？王浩然，你什么意思？不否认，那就是证明我说的对了。你和我是既是同窗，自然是为同辈。这位美女长我1倍，既是你长辈，你一个后辈冒犯长辈，真是没有礼貌。你家境平凡，学习成绩差劲，言语轻佻，居然要高攀一个豪门千金大小姐，真是痴心妄想。而赌约的公平在于赌资对赌，你一生能贡献的劳动力有限且廉价，而唐阿姨的一生幸福却是无价的。这样不公平的赌约，你也好意思开得了口？王浩然，你特……楚白气急，险些就要说出脏话，但临到嘴边了，又硬生生的被他吞了回去。好黑啊！我以前要是好好读书，就不会口才不行，不会说不过他了。浩然，你说的有道理，我根本没必要理这个小子。4族竹子主角楚白套路女主之一唐冰云，获得反派点200。说的我口都快干了，还好没白说。你要是真这么有兴致的话，我就来陪你赌一赌。就按照你刚才所说的，你选10块原石，如果有8块是赚的，那么就是你赢，反之就是我赢。至于赌资嘛，看你想玩多大了，我奉陪到底。你这话当真？当真，在场的人都可以作证。一言为定。如果我赢了，你从今往后要远离许慕言，连一句话都不能跟他说。如果你赢了，我从今往后也远离许慕言，一句话都不跟他说。尼玛，这赌资也开得出来，你能要点脸吗？王浩然直接被楚白的话给逗乐了。你笑什么笑？到底赌不赌？虽然楚白开了个这么不要脸的赌资，但他也赢不了。你输定了。输就输呗，我是无所谓。不过我冒昧的问一下，你带了多少钱？够不够买10块原石的钱？对了，友情提醒下，这里的原石没有低于5000的。楚白听到这话，顿时一惊。上次举报丧坤拿了4万块奖金，现在只剩下7000多，岂不是只够买1块石头？楚白小兄弟，你只管挑就行了，原石的钱我替你垫着。谢谢校长，这钱马上就能还你的。楚白用透视朝着原石看去，1分钟、2分钟、3分钟、10分钟。宿主截胡成功，竹子主角楚白通过赌石装逼获得反派点200。喂，你还要看多久？挑好了没有？楚白自信的笑容已经完全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迷茫。
惊愕以及尴尬。美女，你这里的原石有问题。按照上面标注的价格来看，这50多块原石中，基本已经没有能赚的了。我看你就是一个跳梁小丑。刚才这些原石中开出了不少好货，其中甚至还有玻璃种帝王绿，怎么可能会有问题？有人开出好货了，还有玻璃种帝王绿，是谁开的？就是我咯，刚才我开了39块，好像有33块赚了，大概也就赚了1亿2千多万吧。你懂赌石？不懂啊，今天第一次玩，不过运气好了点。你不要拖延时间，要是不行的话，干脆认输算了。我不认输。那你开石头吧。这些原石中都没好货了，开个屁啊！要不江湖规矩，投降输一半，我认输，你赢一半，我今后不找许慕言补课了。投降输一半。王浩然再次被楚白的不要脸给惊了一下，愿赌服输都做不到，这种人简直恶心。任校长，你带来的这个学生可真是有点无耻啊！呵呵，是吗？我反倒觉得挺可爱的，投降输一半，有趣的规矩。唐冰云蹙了蹙眉，觉得这老校长有点太偏向楚白了，不过却也没有再多说什么。楚白的作风虽然另类，但也不到什么大奸大恶的程度。老校长作为主角的铁杆拥护者，自然是不会觉得有什么。你们都是同班同学，这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别闹得太僵了。投降输一半，这个提议不错，你觉得呢？校长您都开口了，我还能说什么呢？走着瞧喽，看你能帮楚白多久。既然你不开石头，那你留下也没什么意思了，请吧。美女，来者是客，不用这样吧。看来你还不知道我是谁，我看需要向你说明一下。你听好了，我是你们水泽私立中学的校董。楚白闻言直接傻住了，送他出去。站住，别跑！别过来！放开唐总，你跑不掉的！不要逼我！青林市管理的这么严格，这家伙哪里弄来的枪？王浩然有些疑惑，于是凝神一看，这特么的原来是个假枪！套路，又是个套路！我能看出来，楚白自然也能看出来，那不是就有机会翻盘？识相点，就放开这位美女！不要轻举妄动，你这样会害死唐总的。我有分寸的，放心吧。感谢穿越成为大反派，每天却在泡女主、踩主角。你不要过来，再过来我就打死你！打死我，你尽管试一试。你，这家伙是不怕死吗？还是察觉出我手里拿的是玩具了？站住！你再继续往前一步，我打死这个女人！不要乱来，你要钱的话，我可以给你。你让这小子不要过来！楚白，你站在原地，别怕，我一定能救你的。楚白为了英雄救美的效果，也没点破瘦削男手里拿着的是假货，想将自己塑造成胆识过人的男子汉。识相的话，快把人放开！小子，你真的不怕死吗？我贱命一条，死了就死了。你如果有兴趣的，尽管来打死我，朝这里打。楚白，你自己想死没有关系，但请不要拖着别人下水。你还傻站着干什么？没看出来这小子是刻意报复，想害死你们唐总吗？快点把这小子按住！王浩然，我都快控制大局了，你出来捣什么乱？你脑子有病吧？还控制大局，看不清人家手里拿的是什么吗？王浩然也不等楚白避避，直接把他的嘴塞住。你需要什么尽管说，但请只要不伤害人质。我需要1辆车，还需要500万现金，10分钟内我就要，快去准备。另外不许报警，否则我杀了这个女人。这附近没有银行，这么短的时间内是绝对不可能凑出这么大数的。我刚开了一块玻璃种帝王绿，价值6000多万，车钥匙6000多万都在这里。你把东西都拿上，走我前面，我和这女人走后面。好，不过我有个要求，我要和这女人换一下，我来当人质。处于惊慌恐惧状态的唐冰云浑身一震，不可思议地看着王浩然。我做人质就可以了。你看你话都快说不清楚了，紧张的腿都直发抖，还是让我来替换你吧。唐冰云望着眼前的身影，一时间有些呆了。女主之一唐冰云对宿主好感度提升20，当然总好感度40，非常亲近。宿主影响剧情走向，获得反派点300。你们当这是菜市场吗？在这讨价还价、打情骂俏的，你以为我傻吗？控制一个女人可比控制一个男人简单多了。王浩然没有立即回答，而是让人将自己的手捆住。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王氏集团的公子，将来有几百亿的家产要继承，我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加上这样你总该相信我的诚意了吧？如果你还是不答应，那么很抱歉，我想我们可能要一直僵持在这里了。那男子没有立即回复，而是犹豫起来。不答应，那就耗着吧。惹火了我直接给你来一套咏春拳。好，我答应你，但你千万别耍花样，要不然的话，我想你可能没机会去继承你家的几百亿资产了。这家伙还挺装的，明明手里拿的是玩具，偏偏装自己最刁。如果不是想多在唐冰云面前刷些好感，我直接让你跪在地上唱征服。你放心，我绝对不会乱来。现在我拿着东西慢慢走过来，你控制我之后，就把你身边的这位女士放了。浩然，你别闭嘴！其他人不要乱动，你拿着东西走前面，敢有私异动，我一定打死你。此时的楚白已经能说话了，却是什么都没有说。要是能吓得王浩然尿裤子当众丢脸，那就好了。忽然场中出现一声咚的异响，喂！众人只见王浩然手中的那块玻璃种帝王绿掉到了地面上。
你小心一点，要是摔坏了怎么办？我得东西，你特么那么紧张做什么？玉石上包了很多布，加上落地的距离很短，自然没那么容易摔坏。这东西有点重，我手又被绑住了，实在有点不方便拿。男子无奈，只能缓缓蹲下来。那块玉石，王浩然冲上前去，抢夺数学男子手中的木仓。木仓在争夺之间，直接指向唐冰原。王浩然知道是时候了，直接用身躯挡住了木仓口。他为了我，居然连命都不要。女主之一唐冰云对宿主好感度提升10，当前总好感度50，心生爱慕。宿主严重改变剧情走向，获得反派点500，楚白主角光环减30，宿主反派光环加30。原来是假的，不过做的可真像啊！小子，你说刚才为什么要害我们唐总？我没有，那木仓就是假的，根本伤不了人的，所以我才有恃无恐。尼玛，既然早看出来是假的，那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楚白无言以对。你怎么那么冲动？要是出了什么事情怎么办？刚才是危险了一点，但幸好我命比较大。还好吧？有没有伤到哪里？就是手腕被绑得有点酸。我来帮你揉揉。你刚才为什么要帮我挡木仓？我看你有危险，我就下意识地挡住了。你不怕死吗？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唐阿姨，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为什么之前听到唐阿姨这个称谓的时候觉得挺顺耳的，可是现在听到王浩然这么喊，心中忽然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没什么，我其实比你就大几岁而已，你还是别叫我唐阿姨了吧，怪别扭的。现在让我别叫了，刚才干嘛去了？被小爷聊得春心萌动，就想让小爷改口，除非你和我全雷打了，不然门都没有。我妈妈和你姐妹相称啊，按辈分，我是该叫你唐阿姨啊。早知道就不占王浩然便宜了。校长，我们走吧。要不是王浩然，发财的就是我了，那可是1亿2千多万啊！这王浩然运气也太好了吧？难道他也有透视？这不可能，我才是天命之子，这王浩然怎么可能有透视呢？等一等，你既然早看出那是一把假木仓，为什么不说出来？我当时也不确定。既然不确定，那你还这么逼迫那个匪徒，你是想害死我吗？我总不能告诉你，我是为了泡你，想要英雄救美，这才没有说出那木仓是假的吧？唐总，楚白当时也算是挺身而出了，你大人有大量，何必跟他计较呢？边校长，我以前一直认为你是个很公道的人，看来我的认知并不完全正确。老校长知道唐冰云这是看在自己的面子上，不和楚白计较了。同时，老校长也明白自己的面子今后在唐冰云这里是越来越不低了。奶茶店，徐慕言趁着王浩然不在，想把欠王浩然的奶茶买了，放在他的课桌里。妍妍，爸，你怎么在这？有点事情要去办，路过看到你了，就喊一下你。美女，你的2杯鸳鸯奶茶好了。爸，你喝不喝？要不要我帮你点一杯？你们年轻人喝的东西，我才不喝，太甜了。刚才我好像听那店家说，这叫鸳鸯奶茶，你点了2杯，不可能全是自己喝的吧？另一杯给哪个男生买的？爸，你好八卦啊！前段时间你和楚白打赌，你不会输了吧？现在已经是他女朋友了。才没有呢，那家伙吹牛能进全班前10，结果考了一个倒数第1。不会吧，倒数第1？你不是说他进步很大吗？爸，实话跟你说吧，楚白那成绩就是靠作弊来的，和我打赌也是想通过作弊骗我当他女朋友，这人太可恶了。作弊？这不可能吧？我说的是真的，要不是王浩然帮我，他可能就作弊成功了。王浩然，这名字我有点印象，我记得听你提起过，他家里挺有钱的，是个富二代。是啊，他每天上下学都是库里南接送的，家里可有钱了。王浩然，你离这种人远一些，知道吗？为什么？总之听我的就没错，那些富二代就没几个好人。爸，你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吧？王浩然他挺好的，学习好，长得好看，唱歌又好听。妍妍，你不会喜欢这个王浩然吧？没有，才没有呢，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他？许慕言立即否认，善于观察的许父却是看出端倪。妍妍，我宁愿你喜欢的是楚白，也不愿你喜欢上那个王浩然。爸，王浩然哪里招惹你了？你怎么好像对他很有敌意的样子？以后不要再理那个王浩然，最好一句话都不要和他说。为什么？你听我的话就对了。爸，你都没见过王浩然，为什么对他这么有偏见？富二代多一个样。爸，你太不讲道理了。哼！妍妍，记住我的话，你要是不听的话，我一定亲自去找那个王浩然麻烦。王浩然在唐冰云的强烈要求下，来到医院做了一番检测。安律师，起诉的事情就交给你去办吧。唐小姐放心吧，交给我。小伙子，你真的很勇敢。还行吧。看你的样子，应该还在读书吧？我在水泽中学读高3。巧了，我女儿也在这学校读书，也是高3在读。哦，是吗？你女儿叫什么名字？这安律师年纪看着已经超过40岁了，不过依旧风韵犹存，想来年轻应该也是个大美女。这么好的基因，想来她女儿应该也很漂亮。我女儿叫许慕言，你认识吗？我和她同班，可真是够巧的，居然在这里遇到了许慕言的妈妈。原来你和妍妍还是同学呀？是啊，其实我该看出来了，安阿姨，你这么漂亮，也只有你才能生出许慕言那样漂亮的女儿。
他在我们学校那可是校花。我都老了。安律师笑了笑，看王浩然的目光都亲切了许多。安律师离开后，唐冰云和王浩然说起了正事。你特地来找我，到底是有什么事？先让你看一些东西。王浩然拿出了小弟们鼻青脸肿的特写照。他们是谁？怎么被打得这么惨？这些是我同学，他们都是被楚白打成这样的。就是今天那留村头的小子。是的，这小子有严重的暴力倾向。他将人打成这样，学校没把他开除吗？就赔了3万块钱而已。把人打成这样就赔了3万块，这也太轻了吧？老校长保得他吗？对，我来找你，其实是让你用校董的权利将老校长调到别的岗位去。那楚白没了老校长庇佑，以后就不会那么嚣张了。好。唐冰云也觉得老校长太偏袒楚白了，有失公允，而且王浩然都开了口，他怎么可能拒绝？一时的钱我会尽快打给你的。这我不急的。唐阿姨，拜拜了，有空联系。又听到这个称谓，唐冰云俏脸都抽搐了一下。冰云，你和我儿子事情谈得怎么样了？我都答应他了。谢谢了，有空我请你去美容院做保养。好啊，真丽姐，你其实和我父母是同一辈的，说起来我其实该叫你珍怡才对，我以后就叫你珍怡吧。唐冰云，你什么意思？我哪里得罪你了？你变着法子说我老是吗？你别以为你帮了我儿子，我就得看你脸色。这人情我还你，反正我们两家有生意合作，我给你让利1000万，这事咱们扯平了。珍丽姐，我刚才说笑的，对不起对不起。唐冰云赶紧赔礼道歉，随后聊了好一会，这才让珍丽消气。这辈分看来还真不好拉下来。系统打开属性面板，反派点都1700了，系统给我兑换驻颜丹。爹，已花费1000反派点兑换下品驻颜丹。系统给我抽奖。爹，很遗憾，宿主没有抽到任何奖励。靠！课间，王浩然将温静叫了出来。许慕言好像不开心，他怎么了？原来是我想多了，还以为是叫我出来幽会的呢。哼！他傍晚的时候在外面买奶茶，遇到他爸爸，他爸爸要他离你远一些。妍妍觉得莫名其妙，于是两人争执了几句。我和他爸爸就没见过面，他爸爸好像挺针对我。或许是他爸爸不希望妍妍谈恋爱，所以才会这么做吧。不会的，上次楚白和许慕言打赌，成绩进前10就让许慕言当女朋友，还是许父替许慕言答应的来着。由此可见，许父应该是看好楚白，针对自己。这许慕言的爸爸不会也是主角阵营的配角吧？你这么关心妍妍的事情，是想要追求她吧？对，许慕言可是女主之一，自己不泡，那就离嗝屁不远了。听到王浩然的话，温静顿时有些酸酸的。他虽然早看出来了，但没想到王浩然会这么干脆的承认。放心吧，就算我把许慕言追到手了，我最爱的还是你。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今天下晚自习的时候，你帮我约许慕言去。王浩然开始吩咐温静一些事情。我的反派光环已经从99涨到了319，而楚白主角光环自然从最初的357降到了137。在运气上我已经不被楚白控制，加上许慕言对我的好感度已经到了爱慕的程度，收割的成功率还是挺高的，到时候就可以给楚白最后一击。王浩然与温静说完事情后，就让他先回教室了。许叔叔，你怎么突然打我的号码？有点事情想和你说说，现在方便说话吗？这会刚下晚自习呢，我能讲电话，有什么事您说。你喜欢我家妍妍吧？楚白一愣，完全没有想到许父会突然问这个。喜欢。不错，敢于承认内心的想法。许叔叔，你打电话过来，不会就是特意问我这个吧？一部分原因吧，我还想问问你，妍妍在学校的时候，是不是和一个叫王浩然的人走得挺近的？是的，是的，那个王浩然经常骚扰许慕言，这人可坏了，手下有一帮小弟，在学校里面横行霸道，而且特别花心，找了好多个女朋友。我就说这个王浩然不是个好东西。许叔叔，许慕言年少无知，不懂事，我看你得好好劝劝他，让他离王浩然远一点。今天傍晚的时候，我在校外碰到了妍妍，我都劝了一遍了，可妍妍都不听，差点还和我吵了起来。楚白，你能不能帮我一件事？许叔叔，您说，在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没那么严重，我是希望你在学校的时候帮我看着一下妍妍，特别是她和王浩然有不寻常的接触时，你一定要及时告诉我。没问题，包在我身上。能破坏王浩然和许慕言的关系，这简直是太妙了。我要泡妞，帮我搞个浪漫一点的场面。地点嘛，就在我们学校河边那块，时间在9点半到10点。儿子真棒，这么快又要换女朋友了？交给我，我马上让人去办。好的，爸，我等你消息。其实当个富二代反派也不错的嘛。王浩然刚回到教室，一个小弟立马凑过来报告。许慕言的父亲让楚白监视自己女儿，一旦发现许慕言和我接触，就立马报告他。还好提前得到了消息，不然我刚骗许慕言到酒店，许慕言的父亲就杀到，那场面简直不敢想象。现在看来的话，得改变计划了。喜欢监视是吧？看你到时候怎么收场。王浩然让小弟去把范建叫来。老大，有什么事吗？王浩然没有说话，而是直接转了5万块给范建。
一会下晚自习的时候，你立马去附近的银行取这个数的现金，然后你去帮我做件事，做好了，这钱就是你的了。做不好怎么办？做不好，那你准备去跳外面那条河吧。没这么严重吧？就是这么严重，这件事不难的，你要是做不好，干脆死了算了。老大，你吩咐吧。一会下晚自习取了钱，你去。王浩然对范建耳语起来。宿主幕后操控，将主角阵营的任校长调离到其他岗位，获得反派点300，楚白主角光环负10，宿主反派光环加10。原以为唐冰云要过个几天缓冲一下，才会调离老校长到其他岗位，没想到他的动作这么快。这许慕言不按时回家，居然来和王浩然来约会了，真是不要脸。喂，楚白，是有什么情况吗？现在晚自习下课了，许慕言没有回去，和那个王浩然在河边幽会呢。什么？你好好看住，一定要看紧一点，防止那个叫王浩然的小子带着妍妍去别的地方，我马上就过来。放心吧，我一定看住了。王浩然，一会许慕言爸爸来了，你能承受住许慕言父亲几拳呢？楚白，你鬼鬼祟祟的躲在这里做什么？范建，我乐意在这里，关你屁事！你在避避，信不信我揍你？我不信，你打我一下试试。别！楚白倒是挺想揍范建一顿的，不过却不敢承担那后果。晚自习的时候，老校长已经找过他了。垃圾！我就说你不敢动我。范建不可能有这么多钱的，我看一定是王浩然赏给他的，这是不义之财。不过现在归我了。楚白毫无犹豫地将这捆票子塞到了自己的书包里面。算你走运，这钱就算你给我赔脸了。你叫我过来做什么？奶茶还不错，就是甜了一点。你喊我来，就是特地说这个。对啊，不然你以为是什么？好了，不和你开玩笑了，我叫你过来是想开导你。你都知道了，温静告诉你的。他无意间说出来的。喂，我是差点因为你和我爸吵起来，那我声明啊，我可不喜欢你。我知道。王浩然知道他是嘴硬，也没说破。你明白就好。你打个电话给你妈妈吧，就说和男同学在河边走一会，让他来接你。王浩然将自己的手机递给了许慕言。我一会自己骑自行车回去就可以了。刚下课那会学生多，路上安全，你骑自行车没问题，但过一会路上人就很少了，你一个人骑自行车不安全。他还挺会为我着想的。而且你想过没有，这里周围没什么人，我和你单独在一起，你就不怕我对你起歹心啊？通知你妈妈过来接你，你就不用怕单独和我相处了。许慕言怔了怔，他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他对王浩然根本没有那种防备心。你还想得挺周到的嘛。如果哪个女生当这家伙的女朋友，应该会很幸福吧？长得帅，家世好，学习又好，唱歌好听，关键是对女生很细心很体贴，让人有安全感。撩动女主之一许慕言的芳心，获得反派点200。许慕言接过王浩然的手机，给妈妈打了个电话。看那边，什么都没有啊，看什么？烟花足足持续了10分钟，这么一会就烧掉了整整80万。不过王浩然也没有在意，洒水了。好看吗？你准备的？喜欢吗？喜欢，可为什么？看你不开心，所以就想让你开心点。所以你现在开心点了吗？女主之一许慕言对宿主好感度加10，当前总好感度为60，心生爱慕。宿主影响剧情走向，获得反派点200。你费了这么多心思，就是单纯的想让我开心点吗？对啊，我们是朋友吗？是啊，我们是朋友。许叔叔，妍妍和那个叫王浩然的小子在哪里？就在那边。妍妍，爸，怎么是你来了？妈妈呢？我怎么来了？我如果要是不来，你今晚肯定就要被这小子给骗到某间酒店去了。我去，许慕言他爸猜得真准，要不是小弟告密，这回我和许慕言还真去酒店了。系统查一下许慕言父亲的属性。消费100反派点，查询成功。可策反，意思是我表现好就可以让对方认可喽。爸，你胡说什么？我就和王浩然在河边走一走而已。许叔叔，我们今天才第一次见面吧？你可能对我有什么误会？我没误会，这都快10点了，你不回家把我家妍妍约到这里来，敢说不是意图不轨？我可以发誓，我要是把许慕言约到这里来是意图不轨，那就让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毒誓要真能应验的话，那天上的雷不知道要劈死多少人。王浩然，你别狡辩了，你把许慕言约到这里来，肯定是没安好心。我刚才可是看到你好几次想要去牵住许慕言的手，甚至还想要抱着他。你这样骗人真的好吗？这主角打赌赖皮也就算了，居然还冤枉起人来了，敢做不敢当了。我看我说什么都没用了。妍妍，老婆，你怎么来了？妍妍叫我来接她的呀，这是什么情况？这小子大晚上的约我们女儿出来，意图不轨呢。小伙子，是你？你们认识？白天因为一个案子，我见过他。这小子白天还犯事了，我就说他不是好人。你胡说什么？这小伙子白天可勇敢了呢。安律师将王浩然英勇抓贼的事情说了出来。看来这个王浩然并不是那种行为恶劣的富二代，甚至算是一股清流。
点宿主改变配角许正对自己的观感，获得反派点100。爸爸，我就说你误会王浩然了，他和其他富二代不一样的，你现在相信了吧？没想到王浩然请了1个下午的假，居然还发生了这么惊心动魄的事情。老许，我看你肯定是搞错了，妍妍还是拿人家手机打给我的，人家怎么可能有不轨的心思？老许，我看你肯定是搞错了，妍妍还是拿人家手机打给我的，人家怎么可能有不轨的心思？可是我听楚白说，王浩然在学校纠结一帮小弟，整天横行霸道，还谈了很多个女朋友。哪有啊，在学校是有不少学生对王浩然马首是瞻的，但横行霸道什么的真不至于。王浩然学习成绩很好的，不比我差，哪有那么多时间跟小弟去横行霸道？至于谈了很多个女朋友，这更荒唐了。是这样吗？楚白心虚的低下了头，他没想到许正会当场说出来。我稍微夸张了一下。这楚白因为喜欢妍妍而去抹黑别人，实在是有点缺德了。楚白，你这样不好。许叔叔，相比起他差点害死人，这压根就不算什么。差点害死人？你们还不知道吧？是这样的，王浩然将楚白下午在玉石工厂的抓贼表现说了出来。我听唐总提过这事，本来唐总是想告他的，不过因为校长出面，唐总才将事情作罢。听到这话，许正看着楚白的目光顿时变了味。宿主补刀成功，配角许正对主角楚白观感降低为0，许正脱离主角阵营，当前为中立状态。宿主影响剧情走向，获得反派点100。呵呵，这只是第1刀，第2刀还没来呢。算算时间，范建也应该来了吧？难道这家伙掉链子了？都怪构建这本小说的沙雕作者，给自己配的什么脑瘫小弟？我掉的钱是不是你拿的？你胡说八道什么？什么你的钱我拿了，你的钱掉了就找我，真是好笑。我这一路上就碰到过你，我清楚的记得，碰到你之前钱还是身上，碰到你之后钱就不见了。不是你捡的，是谁捡了？你是不是藏在书包里？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把包打开让我看看，如果没有，我向你道歉。不需要，我的包也不给你看。范建，你的钱在路上掉了，谁知道是谁捡去了？你直接找楚白来要，实在是有点太不讲道理了。我相信楚白没拿，不信我打开包给你看。这是我的钱，我就说是楚白捡了，他居然还狡辩。这钱是我取出来给我奶奶看病的，你居然想着中饱私囊，简直不是东西！你知不知道，我奶奶要是没这钱治病，很可能就会死的。这话自然是范建胡诌的，作为他的家人，就没有一个不容易生病的。宿主幕后操控，配角许正对主角楚白观感降低，当前为厌恶状态。宿主影响剧情走向，获得反派点100。这钱是我捡到的，但其实并不是不打算还你，只是想吓唬一下你。谁叫你之前那么嚣张的？老许，你怎么了？刚才左边小腹有股刺痛，不过现在又没事的。真的没事吗？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你爸我身体好得很，这点事情哪用得着去医院？老公，要不去还是检查一下吧？不去，说了没事。这不会是楚白主角光环发作，出现刷回好感度的契机吧？不过楚白的能力是透视，也不是什么神一类主角啊。对了，透视。许叔叔，我觉得你还是去医院看看比较好。我都说了不去看，这点痛去什么医院？许叔叔，虽然你的身体很好，但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比较好。我以前在……我觉得是该去医院检查一下。许叔叔，就在你刚才痛的那个位置，以前是不是受过什么伤？为什么这么问？是这样的，我以前看到过这样的新闻。有个人在小时候玩闹，无意间让一个细小的利器扎进了身体里，当时因为伤口细小，就没有怎么在意。可若干年，随着这人的长大，这利器移位开始伤到他的器官，发生间歇性的疼痛。之后一去医院检查，这才发现，当时医院方说，要是这人晚去1天，都有可能性命不保。所以我才会问许叔叔，刚才小腹疼痛的位置有没有受过伤？我有一次抓贼，在和对方搏斗之间，小腹这是受了伤，当时挺疼的，不过伤口很小很小，后来没擦药就自愈了。之后这个位置是偶尔发生过疼痛，尤其是刚才，我感觉疼得差点喘不过气。许叔叔，我刚才让你去医院检查，就是想说这个，那个新闻我也看过。爸爸，您去医院检查一下吧，就当为了我和妈妈。老公，虽然这不是一定的，但还是去一下吧，安心一点。这个点去医院，除非挂急诊，不然没人来检查。而即便挂急诊了，许叔叔现在并非迫切的状况，医院方多半会回绝，让您明天再来。说得对，我的情况又不急，就明天去医院吧。人家医生本来就累，急诊科的人更忙，我就不占用紧急医疗资源了。许慕言和安律师都还有一丝不安，不过听许正这么说，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回去吧，明天还要上课呢。楚白不爽地看了眼王浩然，这才转身离去。浩然呢？你司机没在吗？要不要我送你回去？谢谢安阿姨，我司机就在附近，要回去我打个电话给他就是了。不过在这之前，我想先送许叔叔去医院检查一下。不是说挂急诊也不一定能检查吗？公立医院当然是这样了，不过我们可以去诊所。诊所？虽然是诊所，但是那里的医疗设施以及医生的水平，比起全青林市的顶尖公立医院都只强不差，甚至是足以和国际大医院扳手腕了。浩然，你说的是天辉诊所吧？是啊，安阿姨。见到王浩然点头，安律师的脸色顿时变得有些尴尬起来。
妈妈，去这个天辉诊所看病是不是很难啊？这家诊所只接待非富即贵之人，我们要是去人家不会接待，只会让我们去其他医院。不接待，咱不去就是了。明天去医院。许叔叔、安阿姨，你们放心吧，他们一定会接待的。浩然，那麻烦你了。宿主角胡主角楚白，死配角许正对自己观感度提升，获得反派点200。小事儿。医院贵宾室，此时许正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这阵金属已经开始异味，会对身体脏器造成致命损伤。幸好来得及时，如果晚一天，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几个医生联合商讨，给出的建议是立马手术，所以过来征询一下2位家属意见。动手术越快越好。医生，请问一下，医疗费大概要多少？安阿姨，许慕言，医疗费的事情你们大可放心，我家在这里办了年卡，年卡有效期内在医院看病的任何医疗费和检查费都是全免的，许叔叔不用交费的。这样吗？不过那我也该了解一下是多少，这钱我要给你的。安阿姨，年卡的有效人数是5人，我家才3人而已，还多出2个名额，以前都是浪费掉了，现在正好可以许叔叔一个，所以钱真的不用给我。既然是这样，那就谢谢你了，浩然。谢谢你。不是吧，我们什么关系了？你还跟我说谢谢？女主之一许慕言对宿主好感度提升10，当前总好感度70，情深不渝。宿主极大的影响剧情走向，获得反派点800，楚白主角光环负30，宿主反派光环加30。感谢，踩着主角泡校花的会是个大反派。妍妍的眼神有点不对劲呢，刚刚那句话她也没有反驳，难道妍妍也不是小孩子了？年轻人的事情就让他们年轻人自己来处理吧。如果真的和这个王浩然在一起，那也是妍妍高攀了。我去你爸爸那边看看。安律师也懒得当电灯泡，直接跟着医生离开了。你刚胡说什么？弄得我妈妈都误会了。我也没说什么呀，意思就是我和你那么久的同学了，这点举手之劳的事情，你不用跟我说谢谢的。原来他只是将我当做同学而已。喂，你不是说你喜欢我们学校别班的校花吗？你是喜欢那个秦韵涵还是穆昭昭？秦韵涵颜值爆表，气质也很好，长得更加高挑，就是前面略微那么平了一点点。那个穆昭昭一张娃娃脸，挺可爱的，身材真的是爆炸，那弧度太夸张了，不过比秦韵涵要矮。这2人各有千秋吧，如果我要追的话，还真的有点难以抉择呀。我也很美的好吗？为什么这家伙眼里就只有别班的校花，就不多看看我呢？哼！宿主让女主之一许慕言产生吃醋情绪，获得反派点100。如果一定要你选一个呢，你会选谁？这还用问？小孩子才做选的题，我当然是全部都要。秦韵涵吧。穆昭昭也很漂亮可爱啊，为什么你会选秦韵涵呢？相对于那个穆昭昭来说，我对秦韵涵比较熟悉一点，我还认识她吧，所以就选她了。爸，那块瓷砖掉在我脚边，又没砸到我，真的没事的，来什么医院啊？虽然人没事，但你不是被吓得不轻吗？来做一下心理辅导还是有必要的。听爸的话，我们就在这坐一会，心理医生很快就来了。不好意思，不知道这里有。咦，浩然，秦叔叔你好，这里地方这么大，要是秦叔叔你们不介意，就在这里坐一会吧。那打扰了，你怎么这个点还在医院？是令尊还是？不是我爸妈，是我一个同学的爸爸，要在这里做个手术。秦开也是青林市有名的大富豪，与王想相识，两家关系还算不错。这秦韵涵的家庭算是和王浩然门当户对，难怪他会选秦韵涵，他们真的好般配啊！宿主让女主之一许慕言产生吃醋情绪，获得反派点200。浩然，医生已经来了，我们就先过去了。好的，秦叔叔。韵涵，以后不要再使小性子了，待在保镖身边，不要自己偷跑掉。幸好这次那瓷砖是掉在你脚边，要是掉到你身上，那后果不堪设想。那什么保镖，连我都看不住，一点用都没有，赶紧开除了吧。已经开除了。是吗？那太好了。爸，我一个18岁的女生，放了学你就让一个几10岁的肌肉男跟着我，我烦都烦死了。你早该这样做了。算下来，这已经是被你赶走的第10个保镖了吧？居然有10个了，所以啊，老爸你别给我找保镖了，找一个我就赶走一个。这事没得商量，保镖必须要，而且下家我都找好了，过几天就到。这一次我找的不是几10岁的肌肉男，而是一个山里20岁左右的小伙子，长得也还不错，你肯定会满意的。我到时候会把他安排到你班上，和你一起上学放学。我的天哪，老爸你怎么想的？去山里找个乡巴佬保护我，还跟我一起上学，我会被人笑死的。爸，我把话放着了，你要是把人找来，这次我来狠的，好好捉弄他，弄得他心里有阴影，不，捉弄的身体残疾。哼！你要是有本事，那随你的便。这次我找的保镖可不一样，那可是有真正本领的，有他保护蕴含，绝对1000%的稳妥。走着瞧好了。浩然，这是太谢谢你了，我家妍妍能有你这样的同学，真是他的福分。配角许正对宿主有好度大增，许正归属宿主阵营，宿主获得反派点200，楚白主角光环负10，宿主反派光环加10。许叔叔，你实在太客气了，我和许慕言是同学，你就是我的长辈，你对我这么客气，怕会折杀我这个小辈啊。
许正和安律师闻言不由暗暗点头。系统查看属性面板，反派点2300，很富裕，是时候消费一波了。系统消耗500反派点抽奖。很遗憾，宿主没有抽到任何奖励，是否继续消耗500反派点抽取奖励？是。很遗憾，宿主没有抽到任何奖励，是否继续消耗500反派点抽取奖励？是。很遗憾，宿主没有抽到任何奖励，是否继续消耗500反派点抽取奖励？是。恭喜宿主运气爆棚，抽到价值8000反派点的至尊毒晶，是否消耗200反派点学习？至尊毒晶，毒皇穷尽毕生心血写成的毒术典籍，领悟且融会贯通后，可杀人于无形之中。牛批，给我学习！宿主花费200反派点初步领悟至尊毒晶，获得技能高级毒术，可消耗反派点升级。至尊毒晶的领悟程度有3等，分别为高级毒术、宗师级毒术、至尊毒术。能高级升到宗师级需要花费1000反派点，宗师级升到至尊级则需要3000反派点。现在要对付楚白的话，那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过还不如从楚白那里多榨取一些反派点和光环点来的划算。想到这里，王浩然立即给温静打了一个电话，吩咐他明天做一些事情。妍妍，你总是往王浩然那边的位置看什么？我猜他没来上早读，可能是睡过头了，想打电话叫他。要不你把手机借我用用呗？你怎么好像挺关心王浩然的？哪有？昨晚他因为我爸爸的事情弄得很晚才回去，所以就关心一下嘛。真的只是这样吗？真的啦，快把手机给我。看你紧张的样子，我认识你这么久，难道还不了解你？你分明就是喜欢上王浩然了啊！你别乱说。看你这样子，是默认了喽。不过你放心啦，我不是多嘴的人。你既然喜欢王浩然，为什么不告诉他呀？喜欢人家就去表白啊！唉，这么丢脸的事情，我才不要说出来。这有什么可丢脸的？去试试吧，我支持你。我才不，王浩然对我好像根本没那种意思。要是我被拒绝了，那我就没脸见人了。胆小鬼，你这么漂亮，是个正常男人都会喜欢你。真的吗？拜托，你自信一点好吗？你可是校花呀！我觉得你如果向王浩然表白，至少有90%的成功几率。还是不要吧，现在学习最重要。我暂时不想谈恋爱，要表白的话，还是等考完之后吧。等考完之后，哪还有你的份啊？说不定王浩然去追别的漂亮女生了。那天你没听见他说对别班的那2个校花感兴趣吗？你现在不去表白，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徐慕言心中动摇，一时间还是下不定决心。不知过了多久，徐慕言看到王浩然从门口走进来，这才从纠结的状态中暂时退了出来。帮着自己男朋友去追你，疯狂给你们助攻，我对你许慕言当然好了。早课怎么没来？睡过头了？对啊。那你吃早餐没有？没。啊，你也没吃啊？要不要我去帮你买？王浩然一愣，多看了徐慕言几眼。我也没吃啦，所以顺便问问你，看你需不需要我帮你带东西？不用了，我没什么胃口。其实你想说什么？没什么啦。看来是温静的怂恿起了作用，不过显然还没下定决心，那干脆就来点催化剂吧。王浩然想到这里了，也不回座位了，去走廊上等待催化剂的到来。秦韵涵，这话王浩然刻意说的很大声，徐慕言自然是听见了。叫我什么事？也没什么，就是看见你昨天去咨询心理医生，想问问情况如何。我只是受了一点惊吓，心理医生也说完全没问题，弄得凌晨才回去，觉也没睡好，烦死了，都怪我爸小题大做。秦叔叔也是关心你，你就别怪他了。哼，他哪是关心我，我看他就是在折磨我。你是不知道我爸有多过分，他总给我找保镖。好端端的，为什么给你找保镖？我也不知道，前后他已经给我找了10个了，全被我想法子弄走了。结果他还不死心，这一次居然要从山旮旯找了一个20岁左右的乡巴佬过来，说要是安排在我班上，一边陪读一边保护我，我简直要疯了。秦叔叔是不是跟你说过，这次这个保镖很厉害？是啊，你怎么知道？难道你听到我们说话了？山旮旯来的保镖，20岁左右，公主病的校花大小姐，这怎么听着有点校花的超级高手的既视感？系统消耗100反派点，查询秦韵涵的信息。早该想到的，秦韵涵这么一个美貌校花，家世还这么好，怎么可能只是酱油人物？按照都市网文的尿性，那么这个山里来的人绝对是个超级高手，多种技能傍身，绝不是楚白那种吊车尾主角能比的。你怎么不说话了？我的问题你还没有回答呢。我没有听到你们说话，不过我想秦叔叔从山里找来一个人保护你，肯定是觉得他有过人之处，所以我就顺口一问。有没有过人之处我不知道，但肯定是土的掉渣。要是这种人整天跟着我，我会被同学笑话死的。你要是不愿意让他跟在身边，就别让那人过来了。不管那个超级高手主角跟我搭不搭边，但肯定和我这个反派犯愁，还是赶走为妙。我爸都和人家谈好了，没几天就要过来，而且直接安排在我班上。直接安排入学，那你可以从这方面着手，让那人没法入学。这哪是我能决定的？我爸认识校董，要安排一个人入学太简单了。这个我其实有办法。是吗？那你帮帮我。要是秦叔叔知道，估计会怪我，还是不要了。
我不说你不说，谁会知道呢？求求你了。行吧，不过我需要再多了解一些信息，而且你要按照我说的去做。王浩然越说声音越小，秦月涵听不太清，不由得附耳过来。宿主让女主之一许慕言产生吃醋情绪，获得反拍点100。秦月涵听完雀跃不已，接着欢欢喜喜的回教室去了。系统，我如果把楚白搞定了，从今往后是不是就没有什么能威胁到我了？回宿主，即便楚白失去主角身份，但你依旧是反派，依旧会和其他主角产生冲突。那我躲起来隐居可以吗？回宿主，反派光环天生吸引主角仇恨，宿主躲在天涯海角都没用。有没有方法能让我避免和主角冲突？宿主自杀即可避免和主角产生冲突。尼玛，还以为这系统很智能，原来是个智障。那这个世界有多少主角？回宿主，系统没有相应数据，请宿主自行探索。但世界这么大，鬼知道有多少主角。5号，我许慕言在操场那边等你，有些事情要和你说。看到信息，王浩然并不意外，因为他注意到许慕言整个上午都是魂不守舍的。看来许慕言是终于憋不住。王浩然也不着急，多坐了一会后，这才慢悠悠地离开教室。静静，你说王浩然会不会没有看到信息？应该会看到的吧，再等等吧。他要是看到了不来怎么办？要是不来，我帮你去喊他，这总行了吧？静静，你真好，你知道就好。帮着自己男朋友去追你，疯狂给你们助攻，我对你许慕言当然好了。到时候你和王浩然成为正式男女朋友，而我依旧见不得光。唉，两人聊完，王浩然终于是过来了。你们好好谈吧。温静见状，赶紧识趣的走开了。叫我过来有什么事吗？我昨晚幸亏你帮忙，我爸爸才能顺利做手术，谢谢你。许慕言感觉自己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小事而已，谢谢昨天也说过了，别这么客气了。我。许慕言在努力提起勇气，但是我了半天，却还是没能将心意说出来。死就死吧，王浩然，我叫你过来，其实是想跟你说，我喜欢你。女主之一许慕言对宿主表白，原剧情走向出现巨大改变，宿主获得反派点1000，楚白主角光环负50，宿主反派光环加50。此刻的王浩然心动了，有很多个瞬间，王浩然恨不得将温静甩了，从今往后一心一意的对待许慕言，做一个专心的好男人。不行，我可是超级大反派，怎么能对女人动心？那些小说中的大反派，一旦对女人动心了，有几个最后有好下场的？对，他只是我对付主角的一个工具人，对他走肾可以，但绝对不能走心。我不能喜欢他，绝对不能喜欢他，他是一个工具人。就这样，王浩然不停地进行着自我催眠。就这个，我也喜欢你啊！还有班上的其他漂亮女生，比如温静，还有别班的秦韵涵、穆昭昭。我没跟你开玩笑，你认真点。我也没开玩笑，是认真的呀。只要是美女，我基本上都挺喜欢的。那我认真一点，其实我……许慕言，你不要相信他。你过来这里做什么？刚才我和王浩然说的，你都听到了。许慕言，王浩然他不是好人，他就是一个人渣，你怎么能喜欢他呢？楚白，你不要胡乱污蔑人，王浩然是坏人，难道你就是好人啦？我当然是好人，比他王浩然好1000倍，你只有跟我在一起才会幸福的。这楚白怎么这么自恋？凭什么说跟你在一起我就一定会幸福？其实楚白说的对，我真不是什么好人，这样你还是喜欢我吗？楚白，既然你自己找不自在，那就成全你。你就算不是好人，我一样喜欢。许慕言已经对王浩然到了情深不渝的程度，通俗点讲，那就是被爱情蒙蔽了双眼，只想着跟王浩然在一起，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宿主成功打击主角楚白，致使楚白心态失衡，获得反派点200。许慕言，我看你简直就是疯了。我怎么样都不关你的事，请你离开，不要打扰我和王浩然说话。别，咏春，王浩然，请指教。王浩然，我也喜欢许慕言，你要是男人的话，我们就来一次男人之间的较量，我们单挑，失败者退出。你还有脸和我玩这招？这次和上次不一样，这次是男人之间的较量。许慕言又不是左右为难，他喜欢我又不喜欢你，我为什么要和你较量？别废话，是男人的话就和我较量。我需要跟你强调一点，许慕言不是什么货物，他是人，一个活生生有思想的人，不能用来当做赌注。而退一步说，即便我们真要较量，也应该征询许慕言的意见。你觉得我说的对吗？宿主成功撩动女主之一许慕言的芳心，获得反派点100。楚白瞧这状况，也知道无法激怒王浩然和自己较量了，强忍不甘心，正要离开。等一等，虽然不能拿许慕言当做筹码，但有一点你说的对，是男人的话就不要怕。你要较量是吗？那我们来一次男人之间的较量。有种，等下看我不把你这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富家子按在地上摩擦。王浩然，上次楚白把范建他们打成什么样了？你都忘记了吗？你打不过他的。我下手会有分寸的，不会将他打得鼻青脸肿。来吧，你这是咏春吧？咏春，王浩然，请指教。哈哈，一叶问看多了吧？楚家拳，楚白，请指教。宿主正面战斗主角楚白，成功击溃对方，获得反派点800。楚白主角光环减37，宿主反派光环加37。楚白当前主角光环为0，失去主角身份。
终于把一个主角锤没了。不过楚白的透视异能还在，他又对自己恨得要命，得想个办法把这个隐患消除掉。对了，这个世界上不是有一群喜欢研究人体奥秘的疯子吗？他们一定对拥有透视的人十分感兴趣。此时的楚白并没有意识到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他即将面临的是像小白鼠一样为人解剖研究的。他只是慢慢起身，带着浓烈的不甘离开了。你还会咏春拳？哪里学的？看叶问学的，厉害吧？厉害。回教室吧。我刚对你说的那些，你听了之后是怎么想的？现在学习最重要，我暂时没心思考虑儿女情长，这些事情还是等1个月后再说吧。王浩然这回答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属实有点渣。回想一下，我之前是有些冲动了。王浩然所说的话很对，现在不是谈这些事情的时候。昭昭，李伯伯让我去校门口一趟，应该是给我送吃的来了，我们一起去拿。韵涵姐，跑来跑去的好累啊，你自己去吧，我就在教室里等你好了。穆昭昭将2个球夹在课桌边上，一副懒懒散散的样子。让你以前狂吃木瓜牛奶，现在知道累赘了。我也后悔啊，要是能分一半给韵涵姐你就好了，这样韵涵姐你就完美了。秦韵涵那个恨啊，忍不住伸手去敲穆昭昭的头，不过被机灵的穆昭昭给躲开了。秦韵涵，你去哪里呢？真伪，关你什么事？离我远一点。我也想离你远一点，可是我控制不住我的心啊，我的心在驱使我靠近你。这城里的女生皮肤真好，长得也漂亮，比村头张寡妇要好看1万倍。老头子果然没有骗我。表哥，你可得帮我报仇啊！这真伪平时招呼都不打，却仗着和我沾亲带故，经常在学校横行霸道，碰到硬茬才想起我来了。你特么又惹谁了？我不认识，他莫名其妙踹了我一脚，然后抓着我丢进垃圾桶里。不认识人家打你做什么？你特么要是不说实话，那就给我滚蛋！我说的是真的。那打你的人长什么样子？长得有点帅，不过比表哥你差远了。年纪和我们差不多，但穿的一身不知道洗了多少次的破衣服，看着像是农民工。那个人和你说了什么没有？他就警告我以后离秦韵涵远一点，不要再烦他了，否则见我一次打我一次。我当然不服气了，就说让他等着瞧，我一定找我表哥过来给我报仇。表哥，你知道那小子怎么说的吗？他说我表哥算个屁，要是喊你过去，他连你一起打。但这反派光环也太特么能拉仇恨了，自己什么都没做，就莫名其妙多了个仇人。真伪口中这个人很可能是个主角。表哥，你赶紧帮我叫人，我们一起去教训他。你莫名其妙被人打了，不会去告诉老师吗？告诉我有个屁用！老子3好学生，怎么可能去干这种勾当？给我滚犊子！离开真伪的视野后，王浩然给秦韵涵打了一个电话。我正想找你呢，那个。别急，你缓口气慢慢说。我爸给我安排的保镖他来了。不是说过几天才到吗？怎么突然就来了？我爸是跟我说过几天才到，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提前来了。那你刚才见过他了？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叫萧逸峰，穿得破破烂烂的，土气的要死，跟个乡巴佬一样。我才不要这种人当保镖，你要帮我啊！萧逸峰，这名字一听就能感受到满满的主角气息。帮你可以，但我总得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吧。我问你，真伪被打也是这萧逸峰做的吧？那乡巴佬土气是土气，但口气是真不小，说有他保护我，天王老子都伤害不了我。我当时就不服气了，就随便一说，他要有能耐的话，就帮我赶走真伪这只苍蝇。结果他二话不说，直接从栅栏翻进了大门，踹了真伪一脚，和真伪说了一番话，然后就像是丢小鸡一样，把真伪丢进了垃圾桶。我知道真伪是你远房表弟，我当时只是顺口一说，你不会生气吧？我有什么可生气的？真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活该。今后他再敢骚扰你，你告诉我，我帮你教训他。那真伪长得那么磕碜，居然还想追自己，简直就是异想天开。现在有王浩然出面，他肯定不敢造次。女主之一秦韵涵对宿主好感度提升10，当前总好感度为20，非常友善。宿主改变剧情走向，获得反派点200。对了，你不是说有办法阻止萧逸峰入学吗？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我哪知道这个萧逸峰会提前几天过来，暂时还没去办。不过你放心吧，这事我今天之内一定办好。那就太谢谢你了。你别以为这样就没事了，他哪怕没法入学，你依旧甩不开他。说的有道理，那我该怎么做呢？你晚上住哪里？我爸给我在学校附近买了一套别墅，我平时都是住那里的。如果你不想跟萧逸峰住一个屋檐下，那你今晚不要回别墅住。按照校花保镖的常规套路，秦开应该会安排萧逸峰和秦韵涵住在一起。哪怕秦韵涵讨厌萧逸峰，但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然后萧逸峰再救几次秦韵涵，到那时候秦韵涵肯定就倾心于对方了。那小别墅中就我和周昭2人住，我爸怎么可能让萧逸峰一个男的住进来？原来秦韵涵还是和穆昭昭住在一起的，那这么说穆昭昭很可能也是女主之一了。你别看萧逸峰是个保镖，既然你爸能找这么个年轻人保护你，肯定对他非常放心，安排萧逸峰和你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这没什么不可能的。那不去别墅，我晚上住哪里啊？住在一个萧逸峰去不了的地方。那是冰山女总裁，却为了闺蜜的儿子失魂落魄，只因闺蜜儿子救了她，她
她就把闺蜜当阿姨夸，惹来闺蜜的一顿臭骂，还只能笑哈哈。唐冰云脑海中不断浮现那张俊朗的年轻面孔，不经意间，他冰山般的俏脸竟也露出一抹甜甜的笑容。是谁这么讨厌，竟然这个时候来打扰我？唐冰云一看来电，脸上的冰霜顿时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欣喜雀跃的神情。唐阿姨，你在忙吗？不忙不忙，我现在正闲着。那一2000多万我已经让人给你打过去了，你收到了吗？我收到信息，已经到账了。收到就好。你现在在干嘛呢？刚吃完晚餐，一会准备上晚自习。对了，有件事情想请唐阿姨帮个忙。什么事情？你直接说，不管多难我都帮你办到。没有多难的，其实就唐阿姨一句话的事情。一峰，韵涵就住在这小别墅里，你以后也住在这里吧，方便保护她。秦叔叔，你这么放心我？我既然找你来，当然相信你的人品。就是这别墅有点小，除了韵涵外，昭昭也住在这里，稍微有点挤，不过房间肯定是足够的。昭昭，这是韵涵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她全名叫穆昭昭，你还没见过，等他们放学回来，你就会看到了。工资的话是1个月5万，如果你觉得不满意的话，我们还可以商量。5万，我太满意了。以往老头子给我接的任务，雇主1个月才给我100块，而且还要拼命。相比起来，秦叔叔你真是太过气了。100，呵呵。秦开吃惊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应该是那个老头子克扣了他的工资。没想到今后要和2个大美女住一起，想想都觉得幸福。萧一峰表面看上去老实，但内心还是有点猥琐的。这个点，韵涵他们应该快回来了。秦开话落，就响起了开门声。萧一峰立即望去，只见李博急急忙忙地走了进来，身后并没有美女的身影。韵涵和昭昭呢？我到学校接他们，等了半天也不见人，打了电话，大小姐直接跟我说要在学校女生寝室住，以后不回来别墅住了。宿主阻止主角萧一峰和女主秦韵涵、穆昭昭同住一个屋檐下，影响剧情走向，获得反拍点200。准是韵涵跟我闹脾气，故意不回来了。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老爷，现在可怎么办呢？韵涵从小娇生惯养的，突然住集体宿舍肯定不习惯，她住不了几天会自己回来的，随她去吧。一峰啊，我明天安排你到韵涵的班级里面去读高3，这样就方便你以后保护她了。我在乡下都没读什么书，怎么去读高3？人家哪会收我啊？不要紧的，韵涵就读的学校是一所私立学校，我和这学校的校董有点交情，把你弄进去读书，就我一个电话的事而已。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韵涵不想接电话，把手机关机很正常。可这唐冰云什么情况？他可是大忙人，掌管那么多生意，手机肯定是保持24小时开机的，怎么可能关机？如果不是关机，那就是唐冰云把我拉黑了。我没有得罪过他吧？秦叔叔，那我明天还能直接入学吗？可能要稍微缓一下。宿主幕后操控，阻止主角萧一峰入学，接近女主秦韵涵、穆昭昭，获得反拍点200。系统消耗500反拍点抽奖。很遗憾，宿主没有抽到任何奖励，是否继续消耗500反拍点抽取奖励？继续。很遗憾，宿主没有抽到任何奖励，是否继续消耗500反拍点抽取奖励？再来一次。恭喜宿主抽到价值2000反拍点的顶级黑客技术，是否立即激活使用？不亏不亏，立即使用。一瞬间，王浩然就从一个电脑小白蜕变成了顶级黑客。等下我就编写一个集定位、窃听、视频、拍照于一身的病毒，明天给秦韵涵送过去，截胡主角英雄救美，那不是简简单单。4日清晨，韵涵姐，我们今晚还是回小别墅好了，睡在这里好难受啊。你难道想跟那个乡巴佬住在同一屋檐下啊？不回去，绝对不回去，除非那个乡巴佬离开。穆昭昭见秦韵涵不松嘴，也只能讲义气的陪着他受罪了。韵涵姐，牙刷、杯子和洗脸巾呢？我哪里有这些？你叫我住寝室都不准备这些的嘛？那我们怎么刷牙洗脸？校园里不是有商店吗？去那里买就是了。这时候商店还没开门，那怎么办？要不我们晚上还是回小别墅吧？要不投降算了。到下面来一下，我带了一些生活用品给你。不，马上来。王浩然提着2个塑料袋，里面有新杯子、新牙刷和新毛巾等等一些生活用品，最重要的是还有手机充电器。你怎么知道我需要这些？呵呵，猜的。我不用想也知道，你一个满身公主病的大小姐，突然一下住寝室，会懂得准备这些才怪。寝室住不惯吗？我还是第一次住集体寝室，昨晚一宿都没怎么睡，这压根就不是人住的地方。这大小姐毛病真多，说话也不好听。什么叫不是人住的地方？这整栋女寝室不都是人吗？你从来没寄宿过，住不惯很正常。你不想住的话，我可以托人弄一间教师房给你住。教师房什么样的？比女生寝室肯定宽敞多了，是套房，有一室一厅一卫什么的。床的话肯定也软很多。对了，还有空调，比寝室的风扇可凉快多了。太好了，你帮我弄一间教师房吧，我一定能撑到考试结束。到时候赶走了萧一峰，我一定好好谢谢你，送你一份大礼。
什么大礼？我把昭昭许给你当女朋友，这份礼够大吧？好啊，那我等着。你走吧，有事再联络你。王浩然朝着秦韵涵的背影投去一个鄙夷的眼神。这个秦韵涵简直是把自己当工具人了，居然随意使唤。看来真是被身边的舔狗讨好惯了，认为别人的好都是理所应当的。还好我不是舔狗，公主病是吧？迟早会整治的你服服帖帖的。韵涵，那个王浩然为什么对你这么好？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啊？我长得天生丽质，花容月貌的，认识我的男生有几个对我没企图的？那你对王浩然有意思吗？他长得是挺帅的，性格我也觉得不错，当朋友还行，但要说喜欢那远远谈不上。昭昭，我刚才跟王浩然说了，等萧逸峰赶走后，为了感谢他，要把你送给他当女朋友。韵涵姐，你乱说什么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那些长得帅、家里又有钱的男生。我就逗王浩然玩的，怎么会真把你送给他当女朋友呢？好了好了，我以后再也不开这种玩笑了。校花闺蜜都快饿死了，她却把同学送来的食物。秦韵涵，我也是一番好意，你怎么能这样？哼，我就这样，你不服吗？踩了就踩了吧，我怎么可能会生你的气？不生气呀，那我送一份礼物给你，你在原地等着。有礼物送我，好。这一幕正好被通过充电器给秦韵涵手机植入病毒，戴着蓝牙耳机的王浩然听得正着。这秦韵涵的大小件毛病真是够重的，打翻食物也就算了，居然还用脚去踩它，简直欠教育。不过这真伪也是够贱的。不一会，秦韵涵就来到了王浩然教室外面，不过王浩然却是装作没有看到。许慕言、许校花，你好，有什么事吗？麻烦帮我去叫一下王浩然，就说我找他，让他出来一下。宿主的女主之一许慕言产生吃醋情绪，获得反拍点100。王浩然也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本来他只是因为看不惯秦韵涵，所以才故意为难一下他，哪知道秦韵涵和许慕言搭上了话。门口有美女找你。好大的酸味啊，是吗？王浩然蹭了一下站了起来，许慕言看得这幕，小嘴都忍不住撅了起来。宿主的女主之一许慕言产生吃醋情绪，获得反拍点100。这许慕言简直就是醋王啊，动不动就吃醋，不过正好方便我刷反派点。帮我去教育教育那个真伪，他烦死了。走吧，你和他说吧，我先回去了。翘首期盼着秦韵涵惊喜的真伪看到这一幕，顿时有点懵逼。以后离秦韵涵远一点，不要再骚扰他了。表哥，我不是骚扰他，我是喜欢他，在追求他。我只要坚持，他总有一天会被我感动的。论长相，你特么也不照照镜子，歪瓜裂枣的，还异想天开能追到秦韵涵那样的美女，你脑子被驴踢坏了吧？论家世，你家撑死也就几千万资产，秦韵涵呢？她是秦开的独女，未来要继承将近100亿的大公司，你给人家提鞋都不配。真伪被说的哑口无言。秦韵涵，你是没希望追到的，放弃吧。你怎么说也是一个小富二代，家里也有个小几千万资产，追个家世普通的漂亮女孩，那不是简简单单的事情吗？非要做舔狗好玩是吗？表哥，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无非就是也看上了秦韵涵而已。你特么的还真是够机智的呀！没错，我就是看上她了。你特么最好别给我捣乱，否则我弄死你！表哥，我错了还不行吗？我以后再也不骚扰秦韵涵了。不过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要求？屁话还真多，什么要求啊？就是等你上手了以后，能不能拍个小视频，让我好好瞻仰一下？滚犊子！不拍就不拍，替我做什么？宿主节胡主角萧逸峰搞定秦韵涵的追求者，获得反拍点100。这奖励也太少了。这秦氏集团秦开的千金，长得真是水灵，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水灵的小姑娘。等绑到她了，我一定要好好试试滋味。雇主都说了，只能绑人，这姑娘的头发一根都不能动，否则我们就收不到200万尾款了。那真是可惜了。叹个屁的气，有了钱还怕没有小姑娘吗？说的是，等做完这票，一定要好好玩一段时间。两人轮流盯着校门口，殊不知在他们的不远处有一双目光正盯着他们。这人就是主角萧逸峰，以萧逸峰的身手，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搞定这2个混混，但是他却没有这么做。等他们对秦韵涵动手的时候，我再出面阻止，这样秦韵涵就会意识到我的重要性，那么对同住一个屋檐下也就没那么抗拒了。和2个大美女住在一起，想想都觉得刺激，嘿嘿。5号，王浩然一边学习一边监听着秦韵涵那边的动静。我这有道题不会，你能不能教我啊？这么简单的题，许慕言不可能不会做，那他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真是风水轮流转啊！之前我总借着学习接近他，现在位置却是调换了过来，被校花倒追的感觉真是让人愉悦啊！这道题目很简单的，我教你。许慕言欣喜地坐了下来，将头微微歪向王浩然的肩膀。突然，王浩然的耳机中传来了一些交谈声。韵涵姐，我们要不要回小别墅一趟，把我们的衣物拿回来？谁知道萧逸峰有没有在小别墅，还是别去吧。那我们总需要换洗的衣服啊，要不然李伯伯送。你傻啊！李伯伯虽然年纪大，是我们长辈，但毕竟是男性啊，我们那些隐私衣物怎么好意思让他整理？说的也是，可如果不回小别墅拿衣服，我们穿什么啊？
大街上不多的是吗？趁现在午间休息，我们出去多买一些回来。你出钱，我1毛都没有。小气鬼，你又不穷，这样也太抠门了吧？带，算了算了，我出就我出吧。韵涵姐真好。你怎么不说话呢？我突然有点事情，先不和你说题了。许慕言看着王浩然直接起身离开教室，顿时感觉有点小委屈。王浩然一出来就发现守在校门口的2台车，那面包车里的2个人看起来极为不善，车里还有小刀和绳子，看来不是什么好人。后面那台车里那个穿着破衣服、土里土气的，和真为描述的一样的年轻人，应该就是萧一峰。这萧一峰昨天刚到城里，穿的土里土气也就算了，今天居然还这么穿，难道所有主角都有装逼打脸的恶趣味吗？系统消耗100反派点，查询萧一峰的信息。这萧一峰是开了挂的吧？20岁拥有宗师级医术就算了，居然还有15年的内功功力。系统里兑换1次内功需要1500反派点，却仅只有3年功力，15年功力相当于要花7500反派点，这可是大数目啊！王浩然去找了个地方方便观察校门口，约莫5分钟的样子，他就看到许慕言和穆昭昭拦了辆车走了。守在校门口的2辆车就像狗看到肉包子一样追了上去。小帅哥去哪里？往前直走，我一边给你指路。好嘞。王浩然拿出手机，看着秦韵涵的 GPS 定位，给摩的师傅指着路。师傅，我赶时间，麻烦抄小路到商业街口那边。好嘞。15分钟左右，摩的就到了商业街口。以秦韵涵他们的速度，应该要10分钟左右才能到这里。面包车里的人应该会在秦韵涵到这里下车后才会动手。不过跟来的萧一峰倒是个问题。有了，车费8块。师傅，你这一天下来一般能赚多少钱？最多的时候200出头，少的时候100的样子。我觉得你今天能赚30万。为什么？摩的师傅显然没有听懂，愣愣看着王浩然。你会碰瓷吗？只要面包车里的人动手，我表现的机会就来了。到时候就下齐韵涵，他肯定会认可我这个保镖。同时因为受到这样的惊吓，他之后也会回到小别墅去住。这么一来，我就可以和他住在一起了。家丁和大小姐，嘿嘿。萧一峰忍不住脑补了一些画面出来，馋的口水都流到嘴边了。本来一趟只能挣800万，却一下赚了30万，只因他拉了个富2代大嫂来，让他去。怎么回事？萧一峰只顾着脑补画面，并没有注意到前面的情况。这开摩的的真是不长眼睛，大路是你家的吗？拐弯都不看车的。别管了，先追面包车。肇事逃逸犯法的。别啰嗦，快追。他才懒得管司机被怎么处罚，他一心都在博取大小姐的好感上。不行啊，车后跟着1排车，根本到不了车。那开摩的又躺在前车轮下面，这总不可能压过去吧？该死的！萧一峰下来见摩的师傅，并没有什么伤痕，就准备上前拉开，只是还没伸手，摩的师傅就鬼哭狼嚎起来。萧一峰只好作罢，等他抬头，才发现跟着的车早就没影了。王浩然提着刚买的衣服，装作路过的样子，朝着出租车靠近。咦，好巧，怎么你也来买衣服吗？是啊，我刚买完。你们也是来买衣服的吧？要不我陪你们逛逛，买完再一起回学校。王校草，我们买女人的东西，你跟来恐怕有点不方便哦，不好意思啊。这穆昭昭以前虽然没接触过，但应该是个温柔可爱的软妹子，不自觉的就让人好感大增。说的也是，那我就不跟着你们了。系统花费100反派点查询穆昭昭的信息。不是，这负20的好感度是什么情况？王浩然忍不住再度打量了一下穆昭昭，感受到王浩然的目光，穆昭昭脸上的甜甜笑容愈发的浓厚了。这个穆昭昭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原来是个腹黑萝莉，挺能装的呀，居然有2副面孔。不过我和他也没打过交道，他怎么会讨厌我呢？难道就因为我是反派，天生被女主讨厌吗？那我先和昭昭去买东西了，有事我再联系你，再见。等等，你们应该还缺不少生活用品吧？比如床单、枕头之类的，需不需要我帮忙去买？对哦，那你帮个忙吧。那想要买什么样的呢？比如什么颜色、什么风格，大概跟我说一下。王浩然故意拖延时间。旁边有个男的碍事，还是按原计划直接动手吗？你仔细看看，不觉得那个男的很眼熟吗？那好像是王氏集团的公子大肥肉，大肥肉啊！我们顺带把他一起绑了，还能多赚上一大笔。走，你我翻身的时候到了。宿主截胡主角萧一峰击倒匪徒救下秦韵涵，获得反派点200。2个青年离开后，秦韵涵和穆昭昭依旧处于惊魂未定的状态中。他们应该是冲着我来的，你们不用担心。王浩然胡诌了一下，又装模作样的拨打王响的电话，告知他刚才发生的事情，让他处理一下。宛如，我以为你只是学习好，没想到居然还这么能打啊！不过你刚才怎么不追呢？让他们跑了多可惜呀！我毕竟就一个人，万一他们发起狂来对你们动手的话，我怕会顾及不到。伤了我倒是没事，但要是伤了你们，我一定会内疚一辈子的。秦韵涵和穆昭昭都不可思议地看着王浩然。女主之一秦韵涵对宿主好感度提升10，当前总好感度为30，非常友善。女主之一穆昭昭对宿主好感度提升20，当前总好感度为0，形同陌路。宿主影响剧情走向，获得反派点300。王浩然再度和秦韵涵聊了几句，就暂时兵分2路了。王少，
王浩然转头一看，只见母亲的秘书方璇提着袋子从非常低端的品牌店里出来。这方璇好歹也是总裁秘书，月薪少说也有小几万，为什么买这么便宜的贴身衣物？这么不会珍惜自己的吗？方秘书不用上班吗？我请了一会假，陪我弟弟来买一些东西。你弟弟？他去洗手间了。那意思是你现在应该有点空吧？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王浩然毕竟是他老板的儿子，方璇的态度自然是十分友好。我需要买一些床单、枕头之类的家居用品，是给女人用的，风格比较偏少女系。你是女人，挑选女人用的东西，肯定比我更加有眼光一些。原来这点小事啊，包在我身上。几分钟的时间，方璇就都选好了。王浩然看着也挺满意。姐姐回来了呀，这就是我弟弟了，叫方恒。看着年纪和我差不多，应该还在读书吧？去年高中毕业了，不过他成绩比较一般，所以没考上大学。姐姐，他谁啊？你跟他说这么多做什么？小恒，你怎么回事？对人礼貌一点，这是我老板的儿子。原来是个富二代啊！小恒，快给人道歉。富二代就了不起了，我为什么要向他道歉？方恒不以为意，方璇却急得要命，生怕得罪王浩然，然后一句话就让他卷铺盖滚蛋了。小恒，你真不懂事，连姐姐的话都不听了是吧？姐姐，我不是不懂事，其实我明白的，你就是怕被穿小鞋，所以才让我道歉，这真没必要。不就一个总裁秘书吗？不当就不当呗，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要是没工作了，我养你。方璇气得简直想给方恒一鼻斗，可却狠不下心来，只能替方恒向王浩然道歉。王少，我弟弟不懂事，你大人有大量，千万别跟他计较。这方恒长得丑，想的倒是挺美的，年纪不大，口气不小，连大学都没考上，哪来的底气？直接让方璇放弃月薪几万的总裁秘书工作？你当你是主角吗？不会吧？系统查询方恒的信息，没想到还真是个主角，主角光环才387，如果要灭的话也不是很难。不过一个没有威胁性的主角，简直就是行走的经验包啊！既然方恒是主角，那这么漂亮的方璇会不会是女主？姐弟是沙雕作者也太重口味了吧？方秘书，你弟弟年轻人嘛，脾气比较冲，我理解的，我也没生气，你不必道歉的。方璇闻言松了口气，方恒却不以为意，并不领情，看着王浩然的目光依旧是带着不爽。你们两个从样子上看，似乎不太像姐弟啊。我是养女，我和小恒没血缘关系的，不过我们两人的关系就像亲姐弟一样。果然如此，直接省了100反派点。方恒见姐姐跟王浩然聊挺来的，待着这里浑身不爽，向不远处的共享按摩椅。我去那边坐一会。我弟弟就那脾气，王少，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我都说了，没关系。方璇见王浩然似乎真没生气，这才完全松了口气。还有别的东西要选吗？就这些，没了。这应该是帮女生买的吧？是的，帮女同学买的。只是女同学吗？我看不止这么简单吧。方璇感觉王浩然似乎挺平易近人的，于是忍不住打趣了一句。我对小女生没什么兴趣，相比起来，方秘书这样的职场美女更吸引我一些。听到这话，方璇顿时有些尴尬起来。王少，你就别和我开玩笑了。如果我说我没跟你开玩笑呢？方璇完全呆住了，不知道怎么回应才好。不过王浩然却当先开了口。东西既然选好了，我还有事，那就先走了。王浩然也不等方璇开口，留下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后就离开了。姐姐，你脸色怎么有些不对劲？不舒服吗？有点，可能是工作太累了吧。王浩然出来后，找甄丽要了方璇的资料，然后联系了那家私家侦探社。另一边，肖一峰打电话给秦开，旁敲侧击地询问了一下秦韵涵的情况，得知秦开并没有收到什么勒索之类电话，也就松了口气。虽然一时想不通为什么，但结果是好的。你们大小姐暂时安全，今天的事情别说出去，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连你们秦总都要瞒着，否则你也吃不了兜着走。是。王浩然和秦韵涵、穆昭昭会合后，直接回到了学校，特地给你买的。之前还在因为王浩然突然跑路生气的许慕言，心情瞬间好了起来。看来这个家伙之前是真有事，其实还是在意我的。宿主撩动女主之一许慕言的芳心，获得反派点100。下午，王浩然收到侦探社那边发来的消息，知道了几万月薪的方璇为什么买衣服会那么节省了，也判断出方恒的能力只是刚刚获得。既然你是女主，好感度又因为接触少不好刷，那就只能直接点了，给方璇加薪，加10万月薪。方璇，从这个月开始，在你之前的月薪基础上每月涨10万。甄总，这是为什么？这是浩然说的。方璇此刻的心情很复杂，有欣喜，有纠结，有抗拒，有愤然。如果我拒绝，那王浩然一定会让甄丽开除我吧？如果我断了经济来源，一时找不到好工作，患了尿毒症的妈妈怎么办？轮椅上的爸爸又该怎么办？还满意吗？为什么？你其实懂的，何必多问呢？我需要付出什么？电话里面不方便聊，今晚10点我在一家大好酒店等你，房间号到时候发你，你过来我们当面谈。方璇甚至连开口回应的机会都没有，王浩然就挂断了通话。不过方璇也知道他没有拒绝的勇气。不知不觉间，夜幕已经降临。甄总，我想提前走，可以吗？当然可以，去吧。酒店，王浩然洗了个澡出来，就收到了私家侦探发来的消息。
方恒去了古河街，那肯定是去赚钱的，而且很大可能性会赚到，甚至是会赚到很多钱。这也就意味着想从方璇身上获得奖励将很难很难。那未来如果和萧逸峰这个棘手的人物冲突，我的处境会十分不好，这可不行。他准备出卖自己，为了加10万的月薪，就和集团太子爷来到酒店。只因他的母亲患有尿毒症，父亲重伤坐轮椅，弟弟不务正业，懂事的他已经不堪重负。你家里的情况我了解了，你只是养女而已，这些年你至少也为你养母付出了将近100万的医疗费，这值得吗？在我看来，他们和我的亲生父母没有两样。真是个有孝心的女人。不过治疗尿毒症是一个巨大的无底洞，你很需要钱，而且是一大笔钱，这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而我可以提供给你钱1000万。方璇怔了一下，显然没有意料到这情况。女主之一方璇对宿主好感度提升20，当前总好感度为0，形同陌路。宿主影响剧情走向，获得反派点200。好感度先是负的呀，想一下也正常，毕竟碰到这种事，搁谁身上谁都会厌恶。不过我也只能这么做，所以你应该懂我的意思了吧？方璇紧抿着嘴唇点了点。他既然会来这里，其实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那边是淋浴室。方璇踏着略微沉重的步伐进去，趁着这时间，王浩然拿起了方璇的手机，把之前做的病毒弄了进去。半个小时之后，方璇才出来。我还以为你躲着不出来呢。王浩然调侃了一句，见方璇站着不动，顿时皱了皱眉。你应该有25岁了吧？难道还用我教你吗？事实证明，方璇还真需要教。宿主夺取女主方璇成功，获得反派点1000，方璇女主光环减50，方恒主角光环减50，宿主反派光环加100。傻，女主的光环也可以加到反派光环上，这狗系统当初怎么就没解释清楚呢？此刻的王浩然决定不再只为成为主角氪星努力了，而是多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成为女主收割机。女主之一方璇对宿主好感度提升20，当前总好感度为20，非常友善。好感度提升是什么鬼？嗨，难道是因为我的身体素质好？你以前没谈过男朋友吗？我养父养母，收入不高，好不容易供我上大学，我一门心思读书，直到毕业之后就进了国色天香工作，受甄总器重，当了总裁秘书，收入比较可观了。家里又发生噩耗，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心思去谈这些事情。原来是这样。这时，王浩然的手机响了，是私家侦探传来的消息。方恒在古河街淘到了一个古瓷碗，当场被一个买家看中，花了500万买了下来。现在方恒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还好我的动作快一步，现在就算他发财了，也改变不了多了一个姐夫的事实。你应该在意流言蜚语吧？我想谁都不会喜欢这个。你为什么这么问？看来我猜的对，所以给你的那1000万，我已经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分几次给你，以后不会有闲言碎语议论你的。王浩然开始忽悠起来。方璇虽然好奇，但却也没有多问。在他看来，王浩然的零花钱都是百万千万的，不像是会赖账的人。那休息吧。我习惯一个人睡，你回去吧。王浩然冷不丁的一句，直接将方璇惊呆了。这也太无情了吧，居然现在让我回去。他沉默了一阵，最终应了一声好。方璇心里虽然不乐意，但是却也不敢违背王浩然的意愿。嘿嘿，现在方恒赚了大钱，在回去的路上，只要方璇一回家，方恒肯定会迫不及待的分享喜悦吧？那场面肯定相当有意思，哈哈。今天去校外守了一天，肯定辛苦了吧？来喝点茶。不辛苦不辛苦。萧逸峰勉强挤出一些笑容，心里却是特别的郁闷。有没有发现对蕴含不利的可疑人物？没有任何可疑人物，如果有的话，我肯定直接逮住他们了。萧逸峰睁眼说起瞎话来，连草稿都不用打。那就好。秦叔叔让我入学的事情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办好了？萧逸峰有些期待地问道。他自从见了秦韵涵之后，就恨不得时时刻刻地待在秦韵涵身边。安排你入学的事情还需要缓几天？还要等啊？以秦叔叔的财力和人脉，办个入学都这么难吗？当然不难，只是等入学手续需要时间的。秦开欺负萧逸峰不懂，忽悠了起来。事实上，他今天去唐冰云公司，直接被拒之门外了，连根毛都没见到。我秦开在清陵市也算是1号响当当的人物，何时这么不受待见过？虽然你唐冰云是校董，但唐家可不是由你唐冰云说了算，我还不信治不了你一个20几岁的小姑娘。那秦韵涵住校的事情呢？秦叔叔难道就这样任由着她？韵涵是我女儿，我太了解她了。她从来没住过集体宿舍，绝对不会习惯那种环境，而且也没有回小别墅这里拿生活用品和衣服。她撑不了几天就会自动回来的。秦开说着，已经开始脑补起自己这个娇惯了的女儿抱怨住宿环境差的烦躁神情了。韵涵姐，这里比宿舍好多了啊。这里是还不错，我爸要是不将那个乡巴佬赶回去，我要在这里住到毕业。当然不错了，你们2个小娘们知道我花了多少钱吗？王浩然听到耳机里传来的交谈声，忍不住抱怨了一句。老师白天说明天要开家长会，还有校董来亲自致辞，所有同学都要叫家长过来，你打算怎么办？我就我爸一个亲人，除了他我能叫谁？不过他肯定是不会来的，反正我从小到大的家长会他一次都没有来过，我也懒得叫了。
大不了我明天在教室外面站一天呗，有什么了不起的？哼！这秦韵涵虽然满身公主病，也比较自我，但从刚才的话来判断，她内心还是有很脆弱的一面。那我是不是可以从这方面找寻一下攻略她的机会？晚上12点，方璇刚回到家一会，方恒就跟着到家了。小恒，你怎么这么晚回来？又去网吧上网了是吗？姐，我没有去上网，我是去赚钱了。方恒的脸蛋因为激动已经有些泛红。你连一门手艺都没有，能去哪里赚钱？谁说我没有手艺？我这门手艺今晚就让我赚到了整整这个数。5块？不是。50？也不是。500？是500万。方恒等不及了，直接张口说了出来。500万，我看你是玩斗地主赚了500万金币吧？方璇不由得损了一下他，不过马上意识到了什么，再次认真问道：“你真赚了500万？”对，是真正的500万。这钱你是怎么来的？是这样的，我最近在看一些古玩的书籍，学到不少东西，于是就去古河街那边实践了一下，结果凭借我学到的知识，居然真淘到了一个古瓷碗，这500万就是卖古瓷碗的钱。方恒煞有其事地解释着，黄金纸的事情太惊世骇俗了，他怕姐姐听了不信，所以就编造了这么一个谎言。你看了一些古玩书籍就会鉴宝了？姐姐是真的，我没有骗你，这钱真是我自己赚到的，不偷不抢。您要是不信，我可以发誓。不用发誓了，我相信你。我相信那个碗卖了500万，而那个买碗的人肯定是王浩然找的托。这弟弟居然还傻乎乎的，真以为自己会鉴宝了。王浩然想的还挺周到，这样钱有了正当的来源，我也不用担心闲言闲语了。晚了，早点休息吧。方璇转身想回房，不过扭身的时候，一阵钻心的疼袭来，差点让他跌倒在地。姐姐，你走路怎么都走不稳了？一定是因为我赚了大钱的事情，所以太激动了，对吧？是啊，是啊。姐姐，我看你明天辞职算了，秘书的工作累死了，以后我养你啊。方恒目光灼灼地看着方璇，他对方璇有亲情，但更多的却是另外一种特殊的情愫。以前方恒因为自卑，所以一直藏在心里，但现在不一样了，他能挣大钱了。你有这个心，姐姐就很开心了。不过工作我还是要继续做下去的。那好吧，姐姐要是哪天不想工作了再辞职吧。傻弟弟啊，我要是不去工作，你怎么可能赚到这么多的钱啊？500万啊，你真以为天上有钱掉呢？宿主幕后操控，这是主角方恒赚取第一桶金后向女主方璇炫耀失败，获得反派点200。王浩然不由得露出了一些笑意，一切都按照他预想的那般发展着。系统查看反派点。反派点3300，给我兑换2份3年的功力。已花费3000反派点兑换2份3年的功力。查看战力值。战力值559。仅6年的内功功力就从原本的289提升到了559，虽然和萧逸峰的983战力值还有不小差距，但这个提升还是可以的。不过要和萧逸峰正面刚还是远远不够，必须要多刷反派点和光环点才行。王浩然想到这里，立即给真丽打了个电话。宝贝儿子还没睡呢，怎么突然给妈妈打电话了？明天学校开家长会，妈妈明天很忙，要不照旧吧，可以吗？王想和真丽各自掌管着一家公司，以往家长会的时候都是由司机带去的。不过真丽已经打定主意，如果王浩然开口要他去，那么他就一定会去。不照旧，但也不用你来。这次我想换一个人过来。没问题，你想让谁去？你秘书。次日，在为家长会的事情伤什么？对啊，不过都习惯了，反正我爸从来都不会来参加家长会，大不了下午的时候我在教室外面站一下午就行了。我爸妈也从来没参加过家长会，都是让人带他们来的。看来我们一样啊。秦韵涵闻言，只觉得和王浩然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他看向王浩然，有种找到了知音的感觉一般。女主之一秦韵涵对宿主好感度提升5，当前总好感度为35，非常友善。宿主影响剧情走向，获得反派点100。那以前的家长会，你都是叫谁来的？李伯伯，就是我们家的管家，不过这次我不想叫他。秦韵涵现在和家里闹别扭，所以家长会的事也没和家里说。不叫他，你可以另外叫个人来，总好过下午在教室外面一直站吧。我就算要叫人，也需要通过我爸爸帮忙。我最近不想和他说话，才不要打电话给他呢。要不要我帮你喊一个？这个可以有啦。那好，稍等一下。王浩然当即拨了一个电话给真丽，花了几秒钟，简单利落的说完事情，就将电话给挂断了。搞定了。以前和你都没怎么说过话，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不怎么好相处的人，原来你这么好呀，谢谢啦。小意思。和大家一样，是个苦逼的打工仔，年仅30，依旧碌碌无为，连个女朋友都找不到，却一个意外让他穿越到了富二代反派身上。从此，他立志成为主角克星，女主收割机。这不，昨晚刚拿下女主没几分钟，就无情的让人家离开，今天又把人家抓来当工具人。方秘书，你不舒服吗？王浩然明知故问的说道。昨天太累了，是有一点不舒服。那我找秦韵涵拿钥匙，带你去她的住房休息一下。不一会，两人就来到了秦韵涵所居住的房间内。谢谢。不用谢，嘿嘿。你好吃。宿主夺取女主之一方璇，获得反派点500，方恒主角光环减25，方璇女主光环减25，宿主反派光环加50。王浩然心满意足地收下奖励，和方璇走出房间，没几步就遇到了宋真宇。王浩然吓了一跳。真宇姐姐，
没大没小，叫宋老师。这是我姐姐，不是外人。刚才她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带她来这里休息了一会。你姐姐啊？你好，我叫宋真玉，是王浩然的班主任。你好，我叫王璇。两人礼貌性的握手，随即松开。宋真宇却是皱了皱眉，因为感觉和方璇握了一下手后有点黏黏的。不好意思，我刚擦了一点护手霜，没摸匀。方璇欠声说着，拿了一张纸给宋真宇，眼睛却是不经意了瞥了王浩然一眼。没关系，家长会快开始了，我们过去吧。浩然，唐阿姨好。王浩然很礼貌的喊了一声。唐冰云听到这个称呼，小嘴明显抽搐了一下。这位是你的？我姐姐。姐姐，据我所知，真丽姐似乎就你一个儿子吧？干的，干姐姐。原来如此。你好，我叫唐冰云。唐阿姨你好。方璇也想随着王浩然喊阿姨，不过立马意识到自己年纪似乎要比唐冰云大1-2岁，就及时止住，这也让唐冰云好感大增。咦，王小姐，你的口红好好看啊，是什么色号的？我和她年纪相仿，她又是王浩然的干姐姐，这可是一个拉低辈分的好机会，不能错过。是枫叶红的。这颜色和你很搭，王小姐不但长得这么美，还很会化妆打扮呢。没有啦，我自己随便化的，妆很粗糙的。唐小姐，你才是真的漂亮，妆容也更加好看。两个漂亮的女人开始互相商业吹捧，那简直是一副不到天黑誓不罢休的架势。对于女人聊的那些东西，王浩然自然不感兴趣，于是将头一瞥，看向别处，不经意间看到了一个本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人。萧逸峰东张西望地打量着周围的漂亮女生，很快，一个十分貌美的女生吸引到了他的注意。这女生正是许慕言。萧逸峰初次见到秦韵涵时，感觉惊艳无比。此刻瞧见许慕言，内心的感觉也同样如此。萧逸峰眼馋，立即上前去搭讪。王浩然远远地望着，对这一幕丝毫不觉得奇怪。这主角就好比是狗，而女主就像是包子，狗见到包子怎么可能不馋呢？许慕言本是楚白剧情中的女主，不过楚白凉了，许慕言的女主身份却还在。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世界潜移默化之间，许慕言应该是纳入了萧逸峰的剧情之中。王浩然并没有去阻止萧逸峰搭讪许慕言，因为许慕言不同以往，现在的他已经心有所属。果然，萧逸峰一句搭讪的话还没说完，许慕言就一脸厌恶地走开了。虽然萧逸峰碰了一鼻子灰，但不妨碍他继续看其他女生。突然，他又恢复了那副垂涎的模样，因为他看到了大小姐。大小姐身边的那个娃娃脸、爆炸身材的女生，肯定就是穆昭昭了吧？这长得可真是漂亮啊！萧逸峰忍不住吞了好几下口水，内心歪歪了起来。王浩然打量着萧逸峰，不由得惊疑起来，倒不是因为发现萧逸峰是个色批，而是意识到了一个问题。按照都市爽文小说定律，战力值高的主角走到哪里，哪里就没好事发生，就好比柯南那部剧一样。现在萧逸峰出现在这里，一定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而且多半会牵连到秦韵涵、穆昭昭，不能让萧逸峰继续留在这了。对于这种小事，王浩然懒得亲自动手，直接将电话打给了范建、范通、秦寿生三兄弟，吩咐了一下，很快就响起了三兄弟的怪叫声。你谁啊？好像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吧？哪里来的？看他这样子鬼鬼祟祟的，一看就不是好人，准是来这里偷东西的。保安在哪里？听到动静，保安立即走了过来，向萧逸峰要学生证。萧逸峰自然拿不出来，保安见状立即就起疑了，想要将萧逸峰给扣下来。不过萧逸峰战力值高超，本身就自命不凡，又哪里会束手就擒，直接转身逃走了。保安去追，连灰都没吃上。对于这个结果，王浩然并没有感到意外，他只是想赶萧逸峰离开而已。现在目的达到就行了。半个小时过去了，并没有不好的事情发生。难道将萧逸峰赶走了，不好的事情也跟着没了吗？着火了，快跑！哎，果然没好事。会议厅中场面直接失控，变得乱糟糟的，人挤人的，发生踩踏事件已经不可避免。很不幸，穆昭昭就是一个倒霉蛋。真不愧是有女主光环的人，麻烦事情可真多。我来背你。方璇愣住了，他还以为王浩然会丢下自己去跑路呢。女主之一方璇对宿主好感度提升时，当前总好感度30，非常友善。宿主影响剧情走向，获得反派点200。愣着做什么？快点啊！哦。王浩然将方璇背出来后，接着再度跑进大楼中。秦韵涵，你脚没受伤，自己走。穆昭昭，我来背你，快点上来。女主之一穆昭昭对宿主好感度提示20，当前总好感度为20，非常友善。女主之一秦韵涵对宿主好感度提升10，当前总好感度为45，非常友善。宿主影响剧情走向，获得反派点500。谢谢你。穆昭昭刚扶到了王浩然的背上，王浩然立即感觉自己的背让两座绵软的大山被压住了。就目前来说，王浩然还没见过哪个女主有穆昭昭这么凶的。安全脱身后，王浩然瞬间感觉有种说不出的疲惫感，直接一屁股往地上一坐。宿主结胡主角将秦韵涵和穆昭昭从火场中成功救出，获得反派点500。萧逸峰主角光环减25，宿主反派光环减25。浩然，你怎么样了？有没有伤到哪里？没事，就是有点小累。你太勇敢了，作为你的班主任，我以你为荣。别坐地上了，有点脏，我扶你起来吧。我是看你可怜才过来扶你一下的，你可别想多了。王浩然一笑，也不揭穿他。怎么不见温静过来呢？今晚我不想回去了。
王浩然扫了一眼信息，赶紧收起手机，没让别人瞧见。好家伙，果然最热情的还是这个深恋自己无法自拔的妹子啊！小伙子，感谢你把我家昭昭救出来，老头子给你鞠躬了。本分而已，老人家别这么客气了。看看小伙子，你这般舍以为人，还这般谦逊有礼，真是难得啊！宿主提升配角木从对自己的观感，获得反派点200。这人居然还是配角。木从之后，大家都来向王浩然问候，所说的全是夸赞之语。王浩然此刻哪怕感觉疲惫，也觉得这些付出很超值了。如果不是赶走了萧逸峰，那么迎接这些夸赞的，那必然会是萧逸峰了。要知道，这个地方光是女主就有6个，要是让萧逸峰大出风头，那以后估计能在学校横着走。对于王浩然来说，这简直就是噩梦。他们第一次见面，他却骂锦花有病，锦花非但没生气，还一脸欣喜的把他带到一个无人的角落。你说说看我哪里有病了？如果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就让你弟弟尝尝瓜子的味道。如果我没看错，你的右边膝盖受过伤。看来小弟弟还是有点东西嘛。你走路的时候有些不协调，虽然一般人看不出来，但我这种医术高超的人不仅能看出，还知道是后天造成的。其实早在林端雅刚出现的时候，因为是美女的原因，直接被王浩然用透视看得透透的了，连她的战力值188和女主光环465都被系统查了出来。你懂医术？我家祖上是名医，所以从小我就学习不少医术。刚才我一看你走路，就知道你受过伤，而且我推测你这伤有3年以上了，并且受的还是毒伤。3年前，我右边膝盖的确被一把毒匕首刺伤过，后来莫名的疼痛，去医院治疗了几次，可总是不见好。不过大部分时间没什么影响，所以一直也没怎么在意。你这种情况，如果放任不治疗，不出1年绝对会瘫痪。那怎么办？你既然能看出我的病情，应该能医治吧？当然。王浩然有至尊毒经，能杀人，自然也能救人，只不过是方式不同罢了。我可不想瘫痪，你救救我好不好？需要什么报酬你说。我家祖上传医有规矩，只收1文钱治疗费。当然，为了与时俱进，现在改成1块了。除此之外，药材费你自理就行了。那我先谢谢你了。不过有件事你需要记住，我帮你治疗可以，但你不能将我治病的事情告诉别人，并且你也绝对不能让其他人治疗你的病。我会记住的。我一有空就会去配置治疗的药物。现在问你要问的事情吧。好，在火石发生之前，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人物出现？可疑人物有。是谁？有个人冒充学生跑了过来，被保安发现了之后，就打发人急匆匆的逃走了。你不好好保护韵涵，突然跑到这里来做什么？本来是在保护他的，可是发生了一点事情。萧逸峰一脸异色的解释着。你说你装学生混进学校里，然后被人发现，保安向你索要学生证，你却打了人逃了。秦叔说，是那保安实在有点欺人太甚了，我没有办法，所以才出手的。我找个律师帮你解决一下就可以了，问题其实也不大。律师没出面前，你暂时别去学校那边了，免得越弄越糟。正好我约了人，你跟我去个地方吧。唐老，许久不见，您依旧风采如昔啊。看看，老了，秦老弟才是真正的风采正盛。青宁市地产业这块蛋糕，秦老弟一个人怕是吃了不下60%。唐老谬赞了，我也就运气好一点。比起唐老您白手起家，在玉器行业打下一片屹立不倒的江山，我这根本不算什么。秦老弟，别站着，快坐。唐老这手链、色泽和切工真是极品，这要是放在外面市场，怕是最少值个1000万吧。秦老弟好眼力，不过我并不打算卖出去，因为这是我孙女冰云送的。就是掌管唐家半数生意的唐冰云小姐吧？她不但在经营管理方面的能力数一数二，还这么有孝心，真羡慕唐老有这样一个优秀的孙女。相比起来，我那个女儿实在太任性了，真是让我操碎了心。因为生意上的一些事情，我怕同行报复，所以我打算安排个保镖到她班上去上学。唐老惊异了一下，明白秦开来此何意。那保镖多大年纪？就是我身边这位。这么年轻，去上学完全可以的。不过秦老弟为什么不去找冰云呢？唐冰云小姐将我的手机号给拉黑了，并且我去她公司拜访，直接被拒之门外了。可我从来没得罪过唐冰云小姐，实在不明其中缘由，所以这才登门拜访唐老。这样啊，水泽教育集团的事情，我全部交由冰云打理了。冰云既然这么做，肯定有他的理由。我年纪大了，不太方便多做干预啊。老狐狸，唐老，目前我公司名下大时代广场那片地产正在招标租户，不知道唐老您是否感兴趣？大时代广场那可是寸金寸土的地方，我唐家的家业小，怕是承担不了那么高昂的租金。租金方面9成，您看如何？玉器行业近年来不景气，即便占了个黄金位置，所赚的钱估计都不够付租金。7成。秦老弟，你就别为难老夫了。5成。冰云这孩子很有孝心，他不想做的事情，我也不能逼他。3成。冰云昨儿才送了我这么昂贵的礼物，我能让他不开心吗？
一成。罢了，秦老弟既然执意如此，那我拼着损害我和我家孙女的感情，也要帮一下秦老弟了。糟老头子，老狐狸，一个微不足道的入学名额换3000万的租金，真是树老成妖，人老成精啊！唐老拿出手机给唐冰云拨了过去，明明是几句话的事情，可却聊了10几分钟才挂断电话。唐老怎么样了？冰云好像特别排斥你安排萧一峰入学，不过我已经表态，一定要将人弄进去。冰云说是10分钟后给我答复。秦老弟放心，你都这么有诚意了，这事我一定办到。学校此时大火已经扑灭，不过唐冰云并没有离开。浩然，秦开找到我爷爷，要将那个萧一峰安排到学校里面，也不知道秦开给了我爷爷什么好处，我爷爷似乎铁了心要帮秦开办到这事。如果强行让唐冰云和他爷爷撕破脸，阻止萧一峰入学，肯定会影响唐冰云对我的感情，那可就因小失大了。那就顺你爷爷的意吧。不过你也可以提一个要求。什么要求？萧一峰入学可以的，但是要走正常流程。什么正常流程？就是王浩然和唐冰云儿语了起来。唐冰云听完王浩然的话后，顿时露出一抹轻松而又欣慰的笑容。女主之一唐冰云对宿主好感度+5，当前总好感度为55，心生爱慕。宿主影响剧情走向，获得反拍点100。唐冰云立即拿出手机给他爷爷打了过去。唐老，是不是问题解决了？唐老面露古怪说道：入学没有问题，不过要从老爷，外面有公家的人来办事。我唐家清清白白的，他们到这里来做什么？我问了，他们说是来找秦总身边的小兄弟的。去看看。这城里的美女也太多了吧，又一个好看的大美女。现在怀疑你和一宗打人事件、一宗失火事件有关，想要请你回去协助调查，麻烦跟我们走一趟。美女，打人的事情我认，但是失火关我什么事？有没有关？调查一下就知道了，请跟我走吧。美女，很抱歉，我现在哪里都不想去。那可由不得你了。想动手是吧？不过后果自负。一峰，不要乱来，跟他们走好了，这事我会帮你解决的。萧一峰闻言虽然不情愿，但还是强行压下动手的心思。宿主幕后操控，致使主角萧一峰成为嫌疑人被抓，获得反拍点200。名字：萧一峰。性别：这么明显的特征看不出来。性别：请你配合我的工作，否则别怪我不客气。美女，生气对身体不好。用不着你管，你只需要回答我的问题。好，不过让你同事走开，我只让你一个人单独审问。林端雅自持本事，丝毫不怕萧一峰，直接让同事离开了。现在只有你和我了，可以好好配合我的工作了吧？性别：你有病！你别不识好歹，否则的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我说的是真的，你真的有病。你的右膝盖那里受了不轻的伤，大多时间如常，但是疼起来的时候却钻心入骨，难以忍受。萧一峰说完，等着林端雅露出震惊的表情，哪知林端雅只是有一丝小惊讶，要说震惊远远谈不上。你这个病如果不及时医治，半年内需要截肢才能保住性命的。所以呢，我可以帮你医治，不出半月，手到病除。那该怎么治疗呢？不用服药，只需配合针灸和按摩即可。只用针灸行不行？单用针灸去除不干净。萧一峰睁眼说起瞎话，以他的医术，只用针灸其实已经足够根治病症了，他就想多加一个按摩项目。那只用按摩行不行？原来你怕针灸啊，只用按摩其实也行的，就是治疗时间长一点，需要2个月以上。呵呵。宿主幕后操控，致使主角萧一峰借用医术向女主林端雅装逼丝带，获得反拍点200。你小子年纪不大，脑子里尽是些肮脏的东西。既然你不配合，那就先关你47小时，等第48小时的时候再来审问你。林端雅将空调温度调到最低，随即直接离开了审问室。喂，美女，你真的有病啊？你怎么就不信呢？喂，你回来啊！在去酒店的王浩然突然收到了私家侦探的信息，方恒又从古河街淘到一幅名画，有人出300-400万都没卖，现在去了康民医院。先不去酒店，去康民医院。王浩然对司机吩咐道：阿姨你好，我是你女儿方璇的朋友，是特地来看望你的。谢谢你们，请坐请坐，不过劳烦你们自己搬下凳子。哎呀，什么味啊，真是难闻死了！你这个老不死的，看你要死不活的样子，干脆早点去死了算了。你弄得满屋子都是一股臭味，我还怎么住？不好意思，该你添麻烦了。你也知道给我添麻烦了，那你还不赶紧去死？死了就清静多了，这样你女儿和儿子也少了一个大负担。方璇母亲沉默不语，她当然知道自己是儿子和女儿的负担，或许死了的确是一种解脱。就你家那条件，就算找到了肾源也没钱换，我就不同了。我儿子可有用多了，他已经联系到肾源了，用不了多久我就可以换肾了。把他给我扔出去！这中年大妈同样患有尿毒症，不但没有同病相怜之情，反而是疯狂的往人家伤口撒，连王浩然这个反派都看不下去了。
妈，你做什么？快住手！你这个混蛋，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天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年薪100万，你居然敢惹我，你等着吧！司机的内心毫无波动，转头看了王浩然一眼。喂，爸，天成公司很厉害吗？呸，一个破公司而已，估值连1亿都不到。宝贝儿子，天成公司惹你了是吧？真是活得不耐烦了，给我3天时间，我一定将天成公司弄倒闭了。不用这么麻烦，我就看他们公司的一个副总经理不顺眼，让他们把那个副总经理开除就完事了。好的，收到。我这还有事，先不聊了。这小子真是会自导自演，我儿子堂堂一个公司副总经理，怎么可能说开除就开除了？妈，不要说了，你够了。他刚才在气头上，并没有太注意王浩然和司机，此刻再打量一下，他立即就发现王浩然的身份不简单。这位大嫂，给我一次机会，我错了。再逼逼弄死你！苏主角胡主角方恒成功装了一波笔，获得反派点200，方恒主角光环负10，苏主反派光环加10。妈，小璇来了，你朋友特地带了水果来看我。谢谢你来看望我妈。不用谢。听到这话，方璇下意识地颤抖了一下。如果这个字再加上一道反锁房门的声响，那方璇怕是连站都站不稳了。这里没什么好招待的，我弟弟还在楼下买东西，你想吃什么？我可以电话给他。不用，我不饿。妈，我刚过来的时候，看到隔壁床的那对坏心眼的母子，神色好像挺难看的，发生了什么事啊？是这样的。方母听到方璇询问，将之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下。女主之一方璇对宿主好感度提升15，当前总好感度为45，非常友善。宿主影响剧情走向，获得反派点200。妈妈，我来了。方恒面带喜色的进来，不过在见到王浩然后，脸就板了起来。哟，你养尊处优的富二代来这里做什么？小恒，不许没礼貌，他是特地来看望妈妈的。不是献殷勤，非奸即盗。方璇有些不喜，但也没有继续斥责，毕竟方恒是他弟弟。小恒，这是你姐姐的朋友，你不许对人家不敬，否则我可要敲你脑袋了。好，隔壁床的那对讨人厌的母子呢？被赶走了，估计换床位去了，以后都不会住在这里了。怎么回事？方璇将从母亲那里听来的转述给了方恒。方恒一听，有些恼怒的看了看王浩然，他已经准备教训那对讨厌的母子，出长久以来受的恶气，哪想被多事的王浩然给赶走了。你平白无故对我家这么好，我看你是想追求我姐吧？追求你姐？你想多了，床单都滚了2次了，还追求个屁！装蒜，不是想追求我姐，那你凭啥对我家这么好？别以为你有几个臭钱就觉得自己了不起，钱我也有。这东西看到了吗？有人开价开到了400万，我都没卖。开价400万，准是王浩然找的托了。这傻弟弟怎么不把东西卖了呢？这是什么？赵孟俯的一马图，不过你肯定是不知道了。一旁的方璇只感觉好丢脸，在他看来，如果不是王浩然找托，这破话卖个几十块都难。小恒，这话真能卖那么多钱？千真万确，你儿子我啊，对鉴宝这个行当有着非凡的天赋，以后我们家绝对能过上富贵的生活。而且我已经花钱去托人到各地去找肾源了，等找到肾源之后，妈妈你的病就能治好了。小璇，这是真的吗？妈，是真的，家里有钱了，很多很多钱，以后我们家再也不会为了钱而发愁了。太好了，太好了，儿子有出息了。我对收藏画作颇有兴趣，你这银马图卖不卖？有人出价400万我都没卖，你能出多少啊？500万，你要是愿意，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打钱。好，成交。王浩然果然讲信用，说1000万还真是一分都没少。宿主幕后操控，这是主角方恒赚取第2桶金后，向女主方璇炫耀失败，获得反派点200。是你的了。王浩然没接，而是让司机带往，从始至终他都没有打开卷轴看一眼。以后你要是再淘到什么宝贝，也可以来找我，我绝对可以给你一个合理的价钱。那你可得准备几亿，甚至是几10亿了，不然我怕你到时候付不了账。放心，你拿多少来，我照收不误。好，这可是你说的。方恒觉得他继续掏下去，要不了多久就能把王浩然家底掏空一半，到时候就可以好好嘲讽王浩然一番了。你出来一下，有些话我想要和你说。1000万你已经给了，为什么还要答应我弟弟收取他今后淘来的宝贝？不然怎么办呢？我要是不收，谁会去收呢？到时候他一问行家，就知道之前的是假货，那么他得来1000万怎么去解释？告诉他其实是你赚来的。可是你当了2次托之后，我弟弟天真的以为自己真能鉴宝，他以后要是淘到了宝贝，你还真准备继续花几百上千万去买吗？还花钱去买？这怎么可能？我继续收，不过买古董的钱我会说打给你了。方璇恍然大悟，他可以对方恒说钱收到了，方恒要是索要钱的话，他完全可以找理由搪塞。你真聪明，难怪成绩那么好。我当然聪明了，以后方恒淘来的古董，我就可以完全白嫖，成为几10亿甚至是100亿富翁，就看方恒的了。宿主忽悠女主方璇成功，影响剧情走向，获得反派点200，方恒主角光环负10，宿主反派光环加10。系统给我兑换6年的内功。已花费3000反派点兑换成功。
酒店，王浩然刚进门，迎面就有一道倩影扑来，外面月明星稀，里面战火飞扬，也不知是过了2个半还是2个半小时，这场战斗才拉下帷幕。他打人放火，还调戏警花，警花却无可奈何。原来有个多金的雇主，直接给他导射出来。路上碰到一个老头躺在地上，本打算不予理会，不曾想是校花的爷爷。他上前轻轻拍打一下，老头竟奇迹般的移动3丈高。为了表示感谢，老头邀请他参加中午的寿宴。惦记老头孙女的他，自然不会错过。回到别墅后，只见金主正皱着眉坐在沙发上。入学的事情解决了，可以入学了吗？这太好了！秦开见萧逸峰这么兴奋，有些惊异的看了他一眼。我是觉得终于能更好的保护大小姐了，所以十分高兴。事实上，他认为只要能和大小姐在一起住，那就离他偷家的时候不远了。虽然能入学，但是有个小问题。什么小问题？就是你入学后和韵涵并不在一个班。不在一个班啊？同一个年级也行吧？也不是同一个年级。高2吗？是初1。什么？让我去读初1？这开什么玩笑？他现在19岁，去和一群11、12岁的小朋友一个班读书，别人指不定会认为他是智障，让人笑掉大牙。唐老那边虽然答应你入学，但因为你在村里没读过什么书，所以最多只能读初1了。秦叔叔，你看我这年纪去读初1合适吗？当然不合适，不过你又不是真的去读书的，你是要保护韵涵，读几年级根本不重要啊。可是别可是了，只要你能好好保护韵涵，我一定会弥补你的。那行吧，只要最后能拿下大小姐，一切都是值得的。受主幕后操控，这是主角萧逸峰入读初1，影响剧情走向，获得反派点200。韵涵姐，我们去吃早餐吧。别吃了，还是多留点肚子去你爷爷的寿宴上吃吧。穆昭昭爷爷今天过寿了。王浩然猜测穆宗的寿宴不会太平静，本来这些场所就是主角装逼打脸的高发地带，加上穆从本身就是一个配角，还有秦韵涵和穆昭昭2个女主都会到场，不发生点什么都对不起读者。想到这里，王浩然立即给王想打去电话。宝贝儿子，缺钱了吗？要多少啊？我直接打给你。不是缺钱，我是有事要问你，你认识穆从吗？穆从惹你了吗？真是活得不耐烦了，一个搞书法的居然这么嚣张，简直找死！宝贝儿子，你说吧，要我怎么对付他？他没得罪我，我是想借用你的名义，中午和你一起去给他贺寿。我有个朋友向他买过书法，我那时跟着见过他几次。这就行了，你准备一份贺礼，并且带一个医疗队以及一个保镖队去给穆从贺寿。贺礼我理解，不过带医疗队和保镖队是什么意思？你别管，带就完事了，要顶尖的那种，别人要是问，你就说给自己防身的。那好吧。中午，王浩然慢吞吞地朝着校门口走去，在半路很是碰巧地偶遇到了秦韵涵和穆昭昭。咦，王浩然，你这是要出去吃饭吗？我爸说是要参加一位书法名家的寿宴，要带我一起去见识一下。你爸说的那位书法名家，不会是姓穆吧？是啊，你怎么知道？如果我没猜错，你说的就是我爷爷了。我爷爷今天在大好酒店办寿宴。对，我就是要去呢。说起来，昨天我还见过你爷爷呢，没想到你爷爷还是一位书法名家。既然是去一个地方，那一起吧。3人刚走进宴会厅，就听到背后有争执声传来。哪里来的臭乞丐，想进这里蹭吃蹭喝？我可是你们穆老爷子邀请来的贵客。对看，那请柬呢？没有请柬。没有请柬就滚远点，别在这里碍事，冲撞了其他贵客，你担当不起。狗眼看人低，你确定不让我进去吗？你可别后悔啊！滚滚滚，赶紧滚远一点，别挡着门。好，我不挡着门，我在旁边等，一会有你好看的。还挺能吹牛的你，那我等着看你怎么让我好看。秦韵涵和穆昭昭见是萧逸峰，也没打算理会，直接离开了。王浩然却是朝门口走去，他要去解救将要被装逼打脸的工具人。这人我认识，让他进来吧。去，王少。宿主阻止主角萧逸峰打脸4里演迎兵员，获得反派点200。主角又怎么样？想在我面前装逼打脸，门都没有。萧逸峰见无人阻拦了，反而有点郁闷。扮猪吃虎才刚开始就被打断，这下他真成猪了，于是狠狠地瞥了王浩然一眼。王浩然察觉到对方的情绪，也不在意。反派和主角天生对立，何况他来就是为了阻止萧逸峰打脸的。此时王想绷着一张脸，似乎心情不是很美好。怎么了？我堂堂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总，身家几百亿的商业大佬，穆老头居然怠慢我，不请我去坐上席。你是突然到访的，也许上席位置满了，所以才没给你安排。满了又怎么样？他可以让别人让出来呀。他那些朋友的身份，难道还能比我尊贵？那你想怎么样？咱不受这气，走人。等生日宴过后吧，我想办法帮你出气。宝贝儿子，你有什么办法帮我出气？穆老头不是有个漂亮孙女吗？我到时候弄上手，完了再甩掉她。为了稳住王想，王浩然随口胡诌了起来。好啊，好主意呀，宝贝儿子，我支持你，你可得加油了。最好把他肚子给弄大之后，再把他抛弃掉，气死这个穆老头。你小声一点。王浩然脸皮抽搐了一下，赶紧制止。对，嘘。医疗队和保镖队带了吧？带了，保镖连武器都配了，在宴会厅外看守着，随时待命。穆老爷子，
小友，你可算来了，那边有上宾席位，正是为您特地留的，你待会就坐在那里。那就多谢穆老爷子了。穆爷爷，恭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王想刚才被怠慢了，对穆从不爽得很，因此并没有说话。小伙子，是你？我随我父亲一起来的。令尊是王想。原来王氏集团的王想竟然是你父亲。穆宗自持文人风骨，所以将不请自来的王想安排到末座。现在知道王想竟然和救自己孙女的王浩然是父子关系，立刻一改此前的态度。王总，刚才多有怠慢，还请不要介意，我另开一上席位，一会我一定敬你几杯当作赔罪。算你这老小子上当，无妨无妨。爷爷，这是我写的，送给你。好好，昭昭有心了。穆老爷子，刚才忘记了，我也给你准备一份寿礼。刚才萧逸峰没送，自然是想人多的时候再拿出来，毕竟这是他精心调制的丹药。此刻秦大小姐和穆昭昭在场，他立即就坐不住了。小友，这寿礼我不能收。穆老爷子，这份礼你一定要。这位同学，这寿礼我觉得你还是收回去。王浩然可以肯定萧逸峰手里的礼物不是普通货，自然要打断萧逸峰的装逼施法。我送我的寿礼，关你什么事情？我们都还是学生，就不要搞这些形式主义了。我和秦韵涵都是空手来的，你现在却送起了礼物，这不是故意给我们难堪吗？就是啊，昭昭是亲孙女带礼物来很正常，你又不是穆爷爷孙子，何必搞这一套？萧逸峰见大小姐也横插一脚，立即就为难了起来。小友，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你这么看得起我这个老头子，我已经很开心了，礼物你收回去吧。那好吧。他虽然心里憋屈，但也不得不将礼物收回。本来他送礼就是为了博取大小姐和穆昭昭的好感，总不能因为送礼把大小姐得罪了吧？宿主组织主角萧逸峰装逼，获得反派点200，萧逸峰主角光环负10，宿主反派光环加10。这个主角每次装逼都被操，扮猪吃虎成了珍珠，送礼装逼成了显眼包。原来这一切都在反派的算计中。就在主角准备在书法上找点存在感的时候，大小姐说话了：“就你这个乡巴佬，连书都没读过几年吧，还敢谈书法？”我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字还是会写的，不过不是用笔，而是用剑。多牛皮吹大了也不怕闪了舌头。穆老爷子，可否弄一把剑过来？不能低于30斤，越重越好。那好吧。今天是穆爷爷的大寿，舞剑似乎有点不吉利吧？王浩然直接打断穆宗的话，不给萧逸峰任何一点装逼的机会。干！年纪越大就越讲究。穆宗听王浩然一说，立即就犹豫了起来。舞剑写书法而已，又不是打架，有什么不吉利的？又不是你爷爷，你当然觉得没什么了。爷爷，我也觉得舞剑不合适，如果真要演示书法的话，用笔也是一样的。说的也是，小友，不如用笔代剑如何？我习惯了用剑写书法，用笔找不到感觉，还是算了吧。萧逸峰三番两次被打断好事，不由恨恨地瞪了王浩然一眼。宿主组织主角萧逸峰装逼，获得反派点200，萧逸峰主角光环负10，宿主反派光环加10。宴会差不多开始了，各位请落座吧。穆宗说完这句话就头一歪，直接倒在地上。爷爷，穆昭昭大惊失色，而见到这一幕的王浩然立即就吐槽了起来。不愧是主角，就这样了还有转机。都起开，我来看看。穆昭昭，你别担心，我能救你爷爷的。你会医术？有我在，你爷爷一定不会有事的。穆昭昭纳点头，正要移开一个身位。你说你会医术，那你有医生执照吗？我没那玩意，也不需要。见到萧逸峰承认，王浩然目光一转，看向穆昭昭说道：“你听到没有？他说没执照，你敢让他治吗？万一你爷爷本来没什么事，结果他一折腾出了什么事情，我怕你会后悔一辈子。”对，不能让你治，要是害了我爷爷，你担当得起吗？你爷爷现在要是不给我医治，怕是会有生命危机。昭昭，这里有专业的急救医生，还是让他们来吧。在哪里？爸，你的医疗队呢？就在外面候着，我马上叫他们过来。王想打了个电话后，没一会医生就来了。萧逸峰见状直接傻眼了，愣在原地不动，被医生粗鲁的推开了。宿主组织主角萧逸峰装逼，获得反派点300，萧逸峰主角光环负15，宿主反派光环加15。在医生的救治下，不多时，穆从就悠悠的醒转过来。我这是怎么了？爷爷，你刚才晕倒过去了，谢谢你救了我爷爷。我也只是拿钱办事的，要谢还是谢王总吧。王叔叔，谢谢您。侄女不用客气，我平时很少带急救队的，全靠我宝贝儿子。今天提了一句，真要感谢的话，你还是感谢我儿子吧。穆昭昭没有说话，只是深深的看了王浩然几眼。宴会之外突如其来的情形将大家都吓了一跳，而王浩然先是一愣，紧接着有种想要骂街的冲动。穆从突然发病也就算了，还特么来，这沙雕作者也真是够了。昭昭，我们是不是流年不利呀？刚从大火中脱险，怎么又遭遇到这种倒霉事情了？可能真是流年不利吧。大小姐，有我保护你们，不会有事的。秦韵涵看萧逸峰非常的不爽，直接忍不住开喷。
上次你去学校，我们就遇到大火，这次你一来宴会，又出现了匪徒，我看你就是一个扫把星。这怎么能怪我？就是因为你，要不是你麻皮的是主角，怎么会走到哪都出事呢？反正我遇到你就没好事，你离我远点，看见你就烦。不行了，我要在你身边保护你。匪徒在外面呢，你站在这里有什么用？要是你想保护我，你应该站门边啊。那我去门口守着。王浩然用透视看着外面保镖和匪徒的战斗，感觉有点不对。那帮匪徒也太傻了吧，明显冲不进来，不逃跑就是被抓吗？难道？王浩然想到一种可能，将目光收回，立即发现走向秦韵涵的服务员不对。王浩然抄起平底锅指示一下：“爸，这是……现在明白老爸为什么要给你找保镖了吧？”秦韵涵心有余悸，如果不是王浩然，他现在已经被挟持住了。上次深陷火场是王浩然救了我，现在王浩然又救了我一次，或许王浩然就是我的王子吧。苏主角、胡主角阻止匪徒绑架秦韵涵，获得反派点400；肖一峰主角光环-20，宿主反派光环加20。浩然，幸亏你反应快，出手又及时，否则的话就要出大事了，太谢谢你了。此时，肖一峰也跑了过来，不过他能做的，仅仅也是将那被开瓢的匪徒给分筋错骨了。大小姐，你还好吧？匪徒都搞定了，你才过来插一脚，你说你这个保镖有什么用？大小姐，这可是你刚才叫我守门口的，如果你让我待着身边，这人离你3米外时，他就已经躺下了。怪我了，我让你守门你就去守门，那我让你去死，你是不是也去死啊？秦韵涵刁蛮任性惯了，对起人来更是角度刁钻。肖一峰直接被对得哑口无言。伴随着警声的响起，不一会林端雅走了进来，和大家了解了经过后，厌恶地看了肖一峰一眼，然后欣赏地看着王浩然。这位警官，我想请问一下，那些匪徒抓到了没有？抱歉，按照规矩，这个问题我恐怕不方便回答。秦开也是个人精，听见林端雅这般口吻，就明白那些匪徒多半是抓到了。我非常能理解你，不过这些匪徒有很大可能性是冲着我女儿来的，我也许能给你们提供一些对案子有用的消息。既然秦总愿意协助，那我们绝对欢迎之至，收队。林警官，等下，那些匪徒不一定就是绑架秦韵涵的人，可能与我们王家有些关系，让我爸跟着去看看吧，也许能协助破案。关我们王家什么事？我前些天收到一封恐吓信。王浩然自然知道那些匪徒是冲着秦韵涵去的，他之所以这么说，是想让王想去了解一下案情，然后好想办法去搞定幕后主使者，这样萧一峰的饭碗也就砸了。哪个王八蛋居然敢动我儿子，简直是活得不耐烦了。王想非常气愤，对于宝贝儿子说的话没有半分怀疑。那份恐吓信还在吗？我当时看完就扔了。林端雅稍微遗憾了一下，随即和秦开、王想一起离开，好好一场寿宴也就这样不欢而散了。下午，王浩然接到方恒的电话，唐金花瓷瓶有没有兴趣？当然有兴趣。别人好心送钱，王浩然哪忍心拒绝？那约个地方见面吧，时间地点你说。傍晚6点钟的时候，我们在水泽中学门口碰面。没问题。王浩然结束了和方恒的电话后，直接拨了一个电话出去。方璇的手机响起，看着来电显示，他下意识的慌乱了一下。甄总，我想去外面接个私人电话，可以吗？你是第一天做事吗？是您儿子打来的。啊，那你快去接电话吧，工作不打紧的。谢谢甄总。你弟弟又讨到好东西了，我约他6点在我们学校门口交易。那好，我向甄总请下假，可不知道他会不会答应。他要是不答应，你就说我让你请假的。好的呢。对了，你过来的时候，为免你弟弟生疑，你最好找个合适的托词过来，最好让你弟弟以为你是碰巧遇到他的。那我装作替公司办事，路过学校附近。这样吧，你来的时候去5星级酒店多打包1点饭菜带过来。好，你想吃什么菜？你看着点吧，我把钱转给你，就这样了。几秒钟后，方璇收到3万的转账，顿时都惊呆了。这就是有钱人的生活吗？一顿晚餐要花3万。这个主角淘到了一个价值800万的青花瓷，却准备去和反派交易，殊不知反派和他姐姐打算给他来个空手套白狼，他还在做着姐姐财富双丰收的美梦。你这账户是不是有问题？钱打不进去？这怎么可能？你不会是想骗我的青花瓷吧？你问问你姐，我家资产多少？需要骗你的东西？小恒，你要清醒觉醒，睁眼看世界。区800万而已，肯定是你账号出了问题。这不可能啊！我最近取了钱的，一切正常啊。这样吧，我把钱转你姐姐账户里面试试。行，你快试试。不出意外，800万顺利的打到了方璇的账上。为了让方恒相信，这钱自然是真的打出去了。弟弟，你看，我收到转账了。收到就好。姐姐，你饭都送完了，我们一起走吧。方恒看着姐姐开来的法拉，十分的异动，琢磨着找时间也去买一辆。弟弟，你先回去吧，我送完饭还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要外出处理一下。这车是真利的，现在王浩然又在，方璇可不敢乱拉人。那好吧，我自己拦车走。你守着这青花瓷瓶，我叫了司机过来取。等司机取走了青花瓷，我就可以离开了吗？当然不是，你等我出来，我还有事情和你说。哦，知道了。王浩然提着饭菜朝着教室走去，路上给他爸打了个电话过去。
怎么样了？那伙匪徒怎么说的？他们的目标是秦韵涵，接下人叫老鹰，而这个老鹰是黑牡丹的手下。黑牡丹是谁？一个心比男人狠，地下世界让人闻风丧胆的女人。不过近年来渐渐洗白了，开始做一些合法的生意。这个黑牡丹一般活动在什么地方？兴宁市19街那边有一家黑牡丹酒吧，那就是他开的，晚上他都会在那里。我知道了，先不聊了，拜拜。看来晚上要去一趟那个黑牡丹酒吧了。王浩然来到教室门口，遇到了故意等在这的秦韵涵。你拿这些什么呢？我让人从酒店打包了一些饭菜送过来，你吃了吗？要不要一起？好啊，我还没吃呢。韵涵姐，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这边视野大，方便看楼下风景吗？是吗？穆昭昭看了几眼，完全一点感觉都没有。既然你也没吃，那去我教室一起吃吧。韵涵姐，你不是和我去食堂吃过了吗？看着口没遮拦的穆昭昭，秦韵涵羞恼了起来。我没吃饱，想再吃一点，有问题吗？没有，说起来我也没吃饱呢。穆昭昭摸着肚子疯狂的暗示。饭菜挺多的，要不你也一起？好呀。王浩然来到教室，用课桌拼成餐桌，将菜全部拿出来后，意外了一下，他给方璇转了3万块，绝大一部分是给方璇的跑腿费。没想到方璇这么耿直，都拿来买饭菜了。宿主让女主子一许莫言产生吃醋情绪，获得反拍点200。突如其来的系统提示消息让王浩然愣了愣，抬头一看，原来是醋王许慕言回教室了。醋王加油，多给我加点反派点。这个家伙的女人缘还真是好啊。许校花吃醋了吗？作为和王浩然首战的温静，非但没有吃醋，反而有点开心。在他看来，王浩然这么受美女追捧，不仅证明了王浩然的优秀，也证明了他的眼光。谁吃醋了？我才没有。你这么美，又不虚他们，你凑过去，要不然我们班的校草被别班的校花抢去了，你的面子往哪里搁？醋王听着温静的怂恿，觉得非常有道理，直接转身朝着王浩然走去。看你吃的这么香，我都饿了。你也要吃吗？不过没筷子了。许慕言深吸一口气，直接豁出去了。我想吃木瓜炖猪脚，你夹给我吃好不好？好吧。王浩然被许慕言的话惊呆了，不过还是夹了一块木瓜送到他嘴里。好好吃啊，我还想吃。这醋王今天不对劲啊，难道是被秦韵涵和穆昭昭刺激到了？秦韵涵本来吃的挺开心的，现在直接被许慕言给腻歪到了。你们又不是男女朋友，你让王浩然夹菜给你吃，你羞不羞啊？宿主让女主之一秦韵涵产生吃醋情绪，获得反拍点100。王浩然又惊又喜，新醋王诞生了。我们虽然不是男女朋友，但却是很好的朋友，加个菜而已，碍着你什么事情了吗？面对秦韵涵，许慕言也不甘示弱的回击：没碍着我是，但我就想说一句，不行吗？那你说你的，我当做没听到算了。我还要吃木瓜。好，我夹给你。秦韵涵这次没有多说什么了，不过一脸小不爽的样子。宿主让女主之一秦韵涵产生吃醋情绪，获得反拍点100。韵涵姐，你也多吃点木瓜，这个最长身体了。穆昭昭沉默了半天，忽然冷不丁的来了一句，并且还用筷子夹了好几大块木瓜放到秦韵涵的碗里，免得被许慕言都吃了。昭昭，你不会说话就不要说。秦韵涵被气得直翻起白眼。我的曲线看起来是没许慕言的好，但这也不能当众说出来啊，我不要面子吗？我吃饱了就不吃了，还是让给有需要的人吃吧。你很大吗？有种跟他比啊！秦韵涵气不过，直接揪着穆昭昭站了起来。穆昭昭是 F， 一般女人可比不了。许慕言虽然有低，但也比不了。我自愧不如，不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许慕言说完，直接回座位，将秦韵涵气得牙根痒痒。韵涵姐，我能坐下了吗？屁股长在你身上，要坐不会自己坐啊！秦韵涵恨铁不成钢的看了穆昭昭一眼，她没想到许慕言对她这个大而没脑的闺蜜，不但没帮着她怼回去，居然还戳她的短板，简直就是猪队友。韵涵姐，消消气，多吃点木。穆昭昭出声安慰，想让秦韵涵吃点木瓜消消气，哪知直接被秦韵涵给瞪了回去。秦韵涵恨恨地盯了那些木瓜一眼，随即心一横，直接夹起木瓜就往嘴里塞。韵涵姐疯了，她也想变成大女人了。穆昭昭在旁边直叹息，她虽然有点憨，但也看得出秦韵涵把许慕言当作情敌了。不过说起来，王浩然真的好优秀啊，长得帅，家世好，还那么勇敢，男友力简直爆表呢。穆昭昭这般想着，也忍不住多打量了王浩然几眼。用过晚餐后，王浩然朝着校门走去，毕竟饭后动一动，发财不是梦。对于王浩然，目前最好的选择当然是打扑克了。战斗不知道持续了多久，在一声大吼中结束，两人有来有回，王浩然进账800万，至于方璇是进账几千万还是几亿，就不得而知了。宿主夺取女主之一方璇，获得反拍点500，方恒主角光环减25，方璇女主光环减25，宿主反拍光环加50。开启圣贤模式的王浩然回到学校上完了晚自习，才拿着法拉钥匙准备去黑牡丹酒吧，却是碰到了秦韵涵。王浩然，你自己开了车啊？这是要去哪里？回家呗，还能去哪里？我才不信，你回家平时都是司机来接的，今天却自己开车，肯定有问题。好吧，其实我是觉得整天学习有些太闷了，所以想找个地方放松一下。去什么地方啊？带我一起，我最近也感觉好闷。王浩然犹豫了一会说道：我打算去酒吧，这种地方不适合你，你还是别去了。
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去过酒吧，带我去嘛。你真要去也可以，不过这事可一定要保密。见到秦韵涵这么有兴致，王浩然也没有反对，只是叮嘱了一声，带秦韵涵去酒吧。虽然有些不方便，但说不定有意外收获。要是让我爸知道我去这种地方，估计会骂死我。所以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保密的。他把校花带到酒店后，就丢在包厢，自己跑到隔壁叫了10瓶1万1的黑桃 A。帅哥，要我帮忙叫几个美女过来陪你喝酒聊天吗？不用多了，一个就行了。王浩然说着，就将早已准备好的1000万支票放在桌子上。帅哥，你是想叫谁过来陪你喝酒？黑牡丹。我们老板可从来不陪酒的。你去给我传个话，就说喝一瓶酒我给他100万。酒水小妹听到这话也没有犹豫，直接去传话了。王浩然，我被人堵在厕所了，你快来救我！你别挂电话，我马上过来。那个漂亮女生躲在里面不出来怎么办？再等几分钟吧，她要是再不出来，我们就进去找她。她应该不是一个人来的吧？不会有什么麻烦吧？这里是我们老大的地盘，谁敢惹咱们？说的也是。王浩然并没有立即理会这2个青年。我就在洗手间外，不用怕，你出来吧。秦韵涵一出来就躲在了王浩然身后，2个青年立即朝着王浩然围了过来。就他们2个是吗？对。他们有没有对你动手动脚的？没有，不过说了一些流里流气的难听话。跪下向我朋友道歉，然后自己打自己10个巴掌，我就放过你们。哈哈，我没听错吧？你这小青年嘲讽的话还没出口，就飞了4、5米远。另一个青年直接吓呆了。我到，欠字还没出口，就步了同伴的后尘。苏主角胡主角教训调戏女主秦韵涵的小混混，获得反派点300。萧逸峰主角光环负15，苏主反派光环加15。把人打得这么重，不会有事吧？他们竟敢调戏你，我恨不得把他们给宰了。王浩然，你别冲动，千万别冲动啊！王浩然见秦韵涵抱住自己的腰，这才好不容易冷静下来。秦韵涵面红耳赤，立即将手松开。我在他心中原来这么重要。女主之一秦韵涵对宿主好感度提升时，当前总好感度为65，心生爱慕。宿主改变剧情走向，获得反派点300。算他们走运。秦韵涵，你没吓着吧？没有，你以后就叫我韵涵吧。好啊，我们回包厢去吧。王浩然直接拉住了秦韵涵的手，秦韵涵感觉到小手被一只大手握着，嘴角不自觉地绽放出一丝笑意。大小姐，2人刚准备走，背后就传来一道惊疑的呼唤声。大小姐，还真是你！萧逸峰浑身一震，有些难以置信，见2人手牵着手，心中不由得燃起了熊熊的嫉妒之火。宿主致使主角萧逸峰心态失衡，获得反派点300。大小姐，你怎么来酒吧这种地方？太堕落了！要是让你爸爸知道你来这种地方，该有多痛心呢？我来酒吧怎么就成堕落了？我警告你，不要在我爸爸那里打小报告，否则有你好看。这事你要我瞒着也行，不过你得答应我，以后要和这个王浩然保持距离。真是好笑，我和王浩然怎么样，关你什么事？他看着就不像是好人，带你来酒吧肯定没安好心，没准是想灌醉你，然后欺负你。你想多了，是我自己要跟他来的。我跟你说这么多做什么？你还是离我远一点，每次看到你总没好事。话音一落，10来个青年跑来，将王浩然和秦韵涵围拢起来，其中2个正是刚刚飞了的那2位。我就说你是扫把星。大小姐，放心吧，我会保护你的。兄弟们，就是那小子萧逸峰，你不是很能打吗？快点去解决他们。大小姐，我只负责保护你，其他事情与我无关。他巴不得王浩然被暴揍一顿，又怎么会出手帮助王浩然？萧逸峰，我命令你去，否则我让我爸解雇你。大小姐，对方人太多了，我要将你的安全放在第一位。我相信秦叔叔肯定也会理解我的。你不用他帮忙，我能自己解决的。以他现在的战力值，就连萧逸峰都不是他的对手，又怎么会怕这10几个小混混？发生什么事了，老大？看来他就是黑牡丹了。系统查询黑牡丹信息，还真是女主。这城里的美女实在太多了。萧逸峰一副诸葛亮，完全不做掩饰。左丘沉鱼忍不住皱了皱眉，不过却并没搭理他。老大，是这样的。青年对左丘沉鱼敬若神明，也不敢撒谎，将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我似乎有告诉过你们，你们在酒吧玩归玩，但是前提是要人家女孩愿意。可现在你们这是在刻意骚扰客人。老大，我们错了，该怎么处置，全凭你吩咐。其他人呢？知道这2个家伙违反规矩了，还帮着来出头。违反规矩的2个，自己去关公像前跪足3天，除了喝水之外，什么东西都不能吃。其余帮忙的去跪1天。是，老大。小弟们个个面色如丧考妣，不过却没人质疑左丘沉鱼的决定。介意不说话。王浩然将秦韵涵送回包厢后，来到这里，带着漂亮的小女友过来，却找别的女人喝酒。你们这些富2代可真有意思。王浩然闻言微微一愣，这左丘沉鱼似乎不认识秦韵涵，那这么说来，他和秦家应该没有仇怨。别聊这些了，我们聊点有意思的。好，废话就少说，来喝酒吧，1瓶100万，这可是你说的。这里才10瓶酒，也不过是赚的1000万，赚这点小钱，你至于这么急不可耐吗？你虽然很有钱，但你今天要是来嘲笑辱没我的，那你一定会后悔的。不要紧张，我其实是来和你谈生意的。我现在只做正当生意。正当生意？找人绑架秦氏集团千金也是正当生意吗？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据我所知，你手下好像有个外号叫老鹰的人吧？是有，不过老鹰私下接活，破坏规矩，1个月前就被我赶出去了。他接了什么活，做了什么事情，都与我无关。好，我相信你说的。不过老鹰既然以前是你小弟，那我要你尽快帮我找到这个人。臭小子，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人敢用这种命令的口吻跟我说话，你找死是吗？3天，我就给你3天时间。3天后如果没有那个老鹰的踪迹，后果自负。臭小子，不知天高地厚。3天内我要知道老鹰的消息，有问题吗？我从不受人胁迫。有骨气，我欣赏你。不过很遗憾，你将带着这份骨气下地狱去。我答应你。话落就晕了过去，再次醒来已经坐在了沙发上，看着旁边的王浩然，心中惊骇无比。他不明白这个骚年为何如此屌炸天，而王浩然内心也不平静。他没想到左丘沉鱼在那样混乱的环境下还能保证清白，快30岁了，居然还是个初。别误会，只是怀疑他有病，所以做了个全身检查。看来命比骨气还是要重要一些。左丘沉鱼咬了咬牙，没有说话。别这副表情，你看看你的右手心。左丘沉鱼抬起手，只见手心上多了一个红点。你对我做了什么？为了让你听话一点，给你吃了一点东西。不过你不用紧张，我会定时给你解药的，不会让你死的。你……左丘沉鱼又惊又怒，不过他脑子还算清醒，并没有动手。你很精通刺杀对吧？我这么做只是想晚上睡得安稳一点。左丘沉鱼娇躯一震，他心里就是琢磨着去趁着王浩然睡觉的时候将他干掉。你怎么知道我精通刺杀？这你就不用管了，你只需要按照我的吩咐去做事就行了。你要是表现好的话，我会考虑弄一个正当而且能赚大钱的生意让你做，比你经营这破酒吧强多了。真的？左丘沉鱼有些异动，他靠经营的酒吧赚点钱，也就勉强就够养小弟而已。他也想住豪宅，开超跑，买最好的化妆品。当然是真的。左丘沉鱼的脸上闪过一丝惊喜，没想到还有这种好事，但又迅速恢复了冷静。那我需要付出什么？我要你。那你干脆直接杀了我吧。显然左丘沉鱼不同于方璇，他没有明显的软肋。放心，你自愿之前，我不会碰你分毫。呵，小男生，别妄想我会爱上你。小男生，等你爱上我，就不会觉得我是小男生了。不会有那天的。3天内给我消息，我还有事就先走了。支票你不带走？那是你这个月的零花钱。王浩然留下一个迷人的微笑，离开了这里，来到秦玉涵的包厢，只见萧逸峰守在门外，一脸便秘的模样。走开，别进来！是你呀？很晚了，我们回去吧。茵茵，我警告你，千万不要将这事告诉我爸爸。大小姐，答应你可以，但你以后能不能别对我这么凶？行，记住不要把我来酒吧的事情说出去。一定一定。那个萧逸峰烦死了，刚才之所以给他一点好脸色看，是希望他保密。我明白的，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我会私下和左丘沉鱼谈话。我是觉得有点奇怪，你和他按道理是搭不上边吧？我也不想和他打交道，不过他和绑架你的人有关。你来这里是为了我？是的。秦韵涵心潮翻涌，久久不能平静，呢喃问道：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王浩然没有说话，只是握住了秦韵涵的小手。女主之一秦韵涵对宿主好感度提升时，当前总好感度为75，情深不渝。宿主极大的影响了剧情走向，获得反派点800，萧逸峰主角光环负30，宿主反派光环加30。75的好感度，容忍度应该很高的吧？王浩然暗暗一想，忽然松开了牵着秦韵涵的手，试探性的搭在了秦韵涵的长腿上。秦韵涵抖了一下，不过没有吭声。王浩然用手捏了一下，秦韵涵还是没有说话，好像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王浩然虽然想更进一步，但他驾驶技术有限，不得不强行压下坏心思。来日方长，还好大小姐还算自爱，没有夜不归宿跟王浩然去别的地方。逸峰，事情扎得怎么样了？还没查清楚。你去了那么久，都干什么了？秦叔叔，你放心，给我点时间，我一定将事情查清楚。没查到就算了吧，我得到消息，那个老鹰已经脱离黑牡丹的势力了，我花点钱去买消息就行了。如果有老鹰的消息，秦叔叔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几天过去，在王浩然准备过一次腐败生活的时候，接到了左丘沉鱼的电话。我的手下在天心小区发现老鹰的踪迹。消息属实吗？你觉得我敢骗你吗？你把老鹰的照片发到我手机上。天心小区怎么感觉有点耳熟？对了，宋真宇不就住在天心小区吗？按照女主吸引危险的设定，她会不会遭遇到老鹰？王浩然来到天心小区，用透视打量了一下周围，很快他就发现萧逸峰的身影。主角还真在这里，看来这里触发剧情的可能性几乎是100%了。再往宋真宇家一扫，很巧，宋真宇在浴室。王浩然偷摸来到宋真宇卧室，打量了一下，最终躲在了床底下。凌晨3点，宋真宇睡得挺香，一个头戴防毒面具、拿着烟的男人溜进了卧室，很明显那烟有问题。嗨，东躲西藏好几天，憋得难受啊，总算能舒坦了。这鬼祟男子就是老鹰，今早的时候注意到宋真宇是个大美女，就忍不住动了心思。你是谁？抱歉，你没有提问的资格。宿主截胡萧逸峰搭救女主宋真宇，获得反派点300，萧逸峰主角光环负10，宿主反派光环加10。现在我问你问题，问什么你就回答什么，明白吗？明白。是谁指使你绑架秦氏集团的千金秦韵涵的？我不认识他。是谁指使你绑架秦氏集团的千金秦韵涵的？我真不认识他。
是谁指使你绑架秦氏集团的千金秦玉涵的？你先别动手，听我说完。王浩然踢出去的脚停在半空，老鹰吓得魂都差点飞了。是个女人，她戴着面纱，我看不清她具体什么样子，不过我记得她眉心有一个红痣，从她眼角鱼尾纹来看，年纪应该在40岁左右的样子。王浩然微微沉思了一下，停在半空的脚踢了出去，看着晕过去的老鹰，王浩然直接用真气往老鹰头上压了几下，等老鹰醒来就会变得痴痴傻傻的。然后王浩然就去看了一下宋真宇，发现只是晕了过去，明早就会醒来。他也没做什么趁人之危的事，他是超级大反派，该有的逼格还是要有的。王浩然扛着老鹰出来后就丢在路边，再用透视看了一下，发现萧逸峰还在那傻傻的守株待兔。王浩然暗暗一笑。宿主夺取女主之一方旋，获得反派点500，方恒主角光环负25，方旋女主光环负25，宿主反派光环加50。打开属性面板，将高级毒术升到至尊级毒术。花费4000反派点升级成功。现在要对付萧逸峰的话，那就是降维打击了。找到老鹰没有？人是找到了，不过却什么都没问出来，这是为何？有个内力深厚的高手将老鹰的脑部破坏了，现在已经变成了傻子，什么都问不出来了。居然有这种事情！我猜测那个高手内功不弱，而且身小人体结构，很可能还精通医术。这内功高手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对老鹰下手？难道这人跟幕后主使有关？将老鹰变成傻子，估计是灭口之举。依我看，这内功高手一定和幕后主使有关。你比起内功高手，孰高孰低？如果让我找到了这人，我一定能将对方生擒。听了萧逸峰的话，秦开不由得松了一口气。秦叔叔，大小姐和王浩然走得很近，我觉得你需要找个时间，好好做一下他的思想工作。韵涵和浩然很早就认识了，他们走得近很正常啊。秦叔叔，我说的走得很近，不是那种朋友的近。韵涵和浩然看对眼了吗？韵涵也成年了，有这些想法也正常。浩然这孩子挺优秀的。萧逸峰闻言脸都快黑了。秦叔叔既然没意见，那就当是我枉做小人了。既然你不作为，那么只能我来做了。萧逸峰对秦韵涵和王浩然牵牵手还能忍受，但要是亲亲抱抱举高高绝对受不了。所以他想了一个对付王浩然的办法，那就是古代的特殊职业小王子公公。韵涵姐，晚自习下课后我准备回家看望一下我爷爷。我爷爷没什么大碍吧？白天在太阳下锻炼过度中暑了，已经掉过针好多了。不过我还是想回去看看，毕竟太久没回去了。没大碍就好。这样的话，我岂不是今晚要一个人睡？秦韵涵和穆昭昭同住好几年，都已经习惯了，加上她怕黑，突然要一个人睡，免不得有点害怕。没事了，把灯一关，一闭眼，睡醒后就到明天了。我怕连睡都睡不着，要不你叫个女同学过去吧，这样你就不怕了。还是算了吧，我只习惯和你住一起，反正就一晚而已，我应该可以的。秦韵涵今晚一个人。王浩然在耳机中听到了秦韵涵和穆昭昭的谈话，不由得心中一动。泡妞不仅要脸皮厚，更要套路。从地上量要上床到我只蹭蹭，绝对不进去，一环套一环才能一步到位。他就是这种高手，看他接下来的操作。韵涵，我打包了一些夜宵，要吃吗？这才刚下课，你怎么会这么快就打包夜宵回来了？我提前下课去外面了。秦韵涵不禁有点感动，没想到王浩然会翘课去帮他买夜宵。他不知道的是，这是王浩然叫司机打包送来的。进去坐一下吧。王浩然一进来就顺势将门关上，然后明知故问道：“穆昭昭呢？他今晚回家了。”是吗？我打包了好多东西，看来你一个人有得吃了。你怎么打包了这么多啊？我一个人怎么吃得完？你肚子饿不饿？要不要一起吃点？是有点，那就一起吃点吧。王浩然打开一部虐恋爱情电影播放起来，与秦韵涵一边吃一边看，速度非常的慢，不知不觉间就到了深夜。都11点了呀。是啊，居然都这么晚了。我打个电话给我司机吧。王浩然拨了个假号出去，没一会放了下来。没人接电话吗？是啊，也不知道这司机做什么去了。现在这个点学校这边几乎没的士的，看来我要靠双腿走路回去了。到丽水别墅那边坐车都要20多分钟，走路的话估计要到凌晨去了，这怎么行？要不在你这借住一晚，我睡地上就可以了。我其实就想和你多说说话，既然你不放心，那我还是走路回去好了。王浩然一脸落寞，朝着门口走去。等等，我不是不放心你，只是刚才没反应过来，你就在这住一晚吧。他其实也想和王浩然多待一会，只是出于女生的矜持，不好意思说出来罢了。你随便坐吧，我去洗澡了。王浩然暗暗一笑，不回去睡地上，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套路大家都懂，无非就是地上凉要上床，一人一边井水不犯河水，让我牵着你的手吧，我还是抱着你吧，我手就放在这，绝对不乱动，我保证就蹭蹭，绝对只是蹭蹭，然后就水到渠成了。无聊的王浩然开启了透视，发现隔壁满脸怒容在偷听的萧逸峰，墙上还有他的爪印，想来他偷听了好一会，吃了不少狗粮，不气才怪。我倒想看看你要干嘛，不信你趴一晚上的墙角。一会儿后，秦韵涵终于出来了。我也去洗洗。王浩然走进浴室也没淋水，而是盯着萧逸峰。只见萧逸峰鬼鬼祟祟来到秦韵涵门外。谁呀？我是齐老师，能开下门吗？我房间没纸巾了，想向你借点纸巾。这主角真的秀啊，居然还会装女人的声音。只见秦韵涵拿了一包纸递了出来，萧逸峰点了一下秦韵涵，秦韵涵就晕了过去。萧逸峰接着就往浴室走去。他要做什么？
王浩然，你开下门！秀，你特么是秀儿吗？居然还能模仿秦韵涵的声音。现在萧逸峰主角光环还剩不少，要弄他最多也就重伤，所以王浩然准备来个将计就计。王浩然，你开下门啦！我拿了条毛巾给你擦身。门外萧逸峰居然模仿秦韵涵的声音撒起娇来，王浩然当场打了个寒战。你特么能再恶心一点吗？扮女人就算了，居然还学女人撒娇。好好，我马上开门。刚打开门，萧逸峰就点在王浩然身上，王浩然用真气抵挡，佯装晕了过去。大小姐是我的。呵，你这个富二代居然敢打大小姐的主意，我就破坏你男人的能力，看看你还没有脸打大小姐的主意，这是你自找的。真有你的，居然能想到这种法子，你特么是主角呀，是正面人物，心竟然这么黑。萧逸峰蹲了下来，用银针扎向王浩然肾脏的位置，一股真气随着银针缓缓侵入，王浩然丝毫不惧，不管是真气还是医术，他都比萧逸峰强。很快，萧逸峰就收针了。真期待你知道自己不行后脸上会是什么表情，不过现在晚了，我要回去，就不欣赏你的精彩表情了。萧逸峰笑得十分灿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说话的功夫，他的真气已经被王浩然驱除干净了。萧逸峰离开了，他以为王浩然不行了，就放心王浩然和秦韵涵独处了。王浩然见状有点想笑，他站了起来，接着摇醒秦韵涵。我这是怎么了？刚才有人闯了进来，把我打晕了，你没事吧？对，我想起来了，是那个齐老师。不是什么齐老师，是萧逸峰。我刚才晕倒迷迷糊糊的时候，看到了他的脸。是萧逸峰那个乡巴佬，不过他为什么要弄晕我们？我迷迷糊糊间感觉到他用银针在腰上扎了一下。我以前在看过一些医书，据说医术高明的人仅凭借一根银针就可以破坏一个男人的正常能力。我想萧逸峰一定嫉妒我和你太亲近了，所以才……王浩然说到这里，已经哽咽的说不下去了。这个该死的乡巴佬居然敢对你做这种事情！我把这事告诉我爸，让我爸对付他。别，这事要是传出去了，我以后可怎么做人啊？而且我没有确凿的证据，萧逸峰大可以狡辩不认账。可难道就这样放过那个乡巴佬？我当然不想放过他，可是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已经于事无补了，失去了男人的能力，我不想活下去了。不要，你要坚强啊！你家里那么有钱，还有很美好的未来，不能就这样放弃自己啊！不能和自己心爱的女生在一起，有钱有什么用？还不如死了算了。听到这话，秦韵涵只觉得心如刀割，因为她自认为就是那个女生。不，我会和你在一起的，我以后嫁给你做老婆，我们一生一世都不分开。真的吗？可是你不嫌弃我吗？你难道没听过柏拉图式的爱情吗？两个人互相深爱的人在一起，不一定要那样的。可是我并不希望只是柏拉图式的爱情啊！王浩然觉着演的差不多了，情绪都到位了，于是话锋一转：我在医书上看，被扎针以后要3天后才会完全生效的，也就是说，我3天后才会失去那个能力。要不……秦韵涵一怔，脸蛋很快就红了起来。她当然听懂了王浩然的言外之意。既然决定嫁给他了，趁他现在有能力，留个念想又有何不可呢？总好过自己到老都是出吧。浩然，你能说你爱我吗？我想听。韵涵，我爱你，一辈子都爱你，永永远远都爱你。浩然哥，我也爱你，一辈子都爱你，永永远远都爱你，生生世世都爱你。宿主首次夺取女主之一秦韵涵，获得反派点1000，萧逸峰主角光环减50，秦韵涵女主光环减50，宿主反派光环加100。女主之一秦韵涵对宿主好感度提升15，当前总好感度为90至死不渝。宿主影响剧情走向，获得反派点300。次日，逸峰，你之前说看到韵涵和浩然走得很近是吗？我看到他们手牵着手，非常亲密。看来我需要找个时间好好跟韵涵谈一谈了。秦叔叔，你之前不是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吗？怎么现在突然改主意了？我昨天和我一个老朋友在聊天，听他诉苦抱怨，说自己不到20的女儿被男生弄大了肚子，所以显然秦开将那位朋友带入到自己身上了。萧逸峰听后忍不住笑着宽慰道：秦叔叔，这是你多虑了，绝对不会发生的。你为什么这么肯定？我当然肯定了，这可是我的杰作。秦叔叔，你不是都说了，那个王浩然品格十分良好，而且大小姐也不是随便的人。说的也对，浩然这孩子应该不太可能会做出这种事，而且韵涵虽然刁难任性，但也是一个有分寸的人。秦总，前台有个40岁左右的女人找你，没有预约，她也不说名字，只是说来自一个叫凤西山的地方。秦开听到凤西山，浑身一震，面色大变。好，你赶紧去带她来见我。洛良家父下水劝失足女从良，自古便是风流男子最爱做的事，这个人也不例外。此刻他就盯上了一个单身未离异、肥胖大耳的老女人。如果你是要我回去的话，你最好还是闭嘴。洛西法佣兵团的那些混蛋太嚣张了，不出3个月，你一手创立的血狼佣兵团可能就要解散了，你居然还能这么淡定？我过不了多久就要结婚了，那些事情我不想管。这种话竟然会从佣兵榜首的血域狼王口中说出来，真是让人难以相信。长辈定下的婚约，作为晚辈我自当遵从。事实上他都没见过女方，只知道对方姓唐。在米国，你一人就灭了50多个拿着重火器的队伍，我就不信一个婚约能束缚得了血域狼王。
血雨狼王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叫燕归山。你要是找我喝酒，我非常欢迎；要是来找我做别的事，那你做好在病床上躺3个月的准备。就这样，不聊了。燕归山迫不及待地挂断电话，因为他看到2个小混混正围着他看上的女人。他挂起一抹邪魅的笑容走了过去。这个中年女子生着一双丹凤眼鹅蛋脸，眉心处还有一颗红痣。虽然有些年纪了，但从身姿和脸型五官来看，年轻时应该也是一个美人。不是她，是啊，她怎么会来这里呢？秦开见到女人后，满脸遗憾失望之色，不过很快调整了过来。你说你来自凤溪山，那么你是谁？和她是什么关系？我叫凤荣，算是她的妹妹吧。这一次来是代替她来看看女儿的。她还好吗？她很好，你不用担心。她的女儿呢？你远道而来，就让我尽一些地主之谊，晚些时间我再带你去见蕴涵吧。秦开想多打听一下妻子的消息，所以让助理找个酒店安置一下凤荣。他会武功啊？我听老头子说起过凤溪山，那是个传承100年也是修武门派，不过这门派规矩多，没想到秦叔叔您的妻子竟然还是修武门派中的人。这些事说来话长。秦开神色有些复杂，肯定有一段故事，不过并没多提。秦叔叔，除了保护大小姐外，今后你有其他用得着我的地方，也可以尽管跟我说。或许你很难帮上忙。山外有山，人外有人。那凤溪山虽然高手众多，但却不能横行无忌。就比如刚才那个凤荣，他虽然武功不错，但如果我要对他出手的话，不出3招就能制服他。老头子是当世高人，虽然是孤身一人，但却足以压过当时9成9的隐士门派。那就多谢一封了。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找出预谋绑架蕴涵的幕后主使。蕴涵姐，没有我陪着你，你昨晚一个人睡着了吗？当然睡着了，不是你说的吗？床上一躺，眼睛一闭，睡到自然醒。蕴涵姐，我好伤心啊！没有我在身边，你居然也能睡着。我昨晚翻来覆去的，几乎1宿没睡着过。没事的，今晚你还回家去，多睡2晚你就习惯了。王浩然忽悠他3天内就会失去那种能力，这几天要多相处，他自然不能让穆昭昭坏了好事。我昨天都回去看了爷爷，今天就不回去了。昭昭，你今晚还是回去睡吧，我们又不可能一辈子住一起，现在正好先习惯一下。蕴涵姐，我才不要和你分开，我要一辈子和你在一起睡。你傻啊！我将来要嫁人的，你怎么跟我一起睡？蕴涵姐，你才多大，居然就想着要嫁人，你羞不羞呀？还笑我？你难道一辈子不嫁人吗？可是我不想和你分开啊，蕴涵姐，要不这样吧，我以后和你嫁同一人好了。你傻啊？一个男的怎么娶2老婆？犯法的呀！娶你就行了，我不用扯证，就委屈点当蕴涵姐你老公的小老婆吧。你真是怎么样？秦蕴涵习惯了这闺蜜神经兮兮的，只当她是说笑。你今晚回去住，听到没有？好的。王浩然听着耳机里2个女生的谈话，不由得莞尔一笑。这秦蕴涵还挺能忽悠人的。不过穆昭昭是说真的吗？是真的话，我完全没意见的。晚自习下课回宿舍的秦蕴涵接到了秦开的电话。老爸，你要是想劝我回小别墅的话，那我直接挂电话了。蕴涵，爸爸找萧逸峰过来，也是为了保护你，你还在生爸爸的气呢。别提那个萧逸峰，我恨不得他死。怎么回事？他怎么惹你了？他怎么了？没什么，反正我就是讨厌这个人。好了，暂时不提这事了，你来校门口这边吧，爸爸在这里等你，有个人要见你。我谁都不想见，不去。这个人和你妈妈有关，算得上是你阿姨。妈妈。秦蕴涵脸色一变，他对于妈妈这个词很陌生，但在他的心中却始终有个模糊的温柔身影。等一会，我马上来。秦蕴涵挂断电话后又打了出去。浩然哥，我爸爸来了，他叫我去校门口那边有点事情，我晚一点再回寝室。好。王浩然通过监听病毒已经知道了发生了什么，听到秦蕴涵阿姨来找他，让他想起了老鹰说的眉心有红痣的中年女人，自然要去看一下。还没到校门口，王浩然立即就用透视确定了那个女人是老鹰说的幕后主使。爸，我不想看到她，让她给我滚。大小姐，之前我们可是说好的，你以后不会对我这么凶，会对我哥。你给我滚！萧逸峰想要借去酒吧的事敲打威胁秦蕴涵，秦蕴涵却是情绪非常失控，直接打断了他的话。蕴涵，礼貌一点，有客人在。我才不管那么多，他要是不滚蛋，我就直接走了。逸峰，你今天也累了，不如先回去休息吧。也好。秦开暗中给萧逸峰使了一个眼色，萧逸峰会意，准备在暗中观察。这里人多，去河边吧。几人来到河边一个安静无人的地段，萧逸峰也悄然跟上，藏身在路灯照不到的地方，丝毫没注意到有个身影朝他这边靠近。一道踩到花草枯枝的声音响起，萧逸峰立即转身，不过一片黑暗，他什么都看不到。突然，空中有掌风响起，竟然还是个内功高手。萧逸峰心中不屑，比拼内功他丝毫不惧。他凝神听声辨位，运足全部功力一掌拍出，顿时浑身一震，只觉得体内气血翻涌，有种口吐鲜血的趋势。这怎么可能？这人的内功修为怎么会在我之上？萧逸峰大惊，想要将真气灌注双腿，跳到有光的地方，却感觉丹田中一阵撕扯的剧痛传来，让他无法运转真气。
掌上有毒。他想要抑制毒性发作，不过黑暗中一道身影已经闪身而来，一掌拍在他的脖颈上。周围明明一片黑暗，为什么他好像能看清我的位置？宿主捕获主角萧一峰成功，获得反派点1000，萧一峰主角光环负50，宿主反派光环加50。收到系统的提示消息后，王浩然暗自一笑，他能看清萧一峰自然是透视眼的功劳。至于毒药是今天早上左丘晨瑜收集好材料送来后配好的。老爸，这位就是算是你妈妈的姐妹，你叫她荣阿姨吧。长得真是标致，和你妈妈很像。我妈妈她过得好吗？她过得很好，不过她很想你。我这次来其实就是为了带你去见她的。真的吗？他有些难以置信，他记得爸爸说过，妈妈在一个很远的地方，爸爸和他去不了那里，除非妈妈来找自己，否则就见不到妈妈。当然是真的。那我们什么时候去？我们现在就可以出发。相比于秦韵涵，秦开却是沉着一张脸，完全没有半分开心，反而是用警惕的目光看向凤荣。你不是凤云叫来的，你到底是谁？我已经说过了，我和凤云是好姐妹。凤云如果真有这个权利，让韵涵去凤西山，她大可以亲自前来，绝对不会让一个我没见过的人来将韵涵带走。你在说谎。难怪生意做得这么大，脑子还挺清醒的。不过我要带你女儿走，你也拦不住我。我是个生意人，向来很谨慎。我既然能站在这里和你说话，你觉得我会没有任何防备？明明是千亿总裁，却只能在妻子被人带走时喊上一句莫欺少年穷。如今女儿又要被人带走，难道就因为对方是门派中人，要再次认命的喊上一句莫欺中年穷吗？当然不是。一峰，现身吧。一峰，出来吧。秦总，没想到你不仅会经商，还擅长斗趣呢。这小子怎么回事？难道真回去休息了？他一脸懵逼，自然不知道萧一峰几分钟前就被他未来女婿收拾了。韵涵，你快跑！爸，早知道我就亲自出手了，何必去请那么些废物？绑架韵涵的幕后主使竟然是你！凤云现在可厉害了呢，为了让他不那么嚣张，只能请他女儿去一趟了。卑鄙！哼，这有什么卑鄙的？不就和你们做生意是一样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我做生意从来都是正当竞争，不会做这等下作之事。罢了，懒得和你废话。这里离凤西山挺远的，倒是可以给他先送点礼物过去。该选哪个位置好呢？手指、耳朵还是眼睛呢？你别乱来，否则我妈妈一定不会放过你的。疯女人，疯婆子，你别上！我看还是眼镜吧，你这双眼睛和你妈妈真像呢，我一看到就十分厌恶。凤荣拿出手机，准备录下过程，先发给凤云欣赏一下。突然，空中飞来一颗小石子，直接击在他的大腿上。何方高人？回应他的是2颗小石子，分别击在他另一条腿和丹田上。接着又飞来2颗小石子，击在秦开和秦韵涵的身上，两人顿时重获自由。宿主废掉绑架女主秦韵涵的幕后主使，解除女主秦韵涵的危机，获得反派点300。王浩然收到提示后，直接扛着萧一峰消失在了夜色中。韵涵，你还好吧？我没事。这暗中相助的人是凤云派来的吗？秦开看着凤荣，恨不得将其大卸8块，不过最终还是按耐住想法报了警。林端雅接警后，立即火速赶往现场。林姐厉害啊，这车开的真是又稳又快，都能去参加车手大赛了。等我哪天有空了，我一定去报个名，拿个冠军回来。林端雅听到同事的赞许，非常的意气风发。而下一辆车从他旁边飞驰而过，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尴尬。哪个混蛋？一段时间后，林端雅看到了那辆超过他的车和一个刚刚嘘完的男人。这人是燕归山，车上是他今晚的猎物。现在怀疑你危险驾驶，请出示驾驶证和行驶证，再多加1条，怀疑你醉酒驾驶，请出示证件。看你这身衣服，似乎不是交管吧？都是一个单位的，临时改变一下职能有什么不可以？快点出示驾驶证和行驶证。好，我去拿给你。燕归山钻进车里，一脚油门扬长而去，甚至伸出头来打了个招呼：“美女，有缘再见。”林端雅气得直跳脚，不过他还有公事要做，也没法去追。女人，这将是你一个永生难忘的夜晚。你都不问我名字吗？为什么要问你名字？我又不会负责。女人冷笑着点头，她和燕归山来此，只是想报复她老公，不可能让对方负责。我老公叫沈康，开连锁酒店的，这家大好酒店就是他的产业。女人，你胆子真是不小啊！你怕了？哈哈，在你眼中，或许那些拥有权势和金钱的富豪很可怕，但是在我眼中，他们如同蝼蚁。是你，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我杀了你，你对我做了什么？也没什么，只是对你下了一点毒而已，慢慢散掉了你的真气，并破坏你的经脉。你卑鄙，你无耻！你就不卑鄙不无耻吗？你难道忘记了你自己做了一些什么事？萧一峰怔了怔，似乎并不记得自己干了什么。那么我来提醒你一下，秦韵涵的寝室里，你那时是清醒的。那可不，否则你以为你能往我身上扎针？不过没关系，好在有回报，让你听一些东西。这声音没有一个完整的词，但音色明显是属于秦韵涵。宿主致使主角萧一峰心态失衡，获得反派点500，萧一峰主角光环负20，宿主反派光环加20。
宿主致使主角萧逸峰心态失衡，获得反派点1000，萧逸峰主角光环减50，宿主反派光环加50。萧逸峰心态炸裂，主角光环破碎，失去主角身份。王浩然收到了一连串的系统提示消息，他欣喜的同时又有点无语，没想到萧逸峰的心态这么差，一下就炸裂了。王浩然，你有种杀了我，快杀了我！杀了你实在太便宜你了，让你像行尸走肉一样活着，我觉得更有趣一些。王浩然直接将萧逸峰弄得和老鹰一样，然后又在他脸上纹了一些图案。搞定。次日唐家，你今后有什么打算？既然回来了，当然是想安逸一点的生活。那这么说，你是不反对婚约的事情了？我想在我家老爷子咽气前还他一个愿望，婚约的事情我答应。燕归山有些无奈和不甘，唐老哪里不懂，直接拿出手机打开相册交给燕归山。燕归山看着手机里的照片，眼睛都瞪直了。便这是我孙女唐冰云。唐老爷子不知道冰云的想法是怎么样的，他还不知道这事，还不知道。他有些忧虑，现在的人对长辈安排婚事都是非常排斥的。放心吧，即便冰云对这婚事不满，我也有办法让他答应的。爷爷，你叫我来有什么事情？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唐冰云小姐，你好，我叫燕桂山。爷爷，公司很忙的，我没时间认识闲人。他可不是闲人，他是你未来的老公。什么？是这样的，这是你爷爷我多年前和故人的约定。爷爷，这都什么年代了，还信这些老古董吗？我的婚姻自己安排，不用爷爷你来操心。这事我已经决定了，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爷爷，其他事情我都可以答应你，但唯独这件事情不行。你再说一遍。我不嫁，爷爷你喜欢，你自己嫁好了。你，爷爷，唐阿姨怎么突然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浩然，唐冰云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哽咽和沙哑。咋回事？难道被我一句阿姨扎到心了吗？唐阿姨，你怎么了？好像不开心的样子。我爷爷让我和一个不认识的人结婚，那男人都35岁了，我才23岁啊。这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有这么荒唐的事情？唐阿姨可以拒绝啊。我当然不答应，所以我和爷爷吵了一架，爷爷被我气得吐血了。医生检查发现爷爷有是有绝症吗？医生说爷爷肺癌晚期。王浩然嗅到了一种满满的套路气息，所以准备亲自去看一下。肺癌晚期啊，我告诉我妈一声，和她一起来看望下唐老爷子。真丽听到唐冰云下意识的称呼，皱了皱眉，毕竟他们之前是以姐妹相称的。不过现在她也没争论什么。冰云，或许还有挽救的机会的，你别太伤心了，要保重身体啊。谢谢真意关心，里面请吧。来到房间，王浩然见到燕归山，就知道是主角错不了了，因为就连坐着都能那么装逼，如果不是主角，肯定要挨打。他立即花费100反派点查探了一下，这主角对我来说完全没有威胁性，简直就是行走的工具人啊！真丽慰问完唐老后，对王浩然示意了一下。王浩然走过去，轻轻地抓住唐老的手。唐爷爷，我是……正准备自我介绍的王浩然，话没说完，就一脸古怪地看着唐老爷爷。大家不是都说隔代亲吗？可为什么这个爷爷会强迫亲孙女嫁给大他10几岁的陌生人？甚至在孙女反对之后，还假装患了绝症，迫使孙女同意。直到这个反派来了，才发现原来是老爷子担心自己100年后孙女没人帮衬。正巧这个男人是兵王，是主角，有钱有势力。王浩然也没当面说什么，而是和唐冰云针对燕归山密谋了一阵后，就行动了起来。点菜吧。不急，还有个人没来。不是只有你和我吗？我是答应和你一起出来吃饭，但我有说过只有我一个人吗？你要不愿意的话，那饭局取消吧。多个人热闹一点，挺好的。燕归山虽然不乐意，但也没有其他办法。冰云，可算是没喊唐阿姨这个讨厌的称呼了。浩然，坐我身边。你们是什么关系？你难道看不出来吗？中午的时候，我亲耳听到他叫你唐阿姨。那只是一个称呼而已。看他的样子都不到20岁，你觉得这种话我会信吗？就算要找挡箭牌，也不用找这么年轻的吧？瞧不起我吗？你不信？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你还是回旋。有外人呢，别这样。他不是不相信我们是情侣吗？我证明一下给他看。现在相信了吗？燕归山眉头紧皱，眼中有怒意闪过，但表面还算镇定。不愧是兵王，心理素质可真够好的。看来你还是不信，那你睁大眼睛看清楚了。王浩然抱着唐冰云就啃了起来。唐冰云一开始还不好意思，但不知不觉的就沉醉在了其中。够了，让你们住嘴，听到没有？王浩然听到系统的3次提示，生怕燕归山像萧逸峰那样心态炸裂，导致没得玩了，这才恋恋不舍地松开了唐冰云。这坏小子这么轻车熟路的，肯定没少谈恋爱。我知道你对这份婚事不满意，但也不用这么牺牲自己，找了这么一个臭小子来陪你演戏吧。我真的和他在一起很久了，你爱信不信？我不是傻子，你刚才虽然很配合他，可你们配合的姿态非常生硬，显然还是头一回吧。这兵王是个老司机啊，这都看出来了，早知道提前和唐冰云排练一下就好了。唐冰云被揭穿了之后，忍不住有些尴尬，下意识地看向王浩然。既然被你看穿了，我也就不装了，我们确实不是情侣。王浩然倒了杯茶，不着痕迹地加了点东西进去，然后递给燕归山，喝口茶消消火气。
燕归山为了在唐冰云面前保持风度，也没有多说什么，端起茶喝了一口。唐总大驾光临，怎么也不知会一声。说话的是沈康，这家酒店就是他名下的产业之一。原来是沈总和沈夫人，你们好。沈夫人笑了笑，暗自和唐冰云比较了一下，心中忍不住升起一阵嫉妒感，目光一转，那个20岁不到的帅哥，真是让人眼前一亮呢。沈夫人看到王浩然就眼前一亮，不过她还没来得及细看，忽然瞥见了燕归山，顿时大惊。两人昨晚可是就在这家酒店荒唐了一夜。相较于沈夫人的紧张，燕归山却是淡定自若，甚至刻意用目光去骚扰沈夫人，显然这是在回味昨晚的事情。这家伙的眼神是什么意思？好，唐总，账单算在我的头上，我这边还有点事，回头我再过来。你就别跟来了，酒店总经理打电话过来，让我去处理一些公事，你自己在酒店随便走走吧。知道了，处理公事，踏实去酒店某间房和哪个小贱人私会吧。各位慢用，我先走了。我去一下洗手间。燕归山忽然起身，留下一句话后就离开了。他根本不相信我们是情侣，我们的戏岂不是白演了？ A 计划不行，还有 B 计划。原来有2个计划，那 B 计划是什么？暂时保密，我去下洗手间，一会就回来。王浩然并不是内急，而是通过透视看到燕归山朝着沈夫人追去了，自然猜到两人有点故事。你疯了，拉我来这里做什么？看你心情不好，想要安慰安慰你。他其实只是刚刚有些憋屈，想要找个发泄的地方而已。用不着。女人，你在说假话，你很需要安慰的。沈夫人沉默了一下，接着头脑一热。既然你沈康不把我放在眼里，我为什么要为你守身如玉？反正帽子都戴了，多几次也无妨。那拿出你的本事吧。得到沈夫人的肯定，燕归山一动，不过很快他就发现不对劲了。沈夫人也发现不对劲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估计是昨晚没休息好吧。又过了一会儿，废物，真是浪费老娘表情。沈夫人极度失望，偷偷打开门，见视野里没人，直接丢下一句话，怒气冲冲的走了。为什么我会不行呢？燕归山脸色苍白无比，满脑袋的问号。宿主使用毒药破坏主角燕归山的男人能力，获得反派点800，燕归山主角光环减40，宿主反派光环加40。王浩然暗自偷笑起来，这招是他从萧逸峰那里学来的。萧逸峰用的是针，他用的是药，这种药连现代的顶级医学仪器都无法查出来，可谓是神不知鬼不觉。大概过了半个小时，燕归山才浑浑噩噩的回来。这期间，王浩然还去查到了燕归山和沈夫人昨晚鬼混的信息资料。燕先生，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才回来？刚去洗手间碰到熟人了，多聊了一会。这里还剩下一点饭菜，你自己吃吧，我们就先走了。好。燕归山木讷的应了一声，此刻他只想搞清楚他的身体怎么了。燕归山为什么那样一副失魂落魄的表情？和你有关吗？算是吧。这就是你的 B 计划吧？你做了什么？唐阿姨，这个你就别问了，反正我是为了你好，你难道不相信我吗？当然不是，我相信你。不过你能别叫我唐阿姨了吗？我真的怕被你叫多了，给叫老了。不行，我要是不叫你唐阿姨，岂不是乱了辈分吗？这绝对不行。王浩然还记着仇，目前可不愿意改口。你这个小子现在知道讲辈分吗？那你刚才还那么对我。燕归山这边应该是不会主动烦你了，现在就只剩下你爷爷那边了。王浩然直接岔开话题。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做？我传一段视频给你。王浩然拿出手机发了2段视频给唐冰云，这是王浩然用黑客技术查到的监控记录，一段是燕归山和沈夫人前晚进房的画面，另一段是他们第2天才出来的画面。难怪燕归山和沈夫人刚才眼神不对劲，原来是这个原因。把这些视频给你家老爷子欣赏下。好的，我这就回去，多谢了。女主之一唐冰云对宿主好感度提升5，当前总好感度为65，心生爱慕。宿主影响剧情走向，获得反派点200。等等，你家老爷子既然会答应婚约，应该是对燕归山的为人作风有些了解。如果这段视频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你也不必和他吵，可以选择索要燕归山的体检报告。索要体检报告，这是为什么？你想想，燕归山这么喜欢在外面玩，鬼知道会不会染了什么病。如果体检查出燕归山有毛病的话，你家老爷子肯定会取消婚约的。他就不信唐老头知道燕归山不行了，还会硬着头皮坚持婚约的事情。你说的对啊，这个燕归山那么恶心，没准真有什么病。唐冰云只觉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对燕归山顿时厌恶到了极点。你1年没回家，他们传你被抓，你说你在送外卖，他们说你在卖，他们能让你风生水起，也能让你身败名裂，这就是村口情报组。他们不仅是情报员，更是万能的媒婆，狗子路过不低头，都得配个种才能走。偏偏这个女孩不信邪。小璇啊，你年纪不小了也没个对象，我这边有个公司高管，虽然离异带2娃，但条件不错，什么时候去见见呀？谢谢李婶，我现在还不考虑这些。方璇的拒绝引起了大妈的不爽，不仅因为觉得自己面子受挫了，更因为男方是大妈亲戚，事成后她有好处拿。就你家欠了一屁股债，妈妈重病，爸爸残疾，弟弟不务正业，你有人要就不错了，还嫌弃别人是2婚。大妈的嘴皮子利索得很，年轻人压根说不过，就算你暂避锋芒，大妈也会不依不饶。弟弟，这车姐，兰博基尼大牛，帅不帅？我新买的。
你买的多少钱？顶配加手续费也就980万左右。周围的大妈听到这话，顿时惊呆了。他们附耳密语，估计明天他们嘴里会出现几十个剧本。小恒，你明天去把大牛退了，妈妈的肾源找到了，手术费要近200万。你那里不是还有将近2000万吗？用你那里的就好了。车就是代步工具而已，你买这么好的超跑做什么？你明天去退掉。这可不行，我很喜欢这辆超跑，我才不要退。连我的话都不听了是吧？钱是我赚的，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方恒认为方璇身上还有2000万，而方璇认为钱是他挣的，身上也根本没钱，两人都被王浩然忽悠瘸了。方恒不卖车就没钱治病，方璇现在唯一能想到的就是王浩然了。宿主幕后操控，这是主角方恒在女主方璇面前装逼失败，获得反拍点300。王浩然通过监听耳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自然能猜到方璇找他干嘛，所以吊着不接，直到第3次铃声停止后才回拨了过去。我想见你，就在我们常去的那家酒店，可以吗？我约了人的，改日吧。我可以等你，多久都没关系的。都是成年人了，我都说我约了人，你难道还听不懂吗？那你能推拒掉吗？我来陪你。我都是一视同仁的，不可能因为你而赶别人走。不过你要是乐意的话，鱼和熊掌我可以一块吃的。方璇一听，顿时傻眼了，半天不说话。那打扰了，拜拜。在哪里？老地方。爷爷，冰云呀，爷爷恐怕时日无多了，临死之前只想看到你成婚，你能答应爷爷吗？唐冰云看着爷爷一副要咽气的模样，内心毫无波澜，甚至有点想笑，不过还是配合的说道：我嫁人可以，但是也要找个好归宿，我不想随随便便把自己嫁了。燕归山就是你最好的归宿啊。是吗？唐冰云拿出视频给爷爷观看。这个女人是沈康的夫人，燕归山明知道对方有家室，却还要去勾搭，这么恶心的人，爷爷难道觉得可以托付终身吗？这种事情一巴掌拍不响，那沈夫人想必也是愿意的，这不能怪燕归山。爷爷这意思，难道燕归山还是被迫的了？男人嘛，逢场作戏很正常，况且他还没结婚，以后等他结婚了，肯定就不会这么做了。唐冰云有点无语，没想到都这样了，爷爷还向着燕归山，好在还有一手准备。那这事先不提，不过这燕归山行为如此不检点，保不准养了什么病，想让我考虑婚约的事情，他要拿出一份健康详细的体验报告出来。这个没问题，我这就打电话告诉他。看你身强体壮的，没想到无能，那你还出来玩什么？你去死吧，废物东西！燕归山面色如丧考妣，没想到他真的不行了。龟山啊，大好消息，你去医院做个详细的体检，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冰云就会考虑婚约的事情了。燕归山听到体检，脸都黑了。我会尽快去医院体检的。结束了和唐老的通话后，燕归山拨了个国际长途出去。史密斯，我的身体出了一点问题，需要你的帮助，你来延国清陵市一趟。Oh my god， 狼王大人，听到你的声音我太高兴了，我会尽快带着医疗团队找你的。到清陵了，打个电话给我。燕归山松了口气，史密斯是国际著名的医生，团队也是顶尖的，相信一定能治好他的病。王浩然发信息约了温静，然后又发信息告诉秦韵涵，他晚点过去。方璇和温静几乎同时到来，两人互相看了一眼，都有点懵。不过方璇早有心理准备。你好，怎么有外人？自己人。温静一怔，很快就明白过来了。对此他也没意见，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王浩然的小猫咪，小猫咪就是听话。4日，时间管理大师王浩然从秦韵涵寝室醒来。今天就是第3天了，那以后我们就……这世界这么大，说不定有医术高超的神医能把我这病治好的。秦韵涵脸上重新燃起了希望。王浩然看着秦韵涵的表情，忍不住腹诽这个刁蛮大小姐食髓知味，还缠上了。要是我的病以后治不好，你还会跟着我吗？你为什么会这么问？我的心意你难道还不明白吗？这一辈子我除了你之外，不可能会去爱别人的。我就随便说说的。史密斯，欢迎来到燕国。大人，好久不见，你依旧风采如昔。我这个成语没用错吧？哈哈，你燕国语学的还不错。燕国是东方大国，我早就想来见识一下了，只是没想到会是这样一种情况下。大人，你的身体到底出了一些什么问题？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你们远道而来也累了，酒店我都订好了。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从检查的报告来看，你的身体功能器官一切正常，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可我站不起来，这是事实啊！听我说完，虽然没有器官病变，但你的肾脏应该是虚耗过度，因此而丧失了那方面的能力。你回国后生活应该很放纵吧？燕归山回想了一下，额头顿时冒出一些冷汗。他回来也有半个月了，的确是夜夜笙歌，都没怎么休息。在国外也是这样啊，怎么一回来就出问题？难不成这里的女人有毒不成？史密斯，那到底有没有办法治好？大人，我们也是老熟人了，我就跟你说实话吧，你这种情况没有治愈的可能性。你一定要治好啊，一定要，只要治好了我给你多少钱都没问题。他风流了一辈子，即便是面对死亡他都不怕，可唯独怕那方面不行，这对于他来说比死要难受100倍1000倍。
大人，你冷静一点，我立即去想方案，一定会有办法的。好，那你快去。斯密斯往外走去，心中计划着怎么逃跑，因为燕归山这情况根本治愈不了，怕燕归山发起狠来把他宰了。龟山，体检怎样了？报告出来没有？我暂时还没弄到身份证，去专业机构体检要身份证的，暂时做不了体检。需要我帮什么忙吗？不用了，身份证大概3个月后就会下来的。3个月？我看这样的话，你还是和冰云先订婚，其他的事情之后再说。那先凭你安排吧，不过冰云他会答应吗？这交给我好了，我会去做冰云的思想工作。另外，你也收心一点，不要去外面乱玩了。听到这话，燕归山的心差点都被扎穿了。他现在就算想去玩，都没有这个能力。